大虚祖训：天黑别出门。黑暗里怎么会有活人？他能活下来，不会是个魔怪吧？这玉佩和村里的石像一样，能抵挡黑暗，可能是玉佩帮他活下来的。闭嘴！再闹就把你扔出去！我们这些废人被逼到大墟里，连自己都很难养活，怎么养孩子？送人得了。不如毒哑他，等不哭了再给他解毒。老娘捡到的小孩，谁敢动？老娘有牛，能用牛奶喂的，用不着你们养活。村长，您怎么看？咱们残老村终于有个健全的人了。既然村长也同意养他，就给他取个名字吧。就让他姓秦吧，名字就叫做木，秦木。长大了便叫他去放牧。
让你去采药，居然在外面睡到将近天黑，再有下次，连婆婆也救不了你。村长爷爷，你们总说天黑以后有可怕的东西在黑暗里活动，会吃人。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什么不重要，只要有石像在，那些东西就不敢闯进村子。村里的石像又是什么？为什么能抵挡黑暗呢？木儿，大虚的秘密太多了，少点好奇心，才能活得长久。哦，知道了。村长爷爷，那我去放牛了。木儿，记得在天黑前回来啊！知道了。这些年，木儿完全没有觉醒的迹象。要是万一木儿是无法修炼的普通人怎么办？普通人只有短短几十年寿命，大虚又这么危险，他要如何活下去？若能觅得4灵之血，或可助木儿觉醒。黑暗里到底有什么呢？你要去哪儿？牛，快回村！天要黑了！救我！是你在说话。木儿，你是用牛奶喂养大的，我算你半个娘，你要救我出来。救你？怎么救？取出我颅顶的银针，我花了整整11年，才从体内逼出这一根银针。好像是婆婆的绣花针。木儿，你不打算报答我这些年的不育之恩吗？怎么回事？牛，你怎么了？牛，你起来啊！整11年，我终于从该死的皮囊里出来了！这次就先杀了你，再血洗残老村的
恶人！你是谁？为什么要变成牛？我乃堂堂香龙城城主的夫人。要不是那妖妇作恶，趁我产子之际暗算，将我变成一头牛，我怎会沦落至此？此仇此恨，定会奉还！婆婆救命啊！臭小子，耍我！全爷爷，你以为我还会上当吗？全爷爷居然这么厉害啊！城主夫人，11年前你就该死了。如果不是木耳，你以为还能活到现在？妖妇！你的手段用错了地方。当年不去惩戒你好色的丈夫，反倒记恨那些无辜女子，将她们活活打死。如今又对小儿痛下杀手，真是不知悔改。他死了？你小子，江湖经验还是不够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就是大虚。走，回去。今天可是木儿觉醒的大日子。我觉醒？嗯。魔怪遍野，白骨满道，神奇之地大虚，实在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这具尸骨衣着华贵，似乎是来自大虚最富庶的香龙城，想必还是城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尸骨上的针孔是天魔教的法术所致。魔教余孽在延康国销声匿迹，原来是躲进了大虚里。诸位，随我去大虚除魔卫道。药师，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灵的血脉找齐了吗？4灵血虽然无法弄到，不过用他们的后羿、青蛟蛇、铁骨虎、雷鸟和金龟代替，也可以练出一点灵血来。墨儿，没事吧？墨儿，别怕。爷爷们，这是要干什么？他们在帮你觉醒。
听好了，接下来是你觉醒的第一课。人体内有7大神藏：灵胎、五曜、6合、7星、天人、生死、神桥。他们天生被壁垒封闭起来，需要修炼者自己破壁打开，就像藏起来的宝藏。药师爷爷炼灵血是想帮我觉醒，打开神藏吗？不错，壁破不开，便觉醒不了灵胎，无法打开神藏修炼。有的人受上天眷顾，一出生便破了灵胎壁，觉醒灵胎。就像我们9个，天分比普通人高出不知凡几，生来是修炼的苗子。这种体质就是灵体。那我呢？要助木儿的灵胎觉醒，还需要服下4灵血。这就是青龙灵体，主掌青龙元气。看老子的朱雀灵体，玄武灵体。这就是灵胎的元气属性。司老太婆是白虎灵体，白虎元气。别再叫我死老太婆。灵胎对应着4灵，有4种元气属性，因此灵体也有4种。毕竟不是正统的4灵血脉，只能练出这点灵血。喝下灵血，便会激发元气的属性，让灵胎觉醒。是不是青龙灵体？说不定是白虎灵体。一定是朱雀灵体。是朱雀灵体吗？不是，玄武灵体，一定是玄武灵体。疼，好疼。都不是。这么说来，他就是个普通人，凡体。我们都老了，如果死了，他在大虚1天都活不下去。或许应该把木儿送出大虚，送他出去，我们会被仇家发现，都会死。他被我们连累，也会死。那你说怎么办？婆婆和爷爷都是好人，我不会让你们死。别打了，放开我，我要和他单挑。好。好什么？我说，木儿是个好苗子，他是结合4灵体之长，万古无一的霸体。霸体。我也没听说过，但村长见多识广。普通灵血很难激发霸体的灵胎，必须集齐真正的4灵血。你们继续捕捉4灵的血脉后裔，练出灵血，喝得多了，自然能让霸体觉醒。好，明早咱们就去打猎。好，包在我们身上。对了，还得盯着木儿训练，消化吸收灵血，别让他喝成个大胖娃娃。从来没有过霸体，我们都会老死，只剩下木儿，你瞒不了一辈子。所以我们要木儿相信，他就是独一无二的霸体。你会害死他的，他只是个普通人。我想看看，一个普通人在无以伦比的信念下，会不会超凡脱俗，做出我们这些灵体也做不出的事情。或许将来他真的能够走出一条凡体及霸体的道路。凡体会成霸体？只要有信念，凡体即霸体。那天起，所有人都亢奋起来，就连最冷静的药师爷爷也变成狂热的炼药怪人，整天在我这个大活人身上施药。一定要喝这么多4灵血吗？
霸体就需要这么多。一次灌太多灵血，会把木耳撑死的。跟老子练刀去，消化消化。另一个狂热分子就是他，最张扬的刀客屠夫爷爷。别看他喊打喊杀的，下手却很小心，从不会伤到我。当然，这得是他还没发疯的时候。木耳，来。太慢了，你是霸体，你的杀猪刀还可以更快。夜战连城风雨就是要快。快的像是黑夜中的风雨一样，洒遍全城。刀越快，注入刀内的元气就会越强，刀气就会燃烧。给我再快，让你的刀燃烧，让你的气燃烧，让你的精神燃烧。燃烧之后就是武道的极致，就是神通。老子早晚要劈开这天，杀回去。老子被斩断的是腰，丢掉的是双腿，但不是脑袋。老子要杀！这就是刀法的极致，神通。屠夫又懵了。走，练拳。看上去马爷爷是古板阴森的棺材匠，但我知道，其实他是最热心的老好人。只是训练时，老好人也会毫不留情，重拳出击。屠夫的刀法，切出火焰才是神通，而我的拳法，打出雷音才是神通。从前爷爷们教的是基础的刀法和拳法。现在都提到了用元气属性将刀法拳法推到极致的神通，这才是霸体的修炼。一只手也可以练拳，一只手也是1000只手，这就是雷音8式中的第8式千手禅尊。来，攻击我！用拳突破声音的局限，突破空气的束缚，并可以掌控雷霆。一拳一掌都可以摧毁对方的魂魄和身躯，让他万劫不复。傻木耳，打不过怎么办？跑啊！嘿，生活不只有远方，还有苟且。这个每天笑嘻嘻的，是我最好的朋友瘸子爷爷。以前我以为他笑是因为开心，可见过他笑着杀人后，我也分不清他的笑是真还是假了。瘸爷爷，啊，你有神通吗？当然，我的神通就是腿。腿是风，是大地，是力量之根。你试试，只要跑得够快啊，一切都是平地。
你可以在墙上飞奔，水上飞奔，甚至在天空飞奔。当声音追不上你的耳朵，就算初步修成偷天神腿的神童啦！瘸爷爷的腿这么快，是谁砍断了他的腿？马爷爷的拳这么厉害，又是谁砍断了他的右臂？还有童爷爷的刀，谁能将他拦腰砍断？他们的仇家吗？我是霸体，我得变强。虽然我可能永远也不能像他们一样强大，但必须付出100倍的努力去保护他们。木儿，别逞强。你的元气快耗尽了，先来调息一下。这是我们残老村的老大，最博学的村长爷爷，无论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你从小练的这门导引功，就是专门训练霸体运转元气的功法，叫做霸体三丹功。霸体三丹功听起来好厉害。只要觉醒灵胎，凭借霸体和霸体三丹功，你定会成为万古无一的强者。教我修炼的还有最爱折腾人的铁匠哑巴爷爷，最骄傲的画师聋子爷爷，最喜欢耍帅的相术师瞎子爷爷。爷爷们都这么拼了，作为霸体，我也不能落下。霸体三丹功，村长，你教他的好像是旧时代最普通的导引功吧？木儿的元气没有属性，只能修炼最简单、最初级的功法。这种小孩子打根基的低级功法，很难有什么成就。我原本也这么想，但木儿自幼练导引功，再加上每日服用4灵血，现在他的元气已经强得吓人，只是没有属性，发挥不出威力。有多强？几乎有你灵胎深藏的5成功力。什么？5成？等他觉醒灵胎，元气岂不超过我数倍？这还是导引功吗？你觉得他往后能修炼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说不定木儿可以成为第一个将导引功推到极致的人。经过爷爷们的疯狂训练，我能明显感到身体比以往更强，元气也更充足。只是究竟要修炼到什么程度，我的霸体才会觉醒呢？木儿，木儿，这位就是最疼我的司婆婆了，也是村里最多变的人。她有时是裁缝，有时是接生婆，有时又变成了商贩。这可是上等的。我总觉得婆婆还藏着更神秘的一面。木儿，和婆婆去村外，我教你一个裁缝真正拿手的东西。裁缝拿手的不就是做衣裳吗？今天做的
是一件很特别的衣裳。每个生灵都有2件衣裳，一件是靠魂魄气血维持的躯体外形，另一件则是依附躯体而生的影子。外形，影子。婆婆这就做件衣裳给你瞧瞧。嘘。第1步，定魂魄。不动了。我刚才弹出的元气，就是定住了他的天魂。婆婆，为什么你只定住了小鹿的倒影，小鹿就不动了呢？真正厉害的法术，能通过影子影响本体。这2道元气定住的是地魂和生魂，3魂主掌精气神，而7魄主掌体内气血运转。定住3魂7魄，就能锁住这个生灵。木儿，记住了吗？记下了，记下了。接下来就是做衣裳的关键，我们要将躯体的形与影分离。用它的影子做衣裳，需要用到一些针法。太神奇了，这就是婆婆的神通吗？这才是我们裁缝应该做的衣裳。那小鹿怎么办？它没有影子，会不会有事啊？我们只是借用一下影子，等婆婆拔出针，影子就会自己去找主人。锁魂定身，造化天魔功，影法自在，魔影幻魔功。果然是魔道法术。那些人是谁？隔这么远，怎么把声音传过来的？大虚蛮荒诡异，天魔教余孽在外面活不下去，竟然躲进了这里。什么天魔教？这些人说话真奇怪，穿的也奇怪。老身不过是江边的普通人，普通人可没有定魂魄的本事。这次你还只是剥离鹿影之仪，下次你是不是就要剥人皮？剥人皮？造化天魔功就是锁魂剥皮的邪术。我派许多前辈被你们这些魔头变成牛羊，一辈子耕地吃草，甚至拉到集市上宰杀贩卖。你的手法，我漓江五老断不会认错。木儿，别怕，这世上披着人皮的禽兽太多，我们学着法术，就是将他们打回畜生样貌，让他们不能再骗人害人。原来是漓江派的5个老鬼，自从漓江派做了延康国的走狗，真是越发狗仗人势了。如今还敢跑到大虚来乱吠。延康国是奉神谕建立的国家，我们漓江派身为南疆第1剑派，辅佐延康乃是顺应神意的正道。神谕早已言明，大虚是神器之地。
凡遇大虚中的神之器皿，格杀勿论。你这魔头，不仅违背神谕，还将邪术传授器皿，简直罪孽深重。不诛杀你，不知道还有多少生命葬送你手。他们要杀婆婆。木儿，这几个老杂毛奈何不得婆婆，但你在身边，婆婆便会分心。快跑！漓江五子，不得叫那魔崽子为祸苍生，将他斩了，提头来见。儿遵命。他们都是灵体，灵胎神藏的造诣不弱，木儿肯定会被追上。魔头，在我们面前你也敢嚣张？老身好久不曾活动筋骨了，你们5个老鬼，莫非也想被我做成衣裳？好快！他们居然能像瘸爷爷一样在水上飞奔，沿着江边跑，一定会被堵住。这魔头果然有些本事，居然那么久都拿不下他。魔头，受死！婆婆会不会有事啊？不行，我得让爷爷们来帮婆婆。桃林这2个速度稍慢，只能从他们这边突围。别想逃！好，那魔崽子混入了鹿群，把这些鹿通通杀了。鹿也是一条生命，你们这样滥杀生灵，到底谁才是魔？在那里，藏不住了。他居然用凭空操纵剑！难道他是用这道细丝操纵剑的？
最快，毕竟不如自己的身体灵活。我要逃出去，只有……什么？我空间的元气还不够强。那丝线竟是元气，元气化丝。弓箭术异常高深，今天师弟师妹不妨就拿这魔崽子练手，怎么样？正合我意。他竟能同时操控那么多把剑，好厉害！不能让他们更去伤害村里人，我要带他们去那个可怕的地方。你身上藏着铁锭，瘸爷爷教我腿功，必须穿铁鞋绑铁锭，负重了50斤。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亚爷爷的锻造手艺。什么铁器如此坚固？身体突然轻了好多。不好！不要去想你踩的地方是否能承载你的重量，只要你跑得够快，水就是平地，草就是平地，空气就是平地，到处都是一片坦途。偷天神腿，踏过须弥山。这家伙跑得好快！这小子元气虽然深厚，却毫无属性威力，可见他没有觉醒灵胎。曲师兄已是灵胎境巅峰，他死定了！小魔崽子，哪里逃？这里甚是诡异，定有强大魔物。
口吐人言，说明已开灵智，元气浑厚，强劲远胜于我，至少堪比武庙境界。我们不是对手，难道就这么放过小魔崽子？连屈师兄都被魔元重伤，小魔崽子肯定死了。小不了，死！他分明是在装死。陆邪，该死！快走！怎么偏偏杀了这山口里的鹿？小魔崽子一定是故意的。他对小鹿们的感情，就像爷爷和婆婆他们对我一样。不知道婆婆怎么样了？不知道木儿怎么样了？师弟们，随我借五行炼魔阵，肃清魔头，守卫正道。是。许久未出大虚，外界的剑术真是进步神速。老身好久不曾用人炼衣裳了，不知道手艺有没有生疏。黎江派的精妙剑术，我们黎江五老已继承大半，又岂是你能轻易破解的？你就等着和那小魔崽子下去团聚吧！总算逃出来了，幸好这魔元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追究了小魔崽子，怎么向师傅们交代？放心，他跑不掉。只要敛去元气司的攻击系，他根本察觉不了。
我都能甩开这些外面来的人，婆婆应该也不会有事吧？他们可真讨厌，张口闭口魔头，一点礼貌都不懂，还杀了那么多小鹿。魔渊看着凶恶，却从不杀生，正好给他们一点教训，看他们还敢不敢随便欺负人。糟糕，和他们纠缠太久，恐怕来不及在天黑之前回村了。木耳，如果无法在天黑前返回村子，往大虚的遗迹里躲，说不定还能活命。那要怎么找到合适的遗迹啊？要看2点：一，是否有与村子里的石像类似的石像；二，是否有大量的异兽。异兽通灵，知道哪里可以躲避黑暗。都记住了吗？婆婆放心，我记住了。跟着这些异兽跑，就能找到合适的遗迹。不仅可以增进元气，还能以元气来滋润身体，应该能缓解伤势。原先都是静坐调息，想不到在急速奔跑时，八体三丹功运行速度更快，滋润身体的速度也大幅提升。这是我的元气。我的元气每次运行到眉心处都会被挡下，难道这就是灵台壁？人体内有7大深藏，它们天生被壁垒封闭起来，需要修炼者自己破壁打开，就像藏起来的宝藏。我一定要继续努力修炼，争取早日破壁成功，给爷爷和婆婆他们一个惊喜。哪里来的声音？他在说什么？怎么他一出现，我体内的元气就消失了？剑腕中藏有6842口剑，距离如此近，还是被你躲过去了。你一定不是籍籍无名之辈，天魔教中没有你这副模样的老太婆。你到底是谁？这不是你真正的样子。你披着别人的皮，你伤到了我的皮，漏气了。我听过你的嗓音，我知道你是谁了，天魔教的教主父。出来吧。
死瘸子，你看了多久了？刚来，我啥都没看见。看到无所谓，只要没有听到就好。我确实听过一个故事，天魔教主厉天行一辈子英明神武，晚年时却做了一件蠢事。他看上了当时最美丽的魔教圣女，于是废妻再娶，魔教华人。就在成亲那天夜里，那位新教主夫人暗害厉天行，坏了他几百年的道行，夺走了魔教的镇教魔典。魔教长老祖师纷纷出关追杀，还是被他逃了，至今不知所踪。我早年也听过一桩趣事：天下第一神偷，速度举世无双，一双腿已经修炼到了神的境界，从未失手，却在盗取延康国地碟时被延康国师发现，斩掉了他一条神腿。他逃出国师追杀，带着地碟消失无踪。延康国师被誉为神下第一人，却没能留下神头。他应该还留着神偷那条神腿，等待着物归原主吧。司老太婆，咱们都是一个村的废人，曾经说过各自保有秘密，不问彼此来历。从现在起啊，我就是哑巴，聋子，守口如瓶。你那些花花肠子，别让木耳学了去就好。是木耳通知你来接应我的。你和这5个老头打斗的动静太大，我们在村里都感应到了。村长让我出来瞧瞧。木耳呢？木耳他有没有回村？我出来时还没看到他回去啊。怎么办？天快黑了。总算追上他了。大徐飞燕危险异常，眼下我们只有紧紧跟着小魔崽子，看他去哪里躲。再往黑暗来的方向跑。峡谷里竟然有一座宫殿，比我们村子大好多。这是什么地方？难道这就是婆婆说的遗迹吗？村里的石像一样，那里一定可以躲避黑暗。跟紧魔崽子，我们被他甩开。不好，黑暗来势好快，得赶紧躲进宫殿里。救我！徐师兄，啊！
秦师妹莫怕，两位师弟因逐魔未到而死，死得壮烈。魔崽子实在歹毒，故意在黑暗来临前一刻才来到这里，就是想借黑暗来害死我们。明明是你们平白无故追杀我，结果追到天黑，自己把自己害死，与我何干？薛师兄，杀了他为师兄们报仇！别动！这些异兽很多都是不死不休的天敌，而现在却相安无事，很是古怪。他们似乎定下了规矩，不得在此处厮杀。今晚不要动手，等到天亮。大虚祖训第2条，在躲避黑暗的地方，所有生灵都必须和平相处。爷爷和婆婆说的没错，若兽真的有灵，他们也会遵照大虚的规矩行事，甚至比人更安全。木儿！糟了糟了，木儿不在村子里，他怎么还没回来呀？我背着石像去找。你们不知道他的去向，现在再出去找也没有用，天已经黑了。可是，该教他的我们都已经教给他，他只要学会，就能够在大虚活下来。木儿，你一定要聪明啊！条件太简陋了，只能做个简单的武器防身。这3个家伙又想做什么？曲师兄，你看，的确是旧时代神国的文字，神、女、官。看来此处就是神国的遗迹。神国是黑暗来临之前那些神建立的国家吗？他们消失后，从前住的地方就成了遗迹。难怪遗迹能抵挡黑暗。师傅们四处探寻的神机秘宝，说不定就藏在这里。仔细搜。不行，万一他们得到厉害宝物，我就麻烦了。怎么有这么多尸骨？奇怪，还都是一样的姿势，就好像所有人都在打坐的一瞬间同时死去。谁杀了他们？曲师兄，你看，他们手里都是了不得的异宝。尤其是这枚神珠，全离间派的宝物加起来
也不及他的1/1000。要是得到这些宝贝，我们甚至可以自立门户，自成一派，随便拿出一点献给延康朝廷，皇帝和国师定会给我们封个大官。上天待我们不薄。五师弟，你去将神珠取来。是。什么正道？表面上敬神畏神，打劫取宝物倒是毫不手软，比魔道更像魔道。不过，连异兽也不敢驱走的宝物，能被他们得手吗？他刚才动了一下。这些异宝都是死物，你放心。救命！救我！不好，异宝已经通灵，不是他们的主人，便会反遭其害。薛师兄，如今离将无子，只剩你我2人了，这要如何向师父交代？秦师妹切记，3位师弟是为除魔而死，都是被那魔崽子害死的。明明是你们贪图宝物，还想陷害我，这2个人绝对不会让我活着离开。可恨性驱得太强，我打不过。要是能破壁觉醒就好了，我的元气有了属性攻击力，肯定会实力大增。快跑！不是来惩罚大虚了，这是真正从异域来的魔族神奇。我在此受死！糟糕，好恐怖的魔音，我快要被撕裂了。归来机，弯顾天。归来机，应安经书。尸骨活过来了，他们是神女。
大虚吗？为什么圣女还能在遗迹县里帮七名抵挡魔族？别胡思乱想，神国早在旧时代就已经覆灭，现灵的不过是神骨上的残魂。恐怕这遗迹里发生过极惨烈的战争，才会让残魂的战意保留至今，与我厮杀。是你在用生命交战。工兵端续，无需耕耘。这声音和阻挡我破壁的声音好像。难道我的灵胎壁是被神音封印的？刚刚似乎也是因为魔音，才让灵胎壁破出裂纹。要是学会魔音，我就能破壁觉醒了。天快亮了，姓屈的肯定不会放过我。我必须在天亮前觉醒霸体。等等，最让我的是神的时候，这岂不是说我是被神封印的魔了？难不成我还真是魔崽子？不，村长爷爷都说了，我是霸体，怎么会是魔？再来！魔崽子经受神音和魔音的双重冲击，这下定要魂飞魄散。我的记忆，他的元气波动很剧烈，还在不断增强。他在利用神魔之音修炼，可他连灵胎都觉醒不了，只是个普通人。这种低等体质，怎能承受神音魔音？此子实在古怪，不除掉他，往后必成大祸。灵胎壁裂了，好精纯的元气，这就是灵胎神藏的力量吗？天虽赐给为人呐，天虽赐给为人呐。什么？竟然还能愈合？我还是不够强，不能一鼓作气完全破除灵胎壁。不过，吸收灵胎神藏的元气之后，我的力量又提升了不少。要不了多久，我一定可以彻底破壁。神女姐姐，我不知道你们为何而死，为何复生又消失，但是谢谢你们，在夜晚守护着大虚。小魔崽子，你这副有情有义的模样，装给谁看？天亮了，你的死期到了。听说，很久很久以前的大虚，晚上能看见许多亮晶晶的，叫做星星的东西。
那时，天上住着4个古老的神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玄武背着天河前行，形成璀璨星河。后来，黑暗降临，神灵和星星就消失了，只留下刻着神灵模样的石像。人们都说，神灵抛弃了大虚这块土地。我们是被神灵忘记的一群人。我不明白，既然神灵抛弃了大虚，又为什么留下石像，帮我们躲避黑暗呢？大虚的秘密好像越来越多了。天亮了，你的死期到。遗迹里不能动武，你们想和所有异兽为敌吗？异兽天亮就会离开遗迹，他们保护不了你。我没觉醒霸体，很难同时对付他们2人。没了异兽保护，他们会立刻杀了我。我得在异兽离开峡谷前，借他们掩护逃离追杀。那魔崽子呢？他混在了兽群中。秦师妹，不要空间，我们只能小心靠近与他搏杀，切勿惊扰了兽群。他们追来了！如果我们这次再失败，没有将这魔崽子的人头带回去复命，师傅们一定会对我们失望。你先近身攻击缠住他，我跑到剑法拦截，将他打出兽群。去师兄，你放心，这次我拼命也会将他给宰了。这就是灵胎境的实力吗？说过，偷天神腿从不惧任何推法。我的腿被他踢中，立刻就被吸了力气。推法了得，绝不能让他从我手里溜走。小魔崽子，受死！这个小区的空间，宝剑离自己远近不过30，我武器抵挡太凶险了。我是霸体，如果我像他那样把元气注入兵器，是不是也能控我？只能灌入1尺3寸，根本无法让树枝离开双手攻击。结束了。什么？一夜之间，这魔崽子的元气居然增长那么快！我的元气增强了小木棒的坚韧度，这个长度刚好能施展杀猪刀法第一式。
夜战连城风雨。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根本看不清。或者，他打算用这根小木棒，我会敲死我！我快坚持不下去了，这小子没力气了。这是我最后的一击。木耳，不能给你的敌人留下任何机会，否则死的就是你。我只要停下来，哪怕还有一丝元气，我会拼死杀掉你。不应该会这样。损伤太重，好痛！完了，完全没有力气了。好可爱的小姑娘，婆婆见了真是喜欢的紧。婆婆、爷爷，你们都来了。我们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你第一次离家和陌生人在外过夜，我们当然不放心。师父。哦，你问那5个老鬼呀？我把他们5个一起变成衣裳。聟造，直接杀了！胡爷爷，你们来多久了？
你们在兽背上大打出手时，我们便到了。看来你的训练还是少了，用了5476刀才将人砍倒。哼！你们早到了，却还让我自己打生打死，险些丢了性命。你可是超越灵体的霸体，居然被打成这副惨状。鸭爷爷，我在这里。莫尔，杀猪刀法属于战技流派，与那少年的控剑流派还有些渊源。战技需要双手掌控兵器，让元气最大程度涌入兵器，增强攻击威力，但招式单一。控剑术也曾是战技的一种，后来自成流派。它的特点是用元气丝隔空控剑，双手可同时攻击，招式灵活多变，但缺少力度。这两个流派都需要利用元气的属性力量。我发挥不出杀猪刀法的威力，也是因为没有觉醒霸体，元气没有属性吗？木耳，不要气馁，你还未觉醒就能打死灵胎境巅峰的修炼者，等到觉醒霸体，就算是号称神下第一人的严康国师，恐怕也没你厉害。那我要早点觉醒霸体。药师爷爷，昨日的灵血我还没有喝，给你备着呢。霸体三单弓。木耳，你……村长爷爷，我发现了一个用霸体三单弓的好办法，那就是跑着修炼。跑得越快，元气恢复的也就越快。村长爷爷，看到了吗？木耳刚刚才耗尽了元气，几杯灵血喝下去，就元气大涨，并且已经渗入四肢百骸，开始元气淬体了。我是灵胎境巅峰时，打出第一道掌心雷，才做到全数淬体。我也是，那天我在风中奔跑，追上了狂风，踩在风尖上行走，元气如风吹百窍，欣喜之下，我从风尖上摔下来，差点摔死。而木耳现在还未觉醒灵胎，便开始淬体了。难道霸体果然强横，是我们这些灵体羡慕不来的。好臭好臭！哎，等等我！我体内的元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凭我现在的力量，再利用魔音，是不是就能彻底破壁？我觉醒霸体，伯伯和爷爷们一定会非常开心。Preta Mahagraha Preta Mahapashupati Preta Mahagraha Preta Mahapashupati。上次我是借神女关的神魔之音，加强了我本身魔语的力量，才能把灵胎壁破出一丝缝隙。好强的阻力！现在光凭我自己的魔音还不够，我的元气比原来更强。要是能让元气不被冲散，一鼓作气冲击灵胎壁就好了。啊，对了，运转霸体三单弓能聚集元气，那我就用它将散开的元气重新凝聚起来。神魔共鸣。
木儿小神中，那激烈交战的神音魔音是哪里来的？恐怕和神女关遗迹有关。神谷铮铮夜中起舞，当年昌盛一时的神国，而今灰飞烟灭，止于残阴。为何偏偏被木儿遇上？木儿长大了，可别老那么操心。我陪他去江里洗洗身上的脏污，免得又来些什么怪物想抓他。让木儿洗完就训练，等到修炼好了，管他什么共鸣都不怕。两岸猿声啼不住，风萧萧兮不当寒。木儿，洗快点，爷爷们还要训练你。神魔共鸣，即便是灵胎境巅峰也难以承受，他们更是随时可能魂飞魄散。眼下木儿还能承受，但长此以往，神魔共鸣对木儿来说到底是好是坏？神魔之音在木儿体内互相杀伐，铸成噩梦，一直在耗损他的星魂。这也是锻炼木儿心境的机会。神音魔音来自大虚，或许我们应该让他接触更多大虚异象。不行，大虚潜藏了太多危险。木儿已经证明了他有实力应对。我们是时候逐步放手了。被我捡回来的小婴儿，现在真的长大了。他只是残老村养大的孩子，总有一天要离开的。外面比大虚还要危险得多。至少，在他离开前，我们要教给他足够活下去的本事。我终于可以一个人出门历练了，太好了！不知道大虚的遗迹里还有什么秘密？会不会对我冲击灵胎壁有帮助呢？
雷音八世第一世，只身东海，携春雷。还是没能做到掌心雷。那爷爷说一拳一掌，迸发雷霆爆音，雷音要威力惊人，摄人心魂，才算达到了雷音八世的最低层次。遗迹，这里是永江下游，我不知不觉竟然跑了这么远。原来不是遗迹，是座庙宇。这些链条锁住了一个铜像。奇怪，大墟里多是龙王庙，这座庙里的铜像却不像龙，也不像神，反而有点像传说中普度众生的禅尊。瞎爷爷说，进庙烧香拜禅尊是规矩，我没有带香，只能在庙前歇脚。小生残老村人，家住在永江边，借宝地歇脚，惊扰了此地主人，心中不安。还有，木儿，你要是在荒郊野外落了单，千万记得说一句话。啊！瞎爷爷是老江湖，他说的话肯定不会有错。小生自幼体弱多病，庙里若是有神女姐姐，莫要来害我。嘿。你说话真是有趣。这位是神女姐姐吗？哪有什么神女姐姐？我叫仙青儿，就住在附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秦牧，就是姓秦的放牛娃的意思。哎，你的牛呢？牛变成了女人，现在没有牛了。怎么变的？你会变吗？你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快进来跟我说说。带香不能进去参拜。你想知道好玩的事情，出来便是。进来嘛，你不是想找个地方歇脚吗？进来休息一下嘛。进来嘛。我自幼体弱，你进来呀。不。给我进来！原来这些缠在铜匠身上的铁链，一端沉入永江，另一端就锁在这个怪物的身上。天杀的贼畜！你修成的禅尊，除了自己可是妖吗？我娘就想吃饱喝足，你偏不让！你何等脑袋不成！贼畜！你不是想毒我吗？
谁也别想纠缠，送上门的肉，送上门的肉啊！那些白骨都是人骨，到底有多少人死在这庙中？虽然不知道妖怎么收成的禅宗，但这尊铜像可以镇压怪物，或许也可以助我破开灵胎壁。Preta Maha Graha Preta Maha Pashupata Preta Maha Graha Preta Maha Pashupata Preta Maha Graha 邪魔外道，胆敢在本尊面前放肆！这尊铜像竟能活过来！运送魔音，无法无天。我以禅音降你。没错，你要再见了！修禅就是要我痛苦痛痛吗？好强的禅意！魔音有效果。神印被禅意分散了，好机会！Preta Maha Graha成功了！元气充盈全身，成功了！我真的破壁成功了，太好了！邪魔消散，本尊又有功德一件。太好了！太好了！奇怪，听爷爷们说，应该有4灵模样的灵胎才对，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那是什么？一个小孩的石像。难道这个石像就是灵胎？怎么越看越觉得熟悉？这不是我小时候的模样吗？谁雕了个我的像，藏在我的灵胎神藏里？好神奇啊！晶莹剔透的。还有点柔软。怎么回事？哎，发生了什么？我的意识进到了石像里，石像果然是灵胎，我的霸体觉醒了。
石像果然是灵胎，我的霸体觉醒了。奇怪，元气怎么还是没有属性？不会也被谁封住了吧？得去问问爷爷们。刚刚铜像还活过来呢，这会儿怎么不动了？再用魔音引出他试试。正好一并治了你。他妈哈布哈，他妈哈帕什帕提。孽障，还敢放肆！之前果然是你在说魔语，最多你是真相，都说了不是我。好小子，你居然敢这么对老娘！别念了，别念了，饶命，饶命！哼！魔音一停，又没动静了。说是镇压妖怪，又放任妖怪把人骗进来吃，到底打的什么主意？贤青儿，你这庙里都有什么宝物？哪有宝物？宝物都被贼偷弄走了。嘿嘿，不过他倒是落下了挺多经书。经书？那小雷音宗，这名字和马爷爷的拳法雷音巴士好像。贼头想教老娘念经，哼！老娘找了个带毒。没别的了啊，没了，就这些了。Pratama。哎呀，我确实搜刮了点好东西。只有这些？你别小看了他们。喏，这柄燕翅刀就是六合神藏中才能运生的宝物，威力惊人，叫做灵冰。你这是什么刀？六合境高手用自身元气运养的灵冰，居然一碰到它就断。我们村雅爷爷练的，叫杀猪刀。这么好的炼制手法，造把杀猪刀，真是暴殄天物啊！不许侮辱雅爷爷！那包袱里藏的什么？没什么。你都有那么好的兵器了，肯定瞧不上我这小玩意儿吧？婆婆说了，凭本事到手的东西，一定要通通带走。谁教出来的放牛娃？老娘实录还敢打劫老娘，无法无天，真是无法无天！老娘与你们不共戴天，总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誓不罢休！你有没有在听啊？你就跟那贼秃一样，臭不要脸，欺负我一个弱女子，你杀我也，气杀我也！这些都是你从古庙抢来的。木儿已经学会孝敬我们了，真是年轻有为啊！那舞女堪比7星境强者，镇压她的铜像也颇有来历。有次我见舞女吃人太多，打算杀了她，却被铜像阻拦，没能成功。马爷爷，铜像都镇住妖怪了，为什么还让他吃人呢？妖怪吃的人越多，罪孽越深，镇妖渡妖的功德越大。这就是铜像要赚的大功德。灵冰质量不好，不打紧，
我带去香龙城卖掉。婆婆、爷爷，其实还有件事，我的霸体觉醒了。哑巴，你新炼制的铁耳没毛病吧？我好像听到什么霸体觉醒。沫儿，快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村长，药师，咱们残老村万古无一的霸体终于觉醒了！木儿借神魔禅音破壁，的确觉醒了。凡人觉醒，闻所未闻。可我的元气还是没有属性，要怎么激发属性呢？这灵胎分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类，对应4灵属性。木儿的灵胎是什么？是个人。人？从未有过人形灵胎的功法。功法是人创造的，老子谁也不服，自创杀猪刀法，激发霸体属性的功法，为何我们不能创造？就算我们不成，木儿也可以自己创造。屠爷放心，我一定行。既然霸体已经觉醒，像从前那样修炼就不够了，得找个陪练，逼出的霸体元气的威力。神魔禅3阴共灵的冲击与日俱增，即便是霸体也会损坏星魂。村长，你一定有法子，对不对？你当年乃是……我只是个老残废罢了。不过，有个人或许能帮他。从神女关回来后，你每晚都在做噩梦，梦到了什么？神和魔在打仗，到处都是死亡。我知道梦是假的，但你对神魔的畏惧却是真的，这才被压垮心境。木儿，你甘心输给自己的恐惧吗？我是霸体，我不认输。好，夏爷爷教你一门不需要元气属性的统法——直面神魔。木儿，你觉得石像为什么能抵御黑暗？因为石像会发光。石像并不都会发光，就像你跟随聋子学书画，你的画只是一张纸，但聋子的画不仅能动，甚至能脱画而出。同样是画，为何不一样？画画的人不一样。普通人的像不能发光，更无法抵御黑暗，石像也是如此。但这个是神的像，传说是神其肉身所化，背着石像，相当于背负着一尊神，负神前行，奇重无比。石像相当于神。我教你的9重天开眼法，就是要开神眼，去见石像中的神。这两个是我的眼睛吗？你头顶的天，就是9重天开眼法第1重天，神霄天。记住天上的图案，那是神霄天的36天罡阵纹。现在，你再来看看石像，是否与从前有所不同？
继续看。神的势，神的韵，神的气，神的态，神的元神。不准跪！一旦跪下，有了奴性就再难站起来。继续看。神和龟在动，是玄武。玄武神活过来了。不对，仔细看，这是旧时代玄武灵体修成的神奇。灵体，它是人修炼成的神，他还活着。他在旧时代就死了，如今只是个石像，一堆石头。你要跪他吗？你小时候还爬到石下上吃喝拉撒，为何长大了反而要跪？修炼之道重在修心。你的道心若是败给破石头，武力再强也干不成大事。延康国当朝国师，那位神下第一人，他曾说过一句看似大逆不道的话：破庙中神易，破心中神难。心里的神，压在你心上的都是伪神，假神必须打破。任何让你跪下做奴隶的，哪怕是真神，也绝不能跪。绝不能跪。反而要尿他。尿他？可神不是保护我们的吗？错，神的石像只是死物，真正保护我们的是人。是从千里外把石像一个个背到村子的村长、哑巴、马爷，是他们让神为人所用。与其跪神乞怜，不如站着做自己的神。自己的神？怎么？小时候敢尿，现在不敢了？当然敢。嘿，这世上谁也不比谁高贵。去他的神！去他的神！小不掉！又是你这个大个子！去！雷音八式第3式，九龙御风雷。小不掉！你没有武器，那我也不用武器，咱们用拳头打。打拳！不打了，休息，休息。
前打！神魔禅三阴剑指，心境一变，木儿的噩梦也可以解除了。瞎子真是个骚情的怪才，居然想到尿石像，既破了木儿心中神，也破了他心中挖掉他一双神眼的伪神。那个意气风发的枪中之神回来了。枪神最强大的地方，并非是枪，而是他那双能够看穿一切招式破绽的神眼。当年的双目尽毁后，道心崩溃，多亏有了木儿，他才重新振作。这次为了传授木儿神眼，他竟以自己的心代替眼睛，开辟出了新神眼。新神眼将超过曾经的神眼，枪神也将超过从前的那个枪神。瞎子，你走出大虚时，你的敌人将会颤抖。木儿作为你的传人，必将有所成就。神霄天眼，看，这道圆环就是神霄天天罡阵纹变成的吗？我刚学到九重天开眼法的第一重，等修成九重，眼里应该会有9道环环相套的圆环了吧？像10个重叠的眼瞳一样。夏爷爷的眼法好厉害，第一重就能看到万物体内元气的走势，嘿，太好了！大个子，我学了个新招式，咱们来打架吧！小不掉！8式第3式九龙御风雷，我只施展过1次，就被他学会了。神霄天眼，开！你学会了招式外在的力量，但没有学会内在元气的运转，破绽太多。雷音8式第2式，弹指惊雷琵琶手。我哥，你弟，我更壮。神霄天眼对元气的消耗太大，已经没有力气了。哎，大个子，我教你一个恢复元气的功法，叫做霸体3单功。这么快就学会了，真是个武学天才。你把元气运转的方法运用到全法里，就能发挥出雷音8式的真正威力了。我把完整的雷音8式打给你看。
神腿，咱们接着打。大个子进步惊人，很快不使出神霄天眼，我便无法占据任何上风。村长爷爷说霸体举世无双，一定是因为我不够努力，找不出霸体觉醒属性的方法，才会被大个子赶上。我必须加倍努力。没想到，最终帮我觉醒属性的，竟然是雅爷爷。那天，雅爷爷正教我用神霄天眼观空观时，木儿，心神守一，用灵胎吐纳，把火属性元气收回去。木儿，你在端水，想向瞎子教你的枪法。出来！霸体第二次觉醒，还是水火双属性。哑巴，你怎么想到观火水的方法？没有人知道哑巴的来历，只知道他被人割了舌头。现在看来，平日里最不显山露水的哑巴，恐怕是村子里除我之外修为造诣最高的人。将来我们死了，木儿也能活下去了。该死的马爷，我都快被你弄哭了。可惜死老太婆去了小楼庄买东西，不然哭的最狠的就是她。这是好事，我们都应该笑。木儿，现在能做到元气化丝，以气控物了吗？这么粗的元气丝，叫元气胳膊也不错，打架也很威猛。炼气成丝，以气御剑，乃是控剑术的基础。元气胳膊的韧度、强度和灵敏度都大大不如元气丝，还是得早日炼气成丝才行。村长，我不明白，论起剑法，试问天下间还有谁比你更强？我们都将各自所长传给了木儿，你为何不传？我想传，但木儿担不起。当年我手脚齐全时也没能担起。否则我也不用躲在大徐。难道你的手脚是被剑斩断的？传我的功，便要担起我的责任。我担不起，现在的木儿更担不起。我知道了，我一担忧，等有日木儿踏出大徐，我们的前尘往事会一一找上他。偷天神腿，踏破须弥山。
个子，你学得真快！来，接着练霸体三单弓。大个子是这个领地的统治者，也是这些族群的保护者。他对入侵者很凶，对自己人却很好。看来这里就是大个子躲避黑暗的遗迹了。好雄伟的宫殿！这也太气派了！这石像也是神的肉身所化吗？神霄天眼，看！神勇气派非凡，这位神是什么灵体？跟爷爷们说的4大灵体都不一样。我从没见过，难道旧时代不只有4种灵体？小不点来了！小不点看啊，这是霸体三单弓的导引图。大个子，你是发现了壁画上的功法跟霸体三单弓相仿，才带我来看？霸体三单弓难道是旧时代的功法吗？居然被刻在了墙壁上，恐怕这些壁画就是霸体的后续功法。先将它们记下，等回村后再好好研习。这座宫殿如此破败，不知道上面的壁画还能保持多久。不过没关系，哪怕壁画被完全毁掉，也会在我这里流传下去，交给下一个霸体。这是龙爷爷教过我的旧时代文字，上面写着永江，就是我们村口的那条。难道这是大虚的地图？大个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奇怪，这里应该是残老村，地图上却没有。附近反而画了一条龙，还写着永江龙王。这口井的旁边写着天井龙王，而这里竟然写着海眼龙王。可我分明记得，这里是婆婆和爷爷们常去赶集的奶奶庙。龙庙，这么多龙王，难怪大虚有这么多龙王庙。诶，仙妻儿被镇压的古庙，还有婆婆去卖东西的香龙城，都不在这幅地图上。太阳船，这世上还有能装下太阳的船？还有这个月亮井和月亮船，大虚分明没有月亮，难道都躲到了这里？神女关，我去过这处遗迹，当时有神女夜中起舞，抵御黑暗。婆婆曾说，在黑暗降临大虚之前，旧时代有个昌盛繁华的神国，后来灾变爆发，天塌地陷，大虚才变成现在这副荒芜模样。难道这幅地图就是灾变之前的大虚？村长，这次我去香龙城的路上，见到一些人。黎江派来寻仇了。这么快？
来人之中应有不凡之辈，若是木儿被他们缠上，倒是个麻烦。无妨，木儿同魔猿日渐亲近，他一早就出村寻魔猿对练去了。只要让那些不速之客在木儿回村前消失便是。原来你住的这片山谷叫镇央宫。龙爷爷说过，央是央的谷字，由戴家的犯人象形而来，是灾祸的意思。这座宫殿到底镇压着什么灾祸？这里没人啊，怎么会有咀嚼的声音？我们的影子都好好的，哪儿来的第三个影子？他是谁？吃了。屁！难道这是魔的影子？算了，管他是什么，现在逃出去才是关键。他妈哈瓦呀！大个子！这具魔影竟能让我体内的全部元气瞬间爆发，助我成功施展出掌心雷。不过，这招太过强大，让我也同时力竭了。竟然会念魔语，是我族后辈，真可笑。魔神威力印乃是我族核心法门大自在印中的第一印，隐藏无上力量。你手中却如此虚弱无力。原来这招叫做魔神尾力印，晚辈愚钝，只学了些皮毛，没能发挥出它真正的威力。一知半解，当然无法发挥出法门玄妙。大自在印共有4印，让这猴子退开，我将余下1把传授给你。是滚！这位前辈与我同族，不会害我。别担心，你先出去等我吧。小子，你靠近些看，我只教你1遍。这是第2，天魔自在。伊斯瓦赫拉，伊斯瓦赫拉，伊斯瓦赫拉。这天魔自在印竟有夺魂摄魄之效，印性何为？
令人防不胜防。小子，你看见眼中的长钉了吗？他们的力量始终压制我。时间不多了，你进来吧，我怕你看不清。前辈放心，晚辈眼力尚可。第三印，格雅纳，大智慧印。现在只剩下第四印，大自在天魔印。这是千三印合一的最强印法。不过这一印更加复杂，我坚持不下去了。只要拔下这些长钉，才能让我喘一口气。你进来帮我，我便可以将完整的印法传授给你。前辈，我还是不学了，我笨得很，连第三印都没学会。只要你拔下钉子，我便有力气教你第二遍。前辈刚才说过只教一遍，我怎能让前辈食言？我这么笨，有负前辈的期待，心中愧疚不已。不，你很聪明，你只看了一遍就学会了魔神伟力印和天魔自在印，连大智慧印也记得七八成。我欣赏你的资质，可以破例多教你一遍。还是说，你在骗我功法？我好心好意教你，你却骗我！前辈何出此言？分明是你想骗我进去为你解封。那些长钉就像是婆婆的针线。把你的影子连同三魂七魄都封印在这个遗迹里了。你早就知道。前辈怎会不知你我并非同族？不过是想引诱我进殿为你拔去长钉，恐怕前辈一脱困便会将我也吃掉。我只是将计就计，骗了你2招半的印法。小骗子，我要弄死你！还想骗我？我可是被瘸爷爷从小骗到大的，连婆婆给我买的糖葫芦都被骗去了无数次。你以为我们不是同族？想的太简单了，年轻的小魔头，你与我是一样的。对我们这种忠厚老实的人而言，大虚实在太危险了。是鬼，大鬼，小鬼。里面那个确实是大骗子，我可不是什么小骗子，不过是从小吃亏才勉强学得机灵一些。大个子，这个地方你怕是不能再住了。好吧，这么多残老村确实住不下。
你记得勤加修炼，那偏殿也千万不要再进去。走。这是你留下的掌印，也是你作为领主的标志。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大个子，你。我的，你的。空中有人，他们为什么撒那么多纸花？怎么往残老村去了？听闻残老村的司婆婆手艺了得，我等想请婆婆裁几件衣裳。敢问要什么衣裳？尺寸如何？要做寿衣，一共9件，就按照你们村里人的尺寸剪裁吧。听说马爷的棺材很不错，还要劳烦再做9口棺材。乐意效劳。婆婆，村长爷爷，不是去修炼吗？怎么回来了？我看这帮陌生人来势汹汹，担心是来找麻烦的。看来应当是10件寿衣，10口棺材。千秋在，付定金。是。死人的钱。村长，寿衣和棺材今天能做好吗？你若是急着用，现在便可以做出来。请。多送你们2口，一共12口棺材。老先生还满意吗？老身也多做了2件寿衣，保管和珅。1、2、3、11、12。哎，他们有12个人，马爷爷和婆婆真体贴。听老先生口音，像是南疆人。据说神下第一人严康国师一统南疆时，召安了一个大派，叫做漓江派。漓江派掌教墓碑峰，神通出神入化，伸手可断江流。不敢当，老朽正是墓碑峰。老朽有5个师弟，承蒙各路道友看得起，称作漓江5老。他们的弟子人称漓江5子。前阵子，他们师徒还来了大徐历练。吴老、吴子，不就是想杀我和婆婆的那些坏蛋？大徐很险恶，我可真为你的师弟师侄们担心。是啊，大徐到处是凶神恶煞之辈。我见他们数月未归，就一路搜寻过门。幸而找到了他们送命的地方，也锁定了杀害他们的凶手。其中一位是天魔教高手，凶器和司婆婆的针线差不多；另一位用木棒施展刀法，应该是个刚修炼不久的年轻人，倒像是小兄弟你。这个墓碑峰是来给他们报仇的。他们10件寿衣10口棺材，
原来是想把我们村的人杀光了装进去。爸爸别骂了，他听不懂。穆兄既已归顺延康国，想必也是朝廷命官吧？老朽现任南疆武苗府的府牧，官从2品；漓江五老则是苗疆副都护，官从3品。不知穆兄前来寻仇，是要讲朝廷规矩，还是江湖规矩？老朽做惯了山野村夫，还是按江湖规矩来。老朽的徒儿千秋也是灵胎境，小兄弟，你可否施展刀法？可过招，有本事来跟老子打！住手！穆兄没有借延康国师和朝廷的力量压我们也不能坏了规矩，谁都不许帮忙，也不许开口指点。哼！木儿，去，棺材和寿衣就在那里，要么他死，要么你死。我在屈师弟尸骨上研究过你的刀法，也在秦师妹尸骨上研究过你的腿法，的确精湛。可惜，你的战绩过时了。过时？200年前，控剑术与战绩2派论战，延康国师一人一剑横扫天下战绩强者。当下是控剑为王的时代。好快的剑，就像预判了我的动作一样。你出招的习惯已被我掌握，接下来你会攻击左面。可恶，被他看穿了。他的31柄剑，每柄都在施展不同的剑招，相当于35个人同时与我对战。无论攻击哪里，都会被阻截。发现了，战绩陈旧的搏杀路数，在控剑术面前不值一提。那就破了你的控剑术！千秋虽只是灵胎境，以气御剑的造诣却极高。他幼时曾以元气控笔，于30丈外画仕女图，仕女图上的发丝根根分明，纹丝不乱。这位小兄弟想破他的控剑术，必败无疑。未必，木儿从来都不是个会认输的孩子，他是霸体，永不服输。霸体？他控剑的元气丝好细，肉眼根本看不清。手下天眼，开！找到了！切断你的元气丝，看你怎么控剑！狂妄！我的剑不只是剑，更是漓江千回百转的江水，南疆第一控剑术——漓江剑法。剑势竟然能像流水一样运转，把元气丝都藏起来了。你的战绩只有双手，而我的控剑术却有35路杀招。引领漓江水。
脚上！别小看战技，光火，你能操控多少剑，就有多少只手和你打。雷音八式第8式，千手禅尊。自废武功罢了，你双手重创，怕是连刀都拿不起。刹住刀法！想模仿空间术，一袭御刀吗？这么粗的元气丝，刚劲有力，但速度太慢。天魔自在印，魔道手印。赢了！舅舅，舅舅，这印法是你传给木儿的？我也没见过这种古老的印法。用魔音魔功的阴邪手段取巧获胜，与天魔教无异，令人不齿。穆兄，这口棺材留给你的弟子，还有11口棺材空。棺材做好了，自然要用上。请。不好，他们早就布好了阵法。达木儿，再仔细看看。还是婆婆和爷爷厉害，堵住了他们的阵眼。阵眼可不止在村内。你将水龙阵起。这种流转的江水，是南疆的漓江。漓江派依水而生，200年前老朽观水势使之剑士，领悟漓江剑意，自创漓江剑法。今日便以阵请漓江，剑荡大虚邪祟。江水里的水珠好奇怪，里面似乎冒着含铁的金光。小心，那不是水珠，而是剑丸，由数以万计的剑所炼成的剑丸。死哑巴，别耍木耳，他手还有伤。这是几万柄剑炼成的剑丸，有几万斤重。不说话的坏胚，一肚子坏水。木耳，不要学他。剑丸里的都是子母剑，只要找到母剑，就能将子剑孔洞收起来，缩成剑丸。他们竟能同时操作万把剑，瞬间照出一剑构成的龙。瞎子，我有屠龙计，今日破鱼江。撤！这才是夏爷爷枪法的真正神通。
我知道你是谁了。过去，我一直想寻你一战，看看我穷尽一生所创的漓江剑法，与你真至神境的枪法究竟相差多少。可但我有机会相逢，就听说你被人挖去双眼。而今，你见到了。没想到你失去了双眼，枪法却更胜从前。我们漓江派习俗是水葬，尸体见不得土，还请道兄成全。放心，村口就是永江。得见神枪，死而无憾。国师，我们的时代终将有望诞生出新的神奇。漓江派可能会从南疆除名了，掌教、门中高手都死了，这个门派很难存活下去。漓江派是延康国师亲自诏安的，要是灭门了，会不会惊动他？会，但有黑暗在，他不会轻易踏入大徐。那他背后的延康国呢？那个伪装成国家的庞然大派，吞并各方势力，让各路高手进入朝廷、军队，把疆域推至大徐边缘。大徐可是有着无数神迹的地方，他们怎会不觊觎？我了解延康国师，没有什么能够吓倒他，也没什么危险能够阻止他。他一定会进入大徐，说不定他现在便遥望着我们。延康国的控剑术日新月异，短短200年，延康国师就让天下剑法实力大进，真是后生可畏。连木儿都对控剑术上了心，见了漓江派的剑偷偷练呢。可惜，咱们村有人会最顶级的剑法，偏偏不想教他。漓江派那小子说的有理，总待在村里闭门造车，眼界闭塞，确实会落伍。这次去奶奶庙赶集，你们把木儿也带上，让他去长长见识。这里就是地图上标着海野龙王的地方，会和奶奶庙有什么关联呢？木儿，奶奶庙可是个见世面的好地方，每逢初1、15，附近200里的村子都会派人参加庙会，带着货品以物易物，很是热闹。嘿，婆婆，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别急，再往前。啊！
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鱼，还有人。神霄天眼，开！这位老奶奶难道就是海眼龙王？这里是海眼，海水都去哪儿了？旧时代的大墟本有一片大海，后来灾变发生，一夜间海水消失，海眼变成陆地，但海中的生灵却存活了下来，上岸谋生。我们称之为渔民。渔民们办庙会，是在纪念逝去的海眼龙王吗？到了，那就是我们残老村的摊位。雀爷爷，咱们村是做什么生意的？去把笼子的字联挂到台上，然后站着别动。哇，要在这里打擂台？哇，要在这里打擂台？不少在外界混不下去的高人，被逼得躲入大墟。只有庙会，才能将这些高人和他们的弟子聚集起来。也就是说，你在这里打擂，就可以见到天下所有流派的功法。原来村长爷爷让我来庙会，就是想让我和各个流派的人实战，增长见识。脚踢用江无敌手，横扫大墟800村，不知死活的小子，稀罕，太嚣张了！老爷爷写的这么嚣张，我会不会被人打死？打死这小子！不是要打擂吗？爷爷们在干什么？笼子，快写个批注，境界高的必须自封神藏，可不能真把木耳打死了。就是他，往死里打！下一个，打擂对赌，赢就对决他了。跌打损伤，药到伤愈。拐了，上等拐杖。他们说的没错，缺乏力量。其他村的武者都有着独到之处。运道太好，又赢了。下次可以找我逆天改运啊，我还会向人算命的。原来爷爷们的打擂生意是这么做的呀！下一场我来对赌。
老如来的细气罗，你是大雷音宗的禅师？大雷音宗天龙院首座，景明。马爷，你来。景明，马师弟，当年你自断一臂，归还大雷音宗神通，也归还了如来为你炼制的细气罗，断绝师徒情分。而今却将我宗神通雷音八式外传给擂台上那个大虚器民，出尔反尔。哼！老如来已经答应我还俗，你管我做什么？马爷爷曾是大雷音宗的禅师，小时候他给我玩的那些灵明珠，原来就是禅珠。如来又是什么？听上去很厉害。既然违反了还俗的规矩，你就还是我大雷音宗弟子，跟我回去吧。当初你若不打下须弥山还俗，而今大雷音宗如来的位子就是你的了。不见众生，怎见自己？谁稀罕做什么高高在上的如来？我还俗有了妻儿，你们就一个个找上门来。为了妻儿安危，我自断手臂，然后呢，你们继续追杀我，让我家破人亡。既然执意要我死，为何我不能将大雷音宗神通外传？我们并非要杀你，以马师弟的造诣，做一个棺材匠，埋没了你的机缘。如来是要渡你脱离红尘苦海，重拾禅心，回到大雷音宗，以成正果。狗屁的禅心！杀我妻儿的时候，你们心里有禅吗？罪过，当年是下面的弟子误杀了你的妻儿，红尘苦海，干扰修行。这么多年，马师弟还没有明悟吗？废话！要赌便赌，不赌就滚！也罢，我与你对赌。这是我徒儿明心，他也是灵台境。马师叔，这次由他来与你的弟子打擂，如果他赢了，你跟我回宗；如果他输了，细气罗归你。我输了，你拿我的脑袋回去见如来。那可是你的命！脑袋没了，你妻儿的仇谁来报？去吧。是。这亦是你的修行。如果我输了，马爷爷就会死。木儿，霸体无双，绝不可能会输。我相信你。小禅师，明心。放牛娃，秦牧，我是霸体，我一定要赢。观实力。雷音八式第3式，九阳御风雷。雷音八式明明是禅宗拳法，在他的手里
却充满了愤怒。金钟罩。即便是魔猿，也扛不住九龙御风雷的力量。小禅师竟能不躲不避。我大雷音宗功法与其他门派不同，走的路子由体表到禅心，修到体表称之体如来，修至禅心谓之心如来。这位小兄弟未得真传，只修到体如来的层级。你的弟子明心倒是自幼修习心法，如今已至心如来的表层。心法什么意思？禅宗功法以心境见长，尤其是我宗心法如来大乘经，与雷音八式完美契合，两者相互配合，才能真正显示禅尊慈悲之力。慈悲？拳头不就应该用来打架吗？你的内心太过愤怒，接下来我也使用雷音八式，你就能看出区别。神象天眼，开！雷音八式第8式，千手禅尊。你未修禅心，照是充满愤怒；千手禅尊尽是愤化身。小禅师的心法确实厉害。和拳法结合后，有种很柔软的威力，这就是他说的慈悲之力。我以慈悲力度你愤怒心。难道真像小禅师说的，我没有学过心法，打不出完美的雷音八式？如果因此害死了马爷爷，不行，我绝不能输，他一定有破绽。心如来，即有表即里的禅尊，没人敢向禅尊出手。木儿敢！找到了，就是那里，他体内元气最薄弱的地方。小禅师，这就是你心中的禅尊吗？我见人，人人皆禅者。禅尊皆在心中。我心中无神，这世上无禅是高贵。去他的神！无魔，去他的神！我就是神，就是禅尊，就是魔。尔他玛哈瓦呀赫，尔他玛哈瓦呀赫。魔神稳灵音会让我力竭，也会让我体内的全部元气瞬间爆发，助我打出最强的雷音八式。这一切必须分出胜负。雷音八式第5式，日照阳魂，空中炼。我的破绽被他发现了。当年你急于求成，致使你修炼时烟火处留有破绽。禅尊法相并不完美，看来你将这个破绽也传给了你的徒弟。没想到你竟能用魔道功法催动禅宗威能，跨越禅与魔的界限。什么禅啊魔的，都是你们定的，只要好用不就行了吗？是我输了。多谢秦施主指点，明心受教。傻孩子，别什么都学。马师弟，细切罗没了还可以再造，但头颅只有一个，你输了一次便是全盘皆输。你先赢了再说。
如来与你师徒一场，他当年为你炼制细气罗，是真心想让你继承衣钵。你的手臂，如来至今放在千尊塔中诵经贮存，望你有日迷途知返，重回大雷音宗。哼，要回也是打回去，不准再来骚扰马爷，否则我就毒翻须弥山。马爷爷，婆婆，既然担心老禅师再来骚扰，我们为什么不杀了他？木儿，这是你赢的，归你。他的名字叫西气罗，四股12环，是大雷音宗如来所炼。12环可以去除12种杂念，丈分4股，断4生，念4地，修4等，入4禅。它的价值堪比一整座香龙城。哇！救命啊！救命！老娘婆，这里有老娘婆吗？这里有老娘婆吗？我娘子难产。这个时辰，黑暗快来了。赶得及，我就住张庄寨，离奶奶庙不到20里地。哎，张庄寨啊，这个寨子不是死了很多婴儿吗？求求你们，救救我娘子吧！求求你们！我随你去。啊！兄弟，你们家的婴儿都是一出生就死了。对，既然能怀孕临盆，不可能全都出生就死，恐怕寨里藏着不干净的东西，一直盯着婴儿，在他们出生时下杀手。啊！到了，那就是张庄寨。这个寨子怎么没有石像？婆婆，快跟我来！娘子，娘子，娘子，我找来了谭老村的老娘婆，一定会没事的。怪不得房子都建在树下，原来石像被缠在树里。木儿，你开眼看看，倘若看见不干净的东西，你来处理。嗯。神霄天眼，开！婆婆在与婴儿接生，不能让不干净的东西暗算她。这棵树长得那么旺盛，但叶子却黑黑的。不干净的东西，难道就是它？他不是石像里的青龙神吗？他只是躲在死去神迹背后的蛇妖，一直隐身藏在树冠里，吸食那些婴儿的生命。羊水破了，多烧些热水来。哎，他害了多少婴儿性命？就因为这尊神祇挡在面前，你就不
不敢杀了？敢！帮妖害人的都是坏石头。那现在，你就向这尊神出刀，斩杀这头大蛇。快了，再加把劲儿！快点，孩子快出生了。童爷爷说，大蛇打7寸，杀这种大蛇，我只能出其不意，一击毙命。看见孩子的头了，再用力呀！就因为这尊神奇挡在面前，你就不敢杀了？木耳霸体无双，绝不可能会输。有武部真正保护我们的老子是我要拼起神，杀回去！就是神，就是禅尊，就是我！我要向神出发！找到了，7寸，心脏的位置，生出来了。关火！杀尊刀法第2式。日耀东海，天劫浪。婆婆，哎呀，乖儿子！婆婆，生小孩那么危险，他哪会叫？他的父母为什么还愿意把他生出来啊？像谁呀？像你。那是为人父母对子女的爱。爱？那我的父母我的宝贝儿子，为什么又丢下我呢？也许他们亦有苦衷。那时，放心吧，孩子安全了。她是我的母亲吗？我不清楚，他始终在江水里保护你，直到我将你捡走。这枚玉佩从小就戴在你身上，应该是你父母留下的。或许有一天，你能靠玉佩找到他们。大蛇是有人故意养在这里的。这种养蛇方式是魔道手段。大蛇死了，树却没有恢复生机，蛇的主人应该还在寨里。木耳，他说不定会来找你。死瞎子，别吓唬木耳。今晚你去巡逻。哎呀，瞎子还要熬夜干活，真是人心不古啊！切，婆婆，她养蛇吃婴儿做什么？用来吸食婴儿的精气和魂魄，让他逆转先天根骨。哎，魔道功法也太孙阴德了。哼，这可不是真正的魔道功法。他不知从哪儿学了魔功残篇，心术不正练偏了，竟对婴儿使下三滥的手段。木耳，今晚来的人你对付不了，只管看着。
子法术，这是魔影幻魔功。这不是婆婆锁魂定身的造化天魔功吗？真正厉害的法术，能通过影子影响本体。敢在老身面前以影子做法，教主夫人曾经何等狠辣，如今都成了救苦救难的老娘婆，实在可笑。她在婆婆房里，我得去救婆婆。八体三的功，你果然是冲着我来的。不率性为魔，何必修魔道？你不配再拥有魔典，交出来！圣教让你率性自然，不是任你放纵作恶，就是因为你们这种人越来越多，天圣教才会被人当作天魔教。天魔教，离江派曾说婆婆是天魔教的，那影子也是来自天魔教。哼，你怎么不敢看我？婆婆房里怎么多出来了一个人？夫人，你答应过我，绝不杀天圣教弟子。滚回去！婆婆身体里怎么会有另一个人？原来你没能杀死他，反倒让他成了你的心魔。心魔扰乱心智，正是我杀你的好时机。不好，婆婆危险！他的名字叫西奇罗，可以去除12种杂念。杀了你，魔典就是我的了。杀了他！该死的老鼠来！40年了，还是只能把你镇压回去。怎么就练不死这天杀的老魔头？婆婆，影子要跑！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老瞎子，黑暗还没过去，当心出寨后啊被魔怪吃了。多谢提醒。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我听闻天魔教教众遍布天下，教内有360堂，对应世间360行。其中有个影堂，到处做暗杀生意。没想到影堂把暗杀生意做到大虚来了。真不愧是教主夫人，多进了大虚都能让堂堂江山做他的打手。可惜差一步，魔典就到手了。多谢了，再见，一路走好。婆婆，死掉的更夫是不是那个影子？
他说婆婆身上有天魔教魔典，天魔教是什么？他是谁杀的？魔典又是什么？昨晚说话的姐姐是谁？婆婆是教主夫人吗？那心魔又是谁？萧爷爷，死瞎子，人是你杀的，别装死。婆婆，天魔教被外界称为魔道第一大教，婆婆与他确实有些渊源啊。那个心魔是天魔教的一个老魔头，与我有恩怨，我为了炼化他，才盗走了天魔教的魔典。现在影子死了，婆婆是不是就安全了？魔典是镇教之物，天魔教的人为了夺回魔典，已经追杀了我40年。啊？这群人往往一窝蜂出现，杀了一个，恐怕未来会有成千上万个找上门来。这位兄台，此地妖气弥漫，敢问是否有妖物生事啊？有，妖物已经被邻村的一个少年斩了，是条藏在树中的大蛇，早上还死了个更夫。就是这儿。起！是营堂的莫堂主。他修习我教功法，却误入歧途，以致走火入魔，残毁受怨念负累，不得解脱。执法长老，送他最后一程吧。杀婴修炼，罪在不赦。圣教执法严明，失之以焚刑。下一处，残老村。木儿，你打擂得来的那只鸡婆龙下蛋了，快去鸡窝里把鸡蛋捡来。好。这鸡婆龙不愧是龙和鸡的后代，生的蛋都这么大。木儿，你连腹肌之力也没有吗？把
7举10无双，我不应该输给鸡婆龙。我要再去找些别的旧时代功法来好好学习，迟早要一雪今日之耻。婆婆，臭小子，还学会故意引我暴露了。婆婆放心回去吧，我能照顾好自己。嘿，我真的能照顾自己，婆婆不必跟着。不是婆婆，那就杀了。连婆婆都敢杀，回村当心你的屁股。婆婆多半还会跟着。天圣教执法长老前来求见教主夫人。这里没有什么教主夫人，进了我们残老村，便与外界无关。又见面了，你当真要一直与外界无关下去？我们这一代的人还活着的寥寥无几，我还活着，就必须为我叫寻得斯婆婆讨要一个欠了40年的交代。原来是找斯婆婆，那可不巧，她出门了。婆婆，你真的没必要跟在我身后。可恶，婆婆就是欺负我不能飞。瘸爷爷说过，只要找到风尖儿，就可以踏风而行。风尖儿，我找到风尖儿了！嘿，呀吼！嘿，婆婆，你追不上我了，回去吧。臭小子，又跑哪里去了？执法长老，40年都等了，不必急于一时。你换人来，我们要在这里过夜了。是，村长，他们说的过夜，该不会是……圣教360堂，静待教主夫人归来。没想到天魔教360堂都进入了大虚。死老太婆在哪儿啊？这些人为了找她，都快把整个教派搬到我们隔壁了。
撑在风尖上，还能让风带着我继续向前。你没摔着吧？放在室里了。我在我的风里小憩了一会儿，没想到会有人跑进来。我才失礼了，我在追赶风尖儿，不知道这是你的风，你怎么会御风的？是我从书上学的，可惜我不认字，只能按图施法，掀起妖风，吹动芭蕉叶飞行，做不到像你这样在风中奔跑。对了，你能追风，本事一定很大。你识字吗？可以教教我吗？好啊，我念给你听。真的？太好了！我从前按图修炼，总是一知半解，多谢公子为我解惑。方才忘了，我叫胡灵儿，敢问公子名姓？我不是什么公子，就是个放牛娃，叫秦牧。这卷古籍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我也想学些新的功法，对付我们村子里的恶霸。是从那边的遗迹里找到的。遗迹？可以带我去吗？可以是可以，但我只能带你到外围。遗迹深处有恐怖的东西，我不敢进去。不怕，我会保护你的。带我去看看。这里是永江龙宫。龙宫不应该是水里的宫殿吗？怎么变成了山上一个破破烂烂的庙？公子，遗迹就藏在庙里。好像走了很久了，还没到吗？快了。到了。这里是永江的水底，是这些龙柱支撑起了江水，水才没有落下来。快一点！原来在旧时代，不同种族的生灵也可以做朋友，一起饮宴，就像我跟大个子那样。恐怖的东西就在那后面。
屋之后有一个心碎的母亲，正在向我们求救。公子别去，里面有可怕的家伙。神霄天眼，开！永江龙王，是永江龙王。别怕，只是一具龙骨。死的？死的。但是就像活着一样，他是真正的龙。对了，马爷爷说过，九龙御风雷的全力是模仿真龙驾驭风雷的势头。我要关龙，学真龙在雷霆万钧间搏杀。成了，我关龙成功了，霸体觉醒了新的雷属性元气。马爷爷说，心动恶念，西岐罗便响一声。现在响得这么频繁，是谁的恶念这么多？难道除了我和胡灵儿，这里还有第三个活人？是那个龙母吗？西岐罗对恶念的反应越来越大，到底是谁的恶念？公子好像越来越冷了。公子快看，那个龙骨是不是永江龙王？迷雾是他吐出来的。别怕，迷雾好像是永江龙王操控干尸的法术，他想要保护什么东西？这是一条幼龙，他被一把剑穿透了身体。这里一定发生过一场血战，永江龙王的孩子中了必死的剑伤，他不忍爱子逝去，将幼龙冰封在此，即使魂飞魄散，也留下龙骨日夜守护。永江龙王怕幼龙再受伤害，就杀死了所有的闯入者。这会是西岐罗感应到的恶念吗？我似乎听见了西岐罗的禅音。谁在说话？来者可是大雷音宗弟子，老夫顾里暖，延康国太子少保。这个老先生还活着，怎么他一说话，西岐罗就不响了？若救我出来，到了延康，我保你们荣华富贵。我是大虚人，不是大雷音宗弟子。我听说延康有个叫神域的东西要杀我们。那又如何？太子就是延康国的下一任皇帝，而老夫是太子的启蒙老师，有太子做靠山，你说老夫能不能保你？老前辈这么厉害啊！你为什么要跑到兵里去呢？当年老夫奉太子之命，带着门生探索大虚神迹。顾大人，是这枚珠子在吸收他人气血，输送给玄冰中死去的幼龙。此乃真龙的龙珠，不可再让龙珠为祸。我来收了它。不料，这竟是旧时代永江龙王的龙珠。我那些门生统统被龙珠吸走了气血，而我则冰封在此近200年。不吃不喝活了200年，公子，你信他吗？老前辈说的有道理。老前辈，你这黑旗子又是做什么的？一点护体的小法术罢了。
小少年，老夫拼尽一身元气将佩剑挪到冰外，你持剑斩了龙骨，龙珠便再也封不住我。我才灵胎境，如何能斩龙神的神骨？你不能，用了我的剑便能了。延康国集结能工巧匠，用尽天才地宝，锻造16柄一品佩剑，对应朝廷16位一品大员。我这柄是从一品佩剑，名叫少宝剑。和西岐罗比呢？大雷音宗一派之力锻造的，与倾国之力锻造的宝物岂可相比？快拔剑！用剑斩断龙骨！你这么控剑的吗？这是什么拙劣的剑法？我不会空剑术，也没学过剑法。老夫教你。不学。药师爷爷说，会有人教我最好的剑法。如果跟别人学了，那人便不教我了。天底下最好的剑法就在延康国。延康有很多剑宗吗？哼，那些宗派自诩传承的是神奇道法，就以为他们的神通天下无敌。实际上不过固步自封。延康早在200年前就已经开始变法，国师排除门户之见，无视门派之别，搜罗天下剑法，召集天下剑客，共创新式剑法。集合天下人的智慧所开创的，是不是最好的？远胜过宗派数千年如一日的旧招式。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眼界，简直无法想象。延康国师听起来好像还挺厉害的嘛。最好的剑法就在面前，你学不学？我传你空剑的口诀总行了吧？行吧。我这门口诀叫做丹心诀，丹心便是赤子之心。来，跟着我念：以心控剑，以心控剑，心至剑至，心至剑至。快斩杀永江龙王，救老夫出来！这器名憨厚老实，真有些不忍杀他。可谁让神谕说了，神之器名必须要死。待我杀了他，抢了细绮罗，连同龙珠一起献给太子，也算是立功。公子，细绮罗又响了，恶念又来了。一定是永江龙王见你要斩龙骨，又起了杀机，得尽快除掉他。老前辈，你在撒谎！永江龙王的龙珠只将人变成干尸，可这里却有很多枯骨。干尸和枯骨是2种不同的死法。那些枯骨身上的衣服和老前辈很像，应当就是你死去的门生吧？门生既然不是永江龙王所杀，那他们是如何死的？难道？我推测，这黑帆就是真相的关键。老前辈被封在冰里，无法挣脱，担心自己会饿死，就痛下杀手，将所有门生的元气、血肉一并吸食，才在冰中活了200年。
是瞎猜，做不得数。小狐狸，你帮我斩龙骨，我传你更好的功法。胡灵儿，你还记得吗？老前辈一呼救，西绮罗就不响了，恶念消失了。可刚刚他以为能脱困，恶念就又出现了。哇，原来恶念是他的。没错，他饿了太久，想要吸食血肉，却见我们有西绮罗守护，索性骗我们帮他，然后杀死我们。臭小子，你进了这里，就注定再也无法离开。危险！快跑！你杀了我们，也没法脱离玄冰。放心，我至少能再维持100日，等待下一个猎物。休想！巴基三弹弓！你逃不出我的掌心！见死不救！我乃堂堂太子少保。公子真的不是老狐狸修炼成人吗？嘿嘿，好厉害，好聪明！那是因为我从小被爷爷们坑蒙拐骗，婆婆还骗我去鸡窝捡蛋，那可是鸡婆龙，很凶残的。婆婆辛辛苦苦等你，你居然说婆婆的坏话！婆婆，看我新得的少宝剑，它比西绮罗还厉害吗？2个差不多，都是足以镇派的宝物。小狐狸帮你得了宝贝，咱们得感谢她。婆婆有本秘籍，能让你修炼时少走些弯路。可我不识字。倒是实诚。念在你梅雨杏顾的合谋，婆婆便不骗你了。若你真按照秘籍修炼，定会走火入魔，死得凄惨无比。公子说的没错，他们全都是坑蒙拐骗的行家。哎，什么时候对面多了一个镇？圣师连续，圣师是谁？婆婆，你的手好凉，脸色也变得好差，发生什么事了吗？悠悠，见了祖师也不打声招呼吗？啊？司悠悠拜见祖师。司悠悠，第一次知道婆婆的名字。司婆婆，天魔教的道友来到这里有2日了，只是没有见到你，人家不愿意走。自圣教主惨死，圣殿遗失，40年来圣教一盘散沙，而今又有延康国师虎视眈眈。我老了，没有多少天了，只盼着选出一位精彩绝艳的新教主来。这人是婆婆的祖师，怎么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所以，新婚之夜杀掉厉教主的教主夫人，
便是你的最佳人选。可教主被杀，不是该报仇雪恨吗？新教主杀了前教主，夺走圣典，说明新教主更有能力，自然要拥戴他。居然还有这样的规矩！不愧是魔道第一大教。哎，四老太婆，你怎么不留在天魔教做教主啊？留在那里，我心魔更重。如果悠悠拒绝归教，那就是外人。这杀害本教教主的行为，罪在不赦，必血债血偿。要杀婆婆！村长，司婆婆是残老村的人，她不愿意走，你们带不走她。道兄还是一如既往的霸气，只是事关圣教，该带的都要带走。圣教360堂，斩旗！那些人怎么凭空冒出来了？天魔教的传送旗果然名不虚传，大旗一斩一收，数万教众直接进入大虚，难怪延康国师迫切想要收复天魔教。得到这种神通，延康大军将席卷天下，一统各国。和我们这些老残废鱼死网破，天魔教也要死伤无数。延康国师定会乐于趁机将天魔教纳入囊中。延康国师的确想降服我教，不过圣典被盗，圣教主被杀，与灭教也差不多了。贵村若一意孤行，我天圣教碰一碰也无妨。就算他们人多，也不用怕，我会和爷爷们一起打跑对面的人，保护婆婆。木儿长大了，已经能保护婆婆了。不过别急，我先与祖师谈谈，谈不拢，就打个鱼死网破。悠悠，你本是我教圣女，逆天行要娶你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同意的。但你没有阻拦。当初是你让我拜厉天行为师，他身为师父强娶弟子，身为教主强夺圣女，我杀了他。他却连死也要化作心魔纠缠我。我也没料到他日渐扭曲，俨然忘记了圣教主的职责。祖师如此英明，应该自己收我为徒才是。我第一眼看到你，便知道绝不能收你为徒。你太美了，即使不作恶，也会有人因你而作恶。世俗根本容不下你这样的红颜。哼，我要生存下来，就只能做司婆婆。除了真容，连声音也不能显露。既如此，你为何还让我做教主？不怕红颜祸水？不怕毁了圣教？这40年，我找了很多天资卓越之人，都不如你。见过了最好的，再看其他好的，始终觉得差了点意思。
我藏在这副丑陋皮囊里的40年，是我最痛苦，却也最肆意的40年。不用做任人审判的物品，不必忍受令人作呕的目光。做事，我是不会回去了。不过我可以还给你们一个教主，这个人天性纯然，不拘泥于神魔正邪之分。我相信他能引领圣教走得更远。什么？四老太婆要把木儿卖给天魔教做教主啊？怎么不卖我啊？天魔教是魔道第一大教，声名赫赫，当魔道老大一定很威风。威不威风不打紧，能保住婆婆才最重要。明天他们要先验个货，3天之内，木儿需一次性挑战天魔教360堂。堂主们会自封其他神藏，只留灵胎神藏与木儿对战。若木儿全胜，才算通过考验。360堂的堂主都是360行中的顶尖人物，身怀绝技。3天的车轮战，时间仅剩无重。木儿还是个孩子，他的身体根本扛不住。我已经不是孩子了，为了婆婆，为了残老村，我跟他们打。好，木儿。药师，你去准备补药。哑巴，你去帮木儿把武器打磨一下。清源连夜特训，把木儿调整到最佳状态。这疯魔般的刀法，令我想起一个人。天道，那个发狂向天出刀，杀入苍穹，被诸神拦腰斩断的天刀，他不是早就死了吗？这些老残废，藏在大虚一个看似破落不堪的村落里，到底都是什么来历？能得到幼优信任的，每一个都惊世骇俗。哪怕他们放弃了自己曾经的身份。我知道那个独臂人是谁了，大雷音宗弃徒，后来名动延康大理寺的马神卜。如来也老了，想请马神卜回宗坐镇。我们这一辈即将消亡，延康国师却正年轻。若新一代领路人迟迟不出现，各大宗派终将被延康国兼并，不复存在。希望教主夫人选中的人，未来能与国师匹敌。一炷天香代表1天，燃尽意味着1天耗尽。你要在3炷天香烧完前打完360堂。木儿，你知道自己进去后会面对什么吗？知道，我不会让他们带走婆婆的。得在第1炷香燃尽前打赢120位堂主，我要快！你是我要挑战的堂主吗？你的屋子里哪来这么多雨水？我幼时便行走江湖，为农民们做法降雨。他们称我为小雨师。承蒙厉教主看得起，封了我做雨堂的堂主。原来施法降雨也能作为行当，可惜这种法术我还没学会。教主夫人可是法术流派的顶尖人物啊，比我还厉害很多。所以当年她被选为圣女，而我落了选。你跟着她，竟然没学会法术？法术也是修炼流派吗？我只听过控剑术跟战技这2个。啊？你怎么什么都不懂？法术和战技是最古老的2派，后来延康国师将控剑术推到巅峰，才变成了3大流派。
为什么要区分流派？集三者所长不是更好？唉，一个人钻研一派，即便耗尽一生的光阴和智慧，也难以修炼到极致，哪里还有时间钻研三派？瞧好了，这24节气鞭，便蕴藏了我从24节气中悟出的法术。无语！好神奇！你真能招来雨水？那当然。推法挺快呀！上架！你小子行啊！好冷，打出水和冰就是法术吗？我也可以。灌水。灌火！于堂，你这么快就输了？这小子不知道学的什么野路子战技。龙堂，这小娃娃精得很，一招暗藏几10种变化。你们当心阴沟里反转上你龙堂的当了，他使的是大雷阴宗拳法，当头大日哪来的阴沟？行当你师傅读书人，这小少年哪里是使的禅宗拳法，明明是魔道真言。书堂，你害我！他用的是我教造化天魔功，封了老子三魂七魄。大雷阴宗拳法，魔道真言，造化天魔功。当心阴沟里反转。这些堂主施展的神通，虽然是日常所用，却都能用来作战。以后我也可以试试。已经烧了1/4炷香，我才打了这么几间房，元气耗损不小。还好有霸体3单功能帮我恢复状态，后面必须加快进度。这个人身上散发着好强大的压迫感。我是剑堂堂主，你背负利剑，那我们比拼剑法。啊，你都没有抬头，怎么知道我背着剑？剑就是剑，藏不住锋芒。可我没学过剑法。药师爷爷说我们村有人会天下第一剑法，我不能跟别人学，免得那个人不教我。谁敢如此大言不惭？哼！你回去向他学一招，我倒要看看所谓的天下第一剑法都胜过我多少。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剑，我们可以比其他的吗？拳法、刀法都行。我只比最纯粹的剑法。好，你等着。哪儿去啊？剑堂这个死脑筋，你用刀将这厮剁死便是。我也想。剑堂堂主，剑痴，剑痴。村长，要不你就传2手？对呀，是啊，你就教教呗，你就是教教吧。时间太短。哎，原来村长爷爷就是天下第一剑啊！时间虽短，但好在木儿是霸体，对不对？是啊，霸体。先用你从顾里暖那里学来的丹心诀，
控制一根树枝，去刺一棵树。我忘了，这小子虽然剑法糟糕，但元气深厚。再次杀猪刀试试。你刺杀猪刀的时候什么感觉？我的元气丝太软，承受不了我刺出的所有力量。这就对了，因为你没有掌握剑法最基本的剑式——刺。只要你学会了刺，天下间灵胎境的剑法高手能够胜过你的也是寥寥无几。刺，这个动作，用剑来刺，灵胎也要握剑。元气扎根在剑中，元气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剑也是你身体的一部分，都是你的身躯。再次。元气丝好像能承受我所有的力量啊！不够，要控制所有力量。腿的力量，腿是力量源泉，用瘸子教你的腿法向大地借力。拳的力量融到剑里。眼睛的力量，瞎子教你的神眼何在？让你的剑也长眼。你现在可以去见剑堂堂主了。等等，用这口剑吧。香燃烧了一半，我却连第一栋楼一半的楼层都没打完，得抓紧时间。来吧。很好，你自身已经有了剑的锋芒，出剑。我要看看是谁敢自认剑术第一。之前那把剑呢？婆婆说你只用灵胎神藏，我如果用真剑，会伤你性命。荒谬！这就是天下第一剑法，平平无奇。我没学到剑法，村长爷爷只教了我一个动作，刺。一个动作就敢来挑战我，不知天高地厚！此剑是。我的剑尚未触及到他的木剑，就被他的剑锋斩断。一个普通的刺，竟有这样的威力吗？剑堂，你怎么搞的？比剑还能输给一个小娃娃？他连剑法都不会。我也不知为何，一招便败了。那小子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否则仅凭一招基础剑士法，如何能击败钻研剑道几十年的剑堂？祖师，莫非那放牛娃当真取巧了？不急，且再看看。才打完一栋楼，比预期落后太多，我还得更快。
我只放过牛，不懂跳舞的。那你直接认输？不，我要比，比是跳舞。小郎君，妾身这舞堂不比其他，只考考你的身法。若你能让妾身的舞停下，便是你胜了。姐姐的舞步好厉害，像蛇一样灵活。原来这就是身法考验，得先找到姐姐所在的方位。弄洒了妾身最爱的多颗胭脂，小郎君可得设法。小郎君身法诡异，妾身输了。姐姐承让。今后若是有难处，到任意一家五方乐坊，属你长父庆爷，便可以找到姐姐了。好刀法，小家伙，走不完360堂，就跟我学做菜去。我一定会走完，不然婆婆就要被你们带走了。好，谁拦着你，你就用刀劈谁。等见到教主夫人，帮我告诉她，我阿瑶挺想她的，一直惦记着她的好。敢乱我姑汤营造齿，我和你拼了！哎呦，哪里来的小猴崽，连北堂也敢打劫？右手刀下留情，请归还我该掏的金饭碗。过防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他居然真的做到了。这小子好像有点真本事。诸位堂主各有所长，他却都能找到应对的法子。放牛娃的潜力不容小觑，的确令人期待。最后一炷香快燃尽了。这少年真是不寻常，可惜，他的时间不够了。是啊，我一定要打败他们，婆婆才能留下。还有4堂。剩下的堂主们，我有一个请求。 3炷香的时间已定，我们不会为你延长。我明白，所以我想同时挑战你们4位。他疯了吧？这可是战斗力最强的4堂。不管他疯不疯，这份打破我北堂服。一个人同时挑战4大最强堂主，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如果他能成功，圣教就有希望了。
青龙、朱雀、玄武、白虎四堂，不负责任何行当，唯一负责的便是武力。即便你是教主夫人养大的，我们也不会手下留情。切的气势。这些锋利的银丝都是白虎元气化成的。别逃跑呀，游戏才刚开始。看得动却看不破，源源不绝，这就是玄武元气。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同时挑战我们四人。我四堂以四大灵体命名，正因我等是四大灵体中的最强者。好恐怖的青龙元气，五脏六腑都要被劈出来了。你们是灵体最强者，但我是超越灵体的霸体。安火！杀猪刀法第二式，月耀东海千体浪。朱雀堂，你烧我的银丝做什么？是他的元气首先变成了火，再向我的朱雀元气借力。金武堂，快来帮忙！关水！他又变成了水属性。不好，我的玄武元气被他吸纳了。青龙堂，滚！龙！龙御风雷！什么灵体？霸体，独一无二的霸体！赢了！他真的胜了四堂。一系战四堂，豪情震八方。败哉，败哉！
少年英雄归我天圣教了。看到自家兄弟被打败，还这么开心，这可是第一次。大徐一个小小的村庄，竟有这等人才。那村里与我同一水准的有2个，一个是没有手脚的，另一个是打铁的。其他7个人比我教4大镇教天王、左右护法使都要强。这些老残废都曾叱咤风云，他们将自己毕生所学所悟传授给我的孩子。普天之下，又有谁有这样的机缘，能同时得到这些人的指导？圣教的希望出现了。婆婆，不要走了。木儿，我教开山教主曾逢天上圣人坐时讲道，故而创立天圣教。作此实作，应承圣人之志，是教主，亦是向教众传道授业的圣师。请。那么多前辈，婆婆跟祖师都站着呢，我怎么能做？木儿，这个石座名为圣师座，是你自己打下来的，坐吧。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少教主。凡我教众，执弟子礼。圣教恒言祖师文元，空守圣师座40年，终迎圣师归来。圣教前代圣女见圣师，弟子司幼悠参见少教主。圣教4大镇教天王、左右护法使、8大督察使、12护教长老见圣师。弟子参见少教主。弟子参见少教主。圣教360堂见圣师。参见少教主。参见少教主。参见少教主。诸位请起。谢少教主。少教主，往后圣教托付给你了。谁能想到魔道第一大教，声名赫赫的天魔教，竟然在这个穷乡僻壤迎来了他们未来的教主，一个12岁的少教主。不愧是我们辛辛苦苦带大的，都是我们教导有方啊！霸体举世无双，木儿的灵胎甚至可以3度觉醒，天魔教才是占了大便宜。霸体3丹功，觉醒3次才算完成3丹。此后战斗时可以从容切换各种属性，木儿也算小有成就。要是木儿还有第4次觉醒，我看你怎么圆。
圣教已有40年不曾走动，而今选出少教主，不过是暂时稳定人心。延康国吞并的宗派越来越多，我不知还能拖几年。祖师放心，木耳成年之后一定会走出大虚，带着圣典回教，执掌大局。祖师，这是我拆屋子的赔礼。哦。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天魔教祖师，老瞎子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再见你，别过了。800老翁负闲愁，此生志满亦修修。死后得以凌霄上，云自高飞，水自流。不愧是祖师，看淡了生死，觉得此生圆满，死后还要在天上笑看人间风云变幻呢。这就是大宗师。瞎子，你距离这种心境不远了。骚情，瞎子就是瞎拽诗词，倒是人家祖师的诗应情应景，不失豪气。你不懂诗，只懂苟且。次了，怎么还不明白大个子的山头不属于他呢？大个子，接着！我助你他，小不点儿，还！送你。你的雷音巴士快从体如来练成心肉来了，细气罗很适合你。这不是大虚的异兽。哇，好漂亮的大船！会冒烟，还会发光，以前从没见过呢。是从外界来的吗？神霄天眼。有一幅帛画，画上好像是永江，还有山川地脉遗迹。这些人记录大虚的地理要做什么？延康，是延康国的船。听说延康的城池已经建到大虚边缘，现在画地理图，难道是打算向大虚发兵？秦将军，有人在窥探战船。那个延康人的眼力好强！大个子，你快回剑阳宫，把大虚地图毁掉，不能被延康人看到。不知道延康派了多少人来，得赶紧告诉婆婆和爷爷他们。看衣着，
他们也是严康的，怎么鬼鬼祟祟追着那艘船？那人往下游逃走了，连我的眼神也承受不住。不是那些宗派的刺客，不必理会。神域严令各国封锁神器之地大虚，此前国师违抗神谕，让我自然署用丝绸与大虚通商，以使各大宗派不满，要求陛下诛杀国师。如今国师又让秦将军勘测大虚，我担心神谕。锦娘姐姐，我从没见过神，只见过那些宗派打着神谕旗号作威作福。皇帝不听话，他们就杀了皇帝；国家不向他们进贡，他们就灭了国家，好不威风。七公子，此行危险异常，还请七公子暂避舱内。我才不呢！大虚如此奇妙，什么都看不到，多可惜啊！秦大哥是国师的弟子，你觉得国师不惜违反神谕也要与大虚互通，是为什么呢？大虚虽然蛮荒，但神迹秘宝数不胜数。严康只需丝绸、香料、茶与酒，便可以换来奇珍异宝，这才让我严康兵强马壮，也逼得那些宗派不得不臣服严康。那国师想进军大虚，又是要做什么呢？国师为的是江山社稷，只要将大虚纳入严康版图，每一个严康人都能研习藏在大虚神迹中的神通道法，不必供养那些蛀虫一样的宗派。将来严康人人之躯皆能比肩神奇。这样的人，那些宗派竟想着杀他，他们以神谕之法杀国师，我严康就以朝廷之法杀他们。所以七公子隐匿行踪，微服出巡，是特意等宗派的刺客动手。陛下旨意，凡阻拦此传者，视同谋逆，一律杀无赦。公子，公子，永江好像变红了。好多尸体，是尸体的血染红了永江。永江这么大，这得有上千不上万人的血才能染红吧？什么大妖，居然杀了这么多人！尸体似乎都是严康人，难道是刚才那艘船上的人杀的？奇怪，严康人杀严康人，怎么还要跑到大虚来杀？地动山摇的，这是什么动静？不好，他们在上游开战，加速了冰面破裂，提前形成了冰潮。这么多尸体和伏兵，一旦在下游堆积起来，堵住水道，江水就会反灌到江边的村子，形成大洪水。那该怎么办？婆婆和爷爷们在下游帮村民疏通冰塞的水道。胡灵儿，你去告诉他们严康人和冰潮的事，我去找人帮忙拖住冰潮。村长爷爷还在村里，但他行动不便，还有谁能帮我？对了，还有那个家伙。木耳这小子又在忙什么？
好无聊啊！仙青儿，无聊的我都幻听到放牛娃的声音了。仙青儿，是不是越来越近了？仙青儿，仙青儿，又是你这个放牛娃！我真没什么好东西能让你打劫了。冰潮就要到这里来了，我需要你帮忙拖住冰潮。啊？没兴趣，反正冰潮每年都有，这里有贼秃在，也淹不到我。你帮我，我可以帮你斩断铜像的锁链，助你脱困。就凭你？孽障，胆敢坏我渡妖功德，你可知道他的口腹之欲尚未戒断，你将他释放出来，他会吃多少生灵？虚伪！你高坐在庙里，仙青儿吃人你不管，庙外每年冰潮洪水你也不管，只想着你的功德。邪魔外道，冥顽不灵。婆婆和爷爷们每年都去拦截冰潮，救村民和飞禽走兽，救了无数性命。说靠功德就能修禅，他们每一个人都早已是金身禅尊，才不像你是个铜的。放牛娃，我带你闯出去！老娘终于出来了！冰潮到了。大虚乃神器之地，大虚众生之恶，需要冰潮与大洪水洗涤，方能退去邪恶。这是大虚的因果。我只知道，你现在就在大虚，这冰潮是否也是你的因果？说得好。星星，能不能引冰潮过来？我们可以借铜像的力量拖住冰潮。好主意！风来！贼秃，你也尝尝冰潮冲刷的滋味吧！休想逃！完了，被他关住了！铜像怎么会小禅师的金钟罩？他也是大雷音宗的吗？可恶，他想困死我们！恶人暗算我！这一剑来自哪里？威力竟如此惊人！对了，一定是村长爷爷。分明是从正面，说什么暗算？大虚再也无法平静了。
听闻太子少保失踪200年，原来竟是与幼荣一起封在了玄冰里。老夫等了200年，终于等来了延康救兵。太子少保，为何只剩剑鞘？你的剑呢？被一个弃民少年骗走了。剑鞘感应到了我的少保剑，之前骗走我剑的弃民少年就在附近。那个铜像怎么会金钟罩？难道他也是大雷音宗弟子吗？大雷音宗的都是人，小雷音宗的才是妖。贼秃是小雷音宗的小如来。如来是什么？雷音宗怎么还分大小呢？如来嘛，就是禅宗老大。听说贼秃以前是大雷音宗老如来的师弟，后来他们闹翻了，贼秃就跑到大虚来，创立了小雷音宗，号称小如来。小如来是老如来师弟，而马爷爷是老如来弟子，那么铜像相当于是马爷爷的师叔，但从来没听马爷爷提起过。看来任何关于雷音宗的人和事，他都不想提起。贼秃立誓度众妖修禅，有天他看到我在吃人，非要度化我，就用法相将我镇压。所以，铜像不是小如来本尊，只是他的法相。小如来小气得很，你坏了他的功德，他定会亲自来找你算账。放牛娃，我已经帮你拖住了冰潮，就此别过。浮边还堵着水道，就要演变成大洪水，我们一起清除浮边。放开！为什么要帮你？你抢我宝贝，还害我差点被贼秃练死。不打不相识嘛。你帮我清除伏兵，就能救下无数生灵，你的功德会比小如来还要多，比贼秃还多。老娘认他很久了，我吃东西又不分善恶，只是饿了而已，就像你们人吃菜吃肉一样，草木成双都可以成妖，这不也是杀生吗？为何只镇压我？等救了大家，你的功德比他多出100倍，看看他还有脸镇压你吗？有趣有趣，我也可以有功德。这里伏兵这么多，怎么救？将你的元气借给我。斩剑士，云剑士，小剑士。抹剑士，皮剑士，夏老爷子，公子在那儿。一丈平江，好俊的神通，好深的元气。那不是杖法，而是枪法。3年前，漓江派被灭门，我在他们尸身上见过这种枪法。难怪那启明少年胆大妄为，原来背后竟有高人撑腰。终于退潮了，夏爷爷。你爷爷的气势可真恐怖，我先走了。仙秋儿，谢谢你。延康那艘船朝着我们来了。
谋夺我延康朝廷命官佩剑的器皿，可是你。是顾里暖想吃我，我就拿这剑来护身了。他在你船上，你能不能帮我把剑鞘也弄出来？有了剑鞘才是一套啊！哼，臭小子，你可知你犯了多大的罪？这把剑可是老先生你主动送我的，还非常热心传我剑诀，请问何罪之有？你有恃无恐，倚仗的是这位前辈吧？晚辈延康国师弟子秦飞跃，正四品中武将军，敢问前辈可是枪神？他也姓秦？一个瞎子而已。3年前，我延康国的南疆武苗府府牧穆悲风，与众多漓江派高手被枪神刺死在大墟中。前辈可曾听闻？哼，杀害朝廷命官，狂徒无法无天，大墟当用严刑峻法。两岸猿声啼不住，常使英雄泪满襟。可叹！用枪法调戏整个永江。这老瞎子恐怕真是消失多年的枪神。一代枪神怎么变成了瞎子？我倒是好奇，我延康的真元炮跟他的枪法比，哪个厉害？众将听令，开炮！好大的威势！何人？谁？这人速度好快，你们可知他什么时候上的船？我的香囊呢？大师地理图。我的剑鞘去哪儿了？糟了，我的官印不见了。秦将军，不好了，我们正准备开炮，但是真元炮核心丹炉的钥匙突然全都消失了。连丹炉的钥匙也能偷走？我知道了，他是神偷。当年他夜入皇宫，在众多大内高手眼前偷盗国库，盗走了神赐给开国皇帝的地碟。国库中无数线索杀阵悉数无用，幸得国师出手，才将他的一条腿斩下来。即便如此，还是被他带着地碟远走，消失无踪。神偷竟然也是器皿少年背后的高人。回去告诉国师，保管好我那条腿，我会亲自去取。神偷前辈，把香囊还我！七公子莫追。延康打仗怎么还带个胖娃娃？一个戴面具的人。手撕砍不断。中王有毒，快闭气！是毒王，能招百毒。是百毒的毒王，岛满多，战船速退！秦将军，后方江面上也有一个敌人，不，
是半个人！哪来的半个人？他没有下半身。这刀法是天刀，向天横刀，几乎死在诸神手中的天刀，居然还活着！七星神藏，开！全军听令，全速攀升！是。秦将军，这群人太难对付了，我们是否动用更强的武器？船上莫非还有什么法宝？这群人如果想对付我们，一个人出手就够了。他们是代表大虚，在向严康国示威。这次显然是警告，出手还是留有余地。我们无需死战，撤！是。回去告诉国师，大虚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休想觊觎。枪神、神偷、毒王和天刀，每一个都足以惊天动地。大虚不起眼的村子里，居然聚集了这么多恐怖的存在。那个夺走少宝剑的少年，莫非就是他们的传人？这些老家伙不过是螳臂当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国师进军大虚。我严康国会给大虚建立新的秩序。若是能招安这些宗师前辈，定会对严康大有助益。神偷啊，可是盗走地蝶的罪人。地蝶留在国库也只是一枚摆件，能因此与老前辈结缘，说不定是严康的机缘呢。凑齐了。少宝剑的剑鞘，曲爷爷，你本事可真大！他们偷画大虚地理图的计划也落空了。这是什么？浩劫将至，大虚将变。
天赐良机，择此吉时，特邀各路英雄好汉聚首香龙城，风云际会，共襄盛举。不好了！大个子说，真阳宫里封印的那个魔影逃走了。还有更棘手的事，圣教传信，延康不日便要与香龙城议和。香龙城是大徐最繁华的城池，也是外界往来的必经之地，本就受延康影响极深。一旦事成，延康便能派100万雄师进驻，长驱直入，蚕食大徐。木儿，明日你与婆婆、瞎子潜入香龙城打探，要么阻止和谈，要么让香龙城不再是香龙城。与吾有期九合，风光气息很沃，城府将心华盖，价量龙息采之，更可闻息4万，心为良心浩大。原来昨天的巨兽就是日行千里的远江江神富江。我们提供烟火和食物，富江承载我们往返，这就是大薛遵循的以物易物，利益互换。外人口中穷凶极恶的神器之地，却是我们美丽平静的家乡。我不能让大薛被延康卷入战火中。看，香龙城。从前的天龙星宫，如今的香龙城。昨日那些延康人也来了。大徐西民闪开，让6合境以上的神通者先行。请。哎呦，贵客贵客，请随我这边来。婆婆，他们明明也是大虚人啊！哼，仰头看天久了，忘记自己还踩在地上，凡事都要分个高低贵贱。可脱去一身皮，谁又比谁高贵呢？天黑了，你快看呐！这是什么？这是星宿石。据传，在旧时代，黑暗降临后，天龙一族聚集于此，打造出夜晚发光的石头，代替星星驱散黑暗。天龙消失后，村民便称此地为香龙城，也叫做不夜城。延康选择香龙城作为突破口，就是想以星宿石克服大虚黑暗。事不宜迟，我们分头打探消息。我去个人气兴旺之地。死瞎子，又要说个叮当响。木耳，我去找人，你去集市探听城内动向。集市还在正常运作，延康应该还没有大规模入驻。
大薛向来以物易物，香龙城却在用这个龙币。又遇上他了，原来是个放牛的。那些瓦罐看着破烂，却是神通者所炼，他倒是慧眼识金。您家里缺人手吗？我什么都能做，孩子们长大后也能做工。求您行行好，不缺，只要不让我们分开，赏口饭吃就行，别走啊！世道艰难，连人命都不能当钱花。只要我们终结乱世，百姓就不会再陷于困苦。锦娘姐姐，钱带给我。钱你拿走。但这不是交易，你们不是为了当货物而降生的。哎，严抗战船上的那个胖娃娃。什么胖娃娃？我在家排行第7，大家都称我为七公子。白白胖胖的，应该叫肥七公子吧？你，多谢公子。香龙城不把我们当人看，不如去大薛的其他地方，可以凭本事而活。我记住了，谢谢你。放牛的，我开始对你刮目相看了。喏，这个在外界应该很值钱，算我替大薛人谢谢你。这么贵重的谢礼，我们严康人不回礼可不行。有意思。严康将军、香龙城、大薛神通者，3伙人互相戒备，却又没起冲突，他们在等什么？秦将军，请。城主，铁魔教教主夫人约在你的城主府见面，为何还不见踪影？黑尊者稍安勿躁，贵客马上就到。教主夫人，原计划中的花瓣是大玉天魔经，天魔教失落40年的魔典重现于世了。城主，叨扰了。我听过这个声音。你怎么不敢看我？
这就是天下第一美人，如此绝代芳华，当真存于世间？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小时候龙爷爷教过我这篇古赋，直到今天我终于明白其中含义。教主夫人驾临，真让我降龙城蓬荜生辉。教主夫人不是婆婆吗？魔典也在婆婆手里啊。她跟婆婆有什么关系？前教主到底有几个夫人？40年了，教主夫人终于出山，想来是将魔典研究透彻，才广邀英豪来我降龙城一睹风采。嘿嘿，府上已设宴，请诸位过府一叙。大玉天魔经教主夫人，香龙城严康。这场宴会太复杂了，我必须进去一探究竟。有办法了！上面说器皿攻擂赛获胜可得100龙币，我要报名打擂。今日打擂名额已满，明日请早。这下该怎么进去呢？喂，放牛的。你是谁啊？果然认不出来了。我叫林玉秀。钟灵玉秀，好名字。我问你，我胖吗？你的脸蛋圆圆的，应该算胖吧？演员是天生的。奇怪的姑娘，但有点眼熟。你想入府？随我来。城主，我严康这里还有位朋友。既然与秦将军相识，请入座吧。好凶的严康人，在这里你可得小心。看，神断山，百善老人，灵谷大道，黑尊者，妙毒手黄莲夫人，都是大虚有头有脸的神通者。还有城主傅云蝶，他已修至生死境，是大虚中少有的高手。那你呢？我的身份，嘿嘿，保密。教主夫人，你叫大家来，不只是为了喝酒聊天吧？听闻很多人都想借大玉天魔经探寻成神之法，我索性邀大家齐聚一堂，看看除我之外，还有谁有资格做他的主人。哼！别以为你有魔典，就能逃出我们重重包围。谁夺走大玉天魔经，谁就是众矢之的。无论是大虚的高人，还是严康的贵客，我只为回应教主夫人邀约而来，不会争抢魔典。秦将军知礼，却不知城主若夺得大玉天魔经，便能在与严康的和谈中占尽先机。原来城主并不想反抗严康，只想为自己争取更多好处。城主与严康勾。
这么厉害，要怎么阻止他呀？大家在我府上做客，还请给几分薄面，不要伤了和气。对，和气生财。城主，擂台上的少年便是令郎庭月公子吧？据说城主夫人失踪多年，她从小没娘亲，似乎也是个可怜的少年。城主夫人。我乃堂堂香龙城城主的夫人。虽然他娘亲是个恶人，到底未养我长大，我与他也算有渊源。我不打了，我不打了，放过我，放过我吧！他可怜。他疯了，这根本不是比武，是屠杀。明月公子不愧是灵台境第一人。去年对战352名修炼者，无一人生还。小儿不过打死了一些大虚器皿，不值一提。说来，他也实诚，从不逼人比试，只需以钱财请人打擂。怎奈来人众多，百枚龙币却花不出去。虎父无犬子，公子真是英雄出少年。哎呀，多谢城主款待，饭菜很香，我打包一些回去给婆婆和夏爷爷吃，浪费可耻。孝顺的好孩子。这一餐要多少钱？来者是客，不收钱。城主不收，但我不能不给啊。100龙币是否够了？请稍后，我去杀个人，赢钱之后还你。庭月公子，听闻器民在此处打擂，赢了会有100龙币。我是个器民，所以我来试试。这小子为了赚100龙币，居然挑战庭月公子。胆子这么大的少年，很难活到成年，一般都是在这个年纪就死了。他才不，他。没想到大玉天魔经尚未决定归属，倒遇到这么一出有趣的事情。不妨我们打个有趣的赌，若庭月公子赢了，大玉天魔经便赠与城主；若是那个少年赢了，则继续由我保存，如何？教主夫人此言当真？3年来，少说也有1000人挑战月儿，没有能够活下来的。别贪吃，一会儿还有更新鲜的牲口。哼，气什么？在香龙城，低等器民和猪狗一个价，怎么就不算牲口了？用兵器吗？你可以，我随意。倘若你的水准能让我使兵器，我自会动用。你是学战技的？这是什么破刀？他叫杀猪刀，专杀猪狗不如之人。想激怒我？恶虎，
猪刀法第一式，一战连城风雨。你的一举一动，任何反应都已被我看透。那是城主的8项天神功。听月公子得城主亲传，已经能将元气凝成8只眼睛，以8眼观8方。看在你勾起我怒火的份上，就不拿你去问鱼了。我保证会一剑一剑削死你，让你死得比任何一个器民都凄惨。小心！只要我的攻势足够迅猛，哪怕你看得到，也避不开你，拦不住。他用的刀法是极端强横的顶级战技，他究竟是何来历？该死的牲口，出刀越来越快，力量也越来越强。城主不会想插手他人打擂，坏了江湖规矩，令人不齿吧？自然。凤鱼的拿刀动作好奇怪。反手持刀是战界流派的必杀战技，将兵刃贴近身体，以便近身与敌人搏杀，使出致命一击。他是天刀的传人，他的必杀招会有怎样的威力？杀猪刀法第3式，急刀出进来，车马轰如雷。身赴皇宫，10万君王朝，竟然是这招！听闻天刀曾是一代文豪，却在国破家亡之际弃文从武，孤身闯入敌国皇宫，一刀斩落皇帝的头颅。这一刀也被称作是天刀最凶恶的必杀之刀。我不习惯欠人情。我们大薛器民虽然穷了点，但还是有些骨气的。这里是100龙币，我的饭钱。这小子豪杰满座，饮酒醉。杀了令郎，尝饭钱。痛快！把他拿下！这是那天神头盗走我观音时施展的腿法。
神偷真传，显然没有人可以留住他。看来这个赌是我赢了。兜兜转转，大玉天魔经还是得由我收着。城主可要愿赌服输啊！告辞。留下魔典，休要走！带兵跟上那小子，是他杀了。锦娘姐姐，哲人引开伏兵，送放牛的出城。七殿下，不可为那少年与城主生气，打乱延康驻军计划。国师与副帅的大军，明日就要到达香龙城了，我们必须稳住城主。听说那家新酒馆不错，去尝尝。走啊！我还是闯祸了，没有忍住杀心，要尽快告诉婆婆和夏爷爷，提防城主报复才行。有人跟踪，是城主派来寻仇的。没错，就是那小子，就是他。城主转眼便走出丧子之痛。父某是商人，自会权衡利弊。儿子还能再生，魔典却是千年难得一见。可惜大玉天魔经只有一份，该给你们谁好呢？魔典是我的。清醒点，别被魔教妖女迷惑。奸夫不过生了副好皮囊，以40人换来魔典，真拿自己当魔典的主人了。阿杂之物，区皮囊都看不破，还妄想染指大玉天魔经。大玉天魔经竟能如此变幻，原来它不仅是记载成神功法的魔典，更是一件千变万化的法器。快追上吧！他们元气好深厚，似乎都是6合境的神通者。在那儿呢！不好，是死路！上来！参见少教主。都是360堂的各位堂主，圣教在香龙城有这么大的势力吗？当然，大半个香龙城都是少教主的产业。我的产业？酒馆、客栈、赌坊、当铺、戏楼、衣庄、珍宝阁，整个香龙城的产业大半都是圣教的，干活的都是圣教弟子。
但凭少教主吩咐。你们能不能帮我找下婆婆和虾爷爷？是。天上发生了什么？天上发生了什么？他们这么多人在围攻教主夫人，为了争夺大玉天魔经。左回后清谷诛佛，八项元神俱显。八项天神功的确了不起，但只是了不起而已，远不配称作神功。现在想来，他的语气、眼神也和婆婆很相似。孝顺的好孩子，该不会她是婆婆扮的吧？哦，大玉天魔经竟能模仿我的功法。对，我修400年方阵生死境，你才修炼多久？那模拟的只是表象。怎么可能？连神通也一模一样！啊！令郎的死让我有了暗算你的机会，你当时便被我的针法所伤。倘若你安分养生，不可逃过一劫。心太贪。大玉天魔经的造化篇分为天地人神鬼魔灵，刚才是反攻你法，造化天神鬼。现在就是你们最恐惧的锁魂包体，造化天魔功。
木儿，是我。婆婆，你怎么？婆婆把城主做成了衣裳。从前我将他夫人变成了牛，如今你又打死了他儿子。哎呀，这家人还真是倒霉。不过他们作恶太多，当有此报。刚才和城主打架的教主夫人，果然是婆婆扮的吧？我明白了，婆婆先以魔点为由，引出香龙城的各方势力，再赴宴探听消息，找准机会，一举拿下城主。嘿，婆婆好厉害！等延康大军一到，婆婆就披着这件衣裳，掌管这座城，去见那位神下第一人延康国师。这边啊，夏爷爷，你去做什么了？怎么这么狼狈？夏老爷子，眼睛看不见，还想着出钱。他指着外面说有神鸟，在众目睽睽之下换牌，然后就被赌坊扔了出去。木儿，之前我遇到一件趣事，一只大母鸟打扮得漂漂亮亮出去浪，旁边还有只小公鸟，最后却被追得满城跑。2只鸟而已。死瞎子骂我们呢。夏爷爷，夏爷爷一直在赌坊，怎么会知道婆婆打扮成另一个人跑出去？以前村长爷爷说夏爷爷好赌，怕他输得精光，都不让他进城。这次特地叫他来，难道是有特殊用意？死瞎子，赶紧把你从赌坊打听到的消息说出来。我听一个武长说，城主让他们打理军营，延康国要派一支由20万神通者组成的先锋军入驻，还会带来数万灵兵。延康国一艘战船已经造成那么大的兵潮了，20万神通者会给大徐带来多大的灾难？村长他们呢？已经赶来降龙城了。事不宜迟，青龙堂，去通知其他堂主，准备行动。是。瞎子，按照计划来。嗯。木儿，你去城门口等着接应村长他们，我去城主府拖住秦飞运。战争要开始了。神霄天眼，这些古老的龙珠经历过这么多岁月，不知道能否撑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放牛的，你在上面做什么？看香龙城的星星呀，和延康的一点儿也不一样。你不来看看？你杀了城主的儿子，为什么不躲起来？还守在城门边，不怕城主把你抓走？延康国的大军快来了，我要在这里抵挡他们。归顺延康不好吗？我来到大虚，就好像见到以前的延康国一样。以前的延康？那时延康刚建国，依照神谕，归属于宗派长生门管辖。然而长生门仗着神谕，欺压奴役百姓，令百姓过得凄苦无比，甚至易子而死，神世九空。延康人拼死与长生门打了600年的仗，直到200年前国师变法，才彻底除掉长生门。延康国师，我知道他，孤离暖也提起过。延康国师召集天下剑客，
共创新式剑法。哎，他那么厉害，为什么想来大虚？变法艰难，延康至今仍被百余宗派围攻，我们的神通道法稍有落后，就会功亏一篑。所以延康国只需要大虚里的神迹秘宝来助你们变法，而并非生活在这片土地的神之器民。如果大虚变成延康的疆土，器民们还能活命吗？延康会接受器民的，只要归顺，就一样是延康的子民。大虚的人做惯了无主之民，我们有自己的行事规矩，而你们不会知道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将要遭遇什么。延康的不败神话会在这里终结。我是延康人，任何与延康作对的都是我的敌人。我是器民，不可能背叛大虚。战场上，我如果遇到你的话，绝不会留情。我也是。既然秦将军如此爽快，傅某也定会竭诚以待。此次先锋军由我副帅天策上将秦简率领。能得天策上将亲临，我降龙城真是蓬荜生辉呀！来人，在通传降龙城上下，为延康大军开道中取。太好！飞越已经和城主谈妥，大军随时可以入驻降龙城。无父无犬子，有天策上将和小秦将军里应外合，降龙城早已是我延康囊中之物。天策上将，前面就是神断山脉。传闻神断山脉是神斩出的山脉，连绵2万里，后100余里，从而将大虚与外界完全切断，也将黑暗彻底阻拦在大虚。一旦跨过这条山脉，进入大虚地界，大军就会直面黑暗。宇渊将军，全军急行，我们必须在日落前进入降龙城。是。这些都是延康国的军队，爷爷们，你们怎么还不来啊？万一来不及，就只好我自己上。龙爷爷，你总算来了，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夏爷爷说延康国来了20万大军。延康的先锋军一般分为4支：青龙军、白虎军行陆路，玄武军走水路，空中还有一支朱雀军。那我们2个人要怎么打？世上并非只有舞刀弄枪这一种打法，笔下
亦有锋芒。传令玄武军支援朱雀军。玄武军结冰盾，玄武军结冰盾，玄武军结冰盾。龙爷爷刚才画的雷云图，竟然真的变成了天上的雷云，好厉害！原来书画神通还能用来作战。 上将，前方转至，要赶紧撤离风口。已经太晚了，全军猛攻阵型。玄武军的兵盾挡不住雷云未散，更添飓风，让我军死伤数万人。看来。 除了之前在战船上见识过的枪神、神通、毒王和天道，大虚中还隐藏着别的高人。传令于渊将军，率白虎军、朱雀军绞杀雷云。白虎军听令，列白虎杀阵。是。朱雀军听令，列阳火阵。是。 天策上将派金雕传来消息，城内有妖人做法制造异象，阻挡我延康大军。城主，你早前不是说已经处理好一切，连府内闹事的天魔教教主夫人和大虚神通者都解决掉了吗？难道你在糊弄我？大玉天魔经已在我手，林将军放心。 传令下去，是将所有人给我赶到城中心的庙宇，我倒要看看谁敢在我眼皮底下作祟。我与你同去。作乱的妖人不识时务，捉到了他凌迟处死。
届时还请秦将军在国师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城主身上的气味，好像和之前不太一样。屠爷爷，你也来了。延康国师都要来，我怎能不来？我们的第2步计划正式开始。延康国师既然决定朝大虚出手，一定会不遗余力。全面进发了，阿爷，你跟哑巴瘸子入城去，协助瞎子药师尽快将百姓转移到庙宇医济。屠夫，动手！屠爷爷，你在做什么？快下神通，等黑暗降临，延康大军入城，我便激发我的斗意，炸毁龙柱。还可以这样？龙柱是天龙星宫遗迹的一部分，将黑暗抵御在城外。一旦龙柱损毁，城楼倒塌，延康大军会被黑暗瞬间吞噬。而庙宇周围有星宿石，可护百姓周全。聪明，这就是我们的第2步计划。关键还得看聋子怎么拖住他们。作画，可挡100万雄师；山河破碎，万民痛哭。王者被魔神吞噬，无论敌我。这是18幅地狱图其一，百魔图。怎样锥心刺骨的痛苦，
才画出世间无二的地狱百魔。当年的天屠国太子，风华绝代，精彩绝艳，是天屠国第一美男子，也是资质第一的人，却只醉心书画，曾言自己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就连荣狼国入侵天屠国，天屠国无力抵挡之时，他也无知无觉。等他从书画之道中醒来，国都已破，荣狼国正大肆屠杀百姓，战马踩踏着他妻女的尸骨，宫门上挂着皇后的头颅，甚至有士兵提着皇帝的头颅四处炫耀。天屠国太子疯了，他是个偏激的人，自问连国灭之声也不闻，要这双耳朵何用？他切掉耳朵，刺破耳目，以百姓的血、亲人的血、敌人的血作画。画出18幅地狱图，他画出了地狱。天屠国国都从此化为地狱深渊，荣狼国100万大军尽数跌入，化为地狱的一部分。那一役后，天屠国和荣狼国都亡了。天屠国太子也自此消失。我曾去过天屠国国都遗址，从18层地狱中走了一遭，深知他内心的悲痛与绝望，也怜惜这份才能，因此向陛下上书，要在太学院建立画圣阁。没想到在大虚，竟能得见这位最适合做画圣的人。唉，只可惜是我严康的敌人。看见了你们的决心，我严康要想进入大虚，势必要付出同等锥心刺骨的代价。天策上将，百魔战力非寻常士兵能敌，大军伤亡惨重。全军听令，结4项战阵。
精妙的战阵，四象相连，万军元气尽汇其中。领军之人是神桥境高手，以他之能，载其万军之力。天策上将以战阵闻名于世，所持天策剑，在16口一品配件中排行第1，可将我所创4象战阵的威力发挥到极致。一人一剑，便是我延康国威。剑当百魔！降百魔，鼓军心。大虚可破。托举于千里之外，好一个延康国师！哈哈哈哈哈！真有你的！来吧，来吧！我已经等不及看当时最强的剑与当年最强的剑一决高下了。当世最强的剑是延康国师，当年最强的剑自然是村长爷爷。他们如果交锋，会何等惊天动地！龙子争取的时间已经足够了，接下来的香龙城决战将无比惨烈。捷报，国师英明，百魔图已破。太子少保，辛苦你赶来汇报战况。为延康，为国师效劳，乃下官本之己任。只恨下官被困大虚200载，尚无力参战。若国师亲自出剑，恐怕那大虚妖人连执笔的机会都没有。惭愧，我的剑法启蒙正是来自他的一幅画。画中人锐气勃发，像一口刚刚饮血的剑。我从中看到剑法的极致，苦研100年，仍不知是否达到了画中人的境界。画中人是谁？难道也藏在大虚中？若有机缘，自会相见。传我军令，乘胜追击，加急行军。命密水关都尉率30万密水军即刻出发，紧随先锋军，务必在天黑前进入大虚。副帅剑破妖法，先锋军行进顺利。城主，你说会抓住那做法的妖人，妖人何在？秦将军恕罪，我即刻加派人手，严密排查。国师已加派30万密水军，今晚必须一同入驻香龙城。我不希望再有任何变故。我香龙城上下必定全力配合。延康国师竟然又派出了30万大军。村长交代我前赴秦飞月身边，以获取延康情报，果然高明。延康大军恐怕会在黑暗降临前进城。百姓都安全了吗？我们怎么办？战！天黑之前，谁也别想从这儿过去。那是什么？黑暗将至，怎么还这么亮？天杀的，那是什么鬼东西？老子住在大虚这么久，还是头一次见。注意警戒，大虚神秘莫测，不知又施展了什么邪法。那是什么？
传说是真的，果真有这艘船。耀西爷爷，你们回来了，也就是说，百姓都安全了。婆婆和虾爷爷呢？瞎子留在庙里以防万一。我们本想去接应四婆婆，却看见了这艘船。这艘船为何现在出现？真的是船！这不会是元康人造出来攻打大虚的吧？天策上将，少主威力太强，船队恐怕难以招架。一艘被巨人背着的船。速速避让！这艘船竟然在驱赶严康军队！保护大虚，几十万大军都无法撼动他分毫。太阳船，这一定就是太阳船。木儿，你怎么知道？在镇阳宫壁画上见过。相传太阳船长着24条腿，如今亲眼所见，原来是由12名巨人扛着船体，拖着太阳跨山越海。太阳？那个大黑球就是太阳吗？它怎么是黑色的？难道熄灭了？哑巴，我觉得你说的对，那不是真正的太阳，而是黑暗降临前那个时代的生灵编织的宝物。宝物？那它为什么熄灭了？这是鬼！燃烧在岩浆的鬼！快逃啊！这难道就是大虚中的古老怪物？青龙郡，白虎军听令，攻击船体！朱雀军全体闪开！天策上将，玄武军听令，施法降雨灭火。天策上将，玄武水遁一靠近巨人就被全部蒸发，无法灭火。袁出云，集结全军，先行撤离。哪怕是熄灭的太阳，我严康大军与这庞然大物碰撞，犹如螳臂当车。
黑暗降临前的生灵创造的太阳船，的确非同凡响。如果这轮太阳重新点燃，将会是何等壮观的景象！神的气息，这艘太阳船上竟然还有活着的天神。船上好像有人，一个好大的巨人。相传太阳船上住着一群放牧太阳的神族，他们叫牧日者。他们之中驾驭太阳船的神叫做太阳手。可大虚是神器之地，神抛弃了大虚，为什么太阳船和太阳手居然现在出现，保护大虚？神存在于世，神域对延康国的约束已难以撼动。传令，退兵，50年内不再踏足大虚。国师，这只是暂时的。太阳船不可能永远保护大虚，天神会死，牧日者也早已没落。50年后，我延康国应该有一统大虚的伟力。现在不宜硬碰硬。神船降临，国师鸣金收兵。齐殿下，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撤！延康国师知难而退，屠夫，把你的刀意收走。我们为了这一战准备已久，延康国师却被太阳手吓退，没能见识两代最强之间的对战，真是一大遗憾。不如上船跟神干一架。又疯了！你连这半截的身子也不想要了？走吧。去接应司婆婆和瞎子，伺机撤退。到底是怎样的时代，能够制造出如此庞大的一艘船，在黑暗降临前拉着燃烧的太阳，在大虚的土地上穿行？你的玉佩很奇怪，有种不凡的气息。这神器如此高大，他就是太阳手。太阳手前辈认得这块玉佩？前辈，我才不是。族长爷爷，能不能让他上船来？带给将来，带给将来。木耳这小混蛋太野了，神的船也敢上。哪里来的神？连残老村的孩子也敢抢！老子杀！对方没有恶意，
让木儿去。那艘太阳船上的也不是一尊神。他的手离开船柱，身体就变小了。那个船柱是什么？居然能让他这么厉害！竟然是个小女孩，她看起来似乎很疲惫，怎么回事？她的双腿是和船融为一体了吗？这艘太阳船好古怪，就像是要把她的双腿吞噬了一样。那个少年，你过来。天天撈片，嚟到傾傾經過。配將配馬配山盡，想係無憂鄉的草場。配將配馬配山盡。像係無憂鄉嘅草場。你们说的是神语？你们是神吗？难怪能把延康大军惊走。我刚才威风吧，不过那都是靠太阳船。我握住船柱，和太阳船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力量就像是神奇一样，才会把坏人吓跑。你刚才有被吓到吗？吓到了。只怕连延康国师也想不到，驾驶太阳船的不是神，而是一个小女孩。对了，你们刚才看着玉佩在说什么？族长爷爷说，你这块玉佩的烙印，非神，非魔，亦非禅尊，应该来自无忧乡。应该是你父母留下的。或许有一天，你能靠玉佩找到他们。玉佩来自无忧乡，我的父母会在无忧乡吗？无忧乡在哪里？无忧乡极为神秘，只有在黑暗笼罩大虚时才会出现。我们也在找那个地方。你们找无忧乡做什么？据说锻造太阳船的人去了无忧乡，找到无忧乡，就有办法重新点燃太阳。你们的太阳就是那个大黑球吧？我们的太阳熄灭了，所以我驾驶太阳船的时候，船会汲取我的气血，让我越来越瘦小。等到我没有力气的时候，就会被太阳船彻底吃掉。我爹就是这么死的。你的腿这么瘦，是被船吃了？这是驾驶太阳船的代价。我燃烧生命启动它，它把神力借给我。但如果太阳能够点燃，太阳船就会汲取太阳的力量，还会反哺太阳手。
我就会变得很强壮。要把太阳点燃，或许只有真正的神才能做到吧。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严晶晶，你叫什么？我叫秦牧，牧就是放牛娃的意思。你是放牛的男娃，我是放太阳的女娃。严晶晶，就是很多火，很多太阳。我出生的时候像一轮太阳，娘亲被我身上的火焰烧死了。族长爷爷给我取了这个名字，希望有天我能重燃太阳，用太阳启动太阳船，这样大家就不会死了。你们为什么一定要驾驶太阳船呢？因为我们暮日者被任命为太阳手，就是要驾驶太阳船，放牧太阳。我们要用太阳去和入侵者打，和魔打，和黑暗打。是谁任命你们为太阳手的？神吗？我也不知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反正到了现在，暮日者里已经没有神了，族里只有我能与太阳船融合，于是我就成了这一代的太阳手。其他暮日者怎么不来和你说话？他们好像很害怕你。可能是我太虚弱了，他们怕伤到我。要不是太阳船吃了我太多气血，我也能长得和他们一样大，能和他们一起玩。将来，如果我有能力，能够找到无忧香的话，一定会帮你点燃太阳，让你从太阳船里解脱出来。真的吗？我期待有这一天，那时我就可以走路跑步了，也可以像其他暮日者一样强壮。太阳少，健康界嘅军队亦齊地退出太氣。天黑了，我也该去黑暗里打架了。太阳船都是从星宿海离开，然后从太阳井那边出来。你想找我的话，就去太阳井。从太阳井日出，再到星宿海日落。我记住了。太陽少快唔會幾多年啊！若以真氣無要向來下，請一定找到他。你將係捱到重現太陽嘅最後希望。他在说什么？听起来好像很悲伤。快看！村长爷爷，为什么有的神驾驶太阳船保护大虚，有的神又写下神谕，抛弃大虚呢？人有一心，神也一样。我有香。为什么黑暗降临时，无忧香才会出现？
无忧香到底在哪里？镇阳宫的壁画上根本没有无忧香，难道必须要走入黑暗中才能找到它吗？可我要怎么才能活着穿过黑暗呢？来找我，找到我。来找我，找到我。你是谁？木儿，你做什么？婆婆，那个影子，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无忧香在黑暗里，她会不会是无忧香的人？那女子14年前就已经死了，为什么反而在黑暗里活了过来？黑暗的事情可以问村长，他去过那里。400年前，我来到大墟，四肢尽废，万念俱灰，想着毕生的抱负都没有了着落，一次又一次想要了结此生，但又偏偏死不得。有一次，我没能承受住魔的诱惑，走入了黑暗中。你太强了，强大到即便是黑暗里的魔怪也很难杀死你。那时我走在生和死的边缘，我很疯狂，向黑暗中的魔怪大吼大叫，想要求死。然而那一刻，我眼中的黑暗像雾一样渐渐变淡了。我看到了一个个与大墟重叠但是不同的世界。等我进入大墟深处，抵达涌江的源头，那些奇怪的世界一下子便从黑暗中剥离开来。黑暗中竟然真有其他的世界，那会是什么景象？我看到很多扭曲的影子，但看不清他们。他们都很强大，甚至有些比我还要强大。他们向我招手，似乎是在邀请我。我想到我还肩负着责任，不能死在那里，所以退出了黑暗。木耳在黑暗里见到的那个影子，或许就是你见过的那些。黑暗之中的那些世界，我称之为暗界；我们所在的世界，我称之为冥界。明暗交替，白天时冥界占主导，而到了夜晚，则是暗界占主导。如果太阳手说的是真的，无忧香或许就在暗界里。我不明白，无忧香打造了驱散黑暗的太阳船，像神一样厉害，但是无忧香自己又像魔怪一样藏在黑暗里。那无忧香的人到底是神还是魔？你想的太简单了，年轻的小魔头，你与我是一样的。我又是什么？我想带木耳去暗界走一趟，探探无忧香究竟是什么。一个人能进出黑暗已经很不可思议了，带上木耳岂不是更加危险？放心，这400年来我还是有些长进的。待我闭关休整一段时间，出关后便带着木耳去暗界。国师，出师未捷，那些反对变法的宗派，只怕会更加猖狂。杀了便是。这些宗派没什么本事，却杀之不尽，只因神域还在，让他们心中有所倚仗。50年为期，我严康必非神域。齐殿下，严康大军已经退回密水关，
我们需尽快离开大虚，以防香龙城生变。不急，离开大虚前，我还得见一个人。大虚不是久留之地，你待在大虚，只能看到世界偏僻荒凉的一角，看不到外面天地之广阔。放牛的，你有胆识，也有潜力，我不想你一辈子都耽搁在这个穷乡僻壤里。我从小在大虚，我喜欢这个穷乡僻壤。哎，不过你倒是说说，外面的天地又有什么不同？法术神通，日新月异。延康国的皇帝和国师正开辟一个新时代，掀起一场大变革。你若是愿意同我做出一番事业，现在便可启程。延康国我一定会去，到时候便去找你。你不跟我一起走？我家规矩大，必须要通过长辈们的考验才算成年，才能离开家门。我家有9个长辈，要通过9关，但我至今1关未过。而且我还必须要进入暗界，找到无忧香。那我就在京城等你。我之前便觉得你身上很香，很熟悉，原来和我这香囊用的是同一种布料。这是用天香丝织就的，献给皇室的贡品，怎么就成你的了？嘿嘿，瘸爷爷说过，凭本事到手的，当然就是我的。你气鼓鼓的，脸显得更肥了。算了，我很大方的，香囊就送给你这放牛的了。不过，你不回送我些什么吗？香囊是你的？这不是瘸爷爷从肥妻那儿？难道你……我就是那个肥妻公子啊！你好好说，我胖吗？你在脸两旁梳着头发，是显得瘦一些，不过拨开头发还是胖墩墩的。这个送你。送女孩锤子。要不你挑个喜欢的。算了，还是锤子吧。齐殿下，可以出发了。殿下，你是延康国皇帝的女儿？放牛的，咱们京城再会。驾！放牛的，咱们京城再会。驾！你姓秦？将军也姓秦。天下之大，姓秦的有很多。有些人天生命贵，出身就是富贵；有些人天生命贱，出身就是贫贱。即便仗着神传现世，侥幸偷生，那也不能代表什么。你虽姓秦，但你是器皿，大虚中被神抛弃的贱民。小兄弟，不要有过多的妄想，你高攀不起。
秦将军，看来你不太受欢迎，我送你上路。公子。公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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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公子，降龙城之人为何会被弃灭？秦将军，祝你一路平安。从今往后，整座城都是咱家的。那个器迷是何时傍上了城主？城主又怎会与他的杀子仇人共享降龙城？难道是见投靠严康无望，便想讨好器迷背后的枪神、神偷、毒王、天刀？山野马夫，趋炎附势，只配在世间称王，永远也上不了庙堂。不对，降龙城易主了，城主早已被教主夫人取而代之。城主其实是教主夫人，如今整个降龙城都是天魔教的人，连那器迷也是。天魔教主对他如此恭敬，他在教中必定地位不凡。若非严康大军被那艘神船拦住，入城之时便会再度遭遇重创。降龙城不再是我这严康国能够叱咤风云的地方了。这座城已经姓秦，秦牧的秦。降龙城真是一块宝地，连龙柱似乎都蕴藏着很多厉害的神通，里面的元气走势，就像是施展拳法的招式。不如马爷的拳法厉害，不过多学一点东西，等进入暗界就多一分把握。少教主，圣教左右护法使，你们怎么来了？祖师传信过来，请少教主亲阅。永江匆匆一别已是3年，人言老而知命，我已老，观天命尚有7岁，愿有生之日还能再见少教主，盼登基。祖师只剩7年寿命了，他也在严康国等着我。还望少教主决定去留。你们回复祖师，待我从暗界回来，便去严康见他。是。木儿，村长出关了，准备带你去暗界，今晚便出发。木儿，进入黑暗后，万万不能离开我左右。司婆婆，将大玉天魔经给他防身。木儿，啊！它还能变成手套，好轻，几乎完全感觉不到。瘸子，把地碟给他挂上。婉儿，这严康国的地碟千万不要弄丢了。哎，只取一条腿的。我一定好好保管。药师，聋子。这可是真龙宝穴，省着点用。
龙爷爷画的好像是我们村的4个石像，他们也会像之前那些画一样，飞出来变成真的吗？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马爷，给他禅尊法相庇佑。哑巴，屠夫，把元气注入他体内。瞎子，我用哑巴和屠夫的元气，为你强行开启9重天眼，你就能以巅峰状态去观测黑暗。神啸、青啸、碧啸、丹啸、景啸、玉啸、狼啸、紫霄、火啸，9重天眼，开！魔，好多好多魔！莫怕。身上的光比星宿石还亮，就像神一样。不对，村长爷爷更厉害，是活着的神奇。我就知道，老头子还是老头子。哼，沉寂了400年的剑神，终于要出山了。木儿，我们走。婆婆放心。我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万龙除星，原来香龙城，哦不，旧时代的天龙星宫是长这样吗？不可分心，黑暗危险异常，跟紧我。奇怪，刚才还能看到很多魔，现在反而一个都没有了。前面好像有道裂缝。不对，是4道，看起来好像是指甲。等等，5个指甲，4道裂缝，难道那裂缝是指缝？那个声音又来了，地面也在轻微的震动，就像地也在呼吸一样。那是……
危险！这就是当年最强的剑。木儿，当初我是在永江源头进入暗界的，我们便去那里寻找无忧香。这一路要奔行5000里，你速度太慢，我带着你。好快！那是我们村。诶，永江龙王的龙骨在那儿，这就到永江龙宫了吗？是神女关的神女。奶奶庙的海眼龙王，他们怎么跑出来了？这是要去哪里？这些都是神魔吗？不，他们是神魔的尸体。尸体？死去的神魔竟然全都复活了！这些神魔复活之后要去哪里啊？这些神魔复活之后，要去哪里了？神魔古战场，我曾在白天去过一次。那片古战场，白日见不到任何一具神魔尸体，尸体都是在黑暗降临时复活的，然后进入战场开战。好可怕的神魔之力！他们每晚都这么打，这得打了多久？2万年。多深的仇怨才能打2万年的仗？连战死也要继续打。神魔打仗死去，只怕会引来那个无比古老的死亡世界。莫尔，赶紧隐蔽起来。死亡之后还有世界，那里叫做幽都，是一切生灵死后，一切世界毁灭后的终极归宿。他来了。
那个老爷爷是从幽都来的。他是幽都的府君，一位极其可怕的古老神奇，常在夜晚时出现，接引亡者。千万不要惊动他。玉佩有了反应，他好像在给我指路。又是你！等等，别跑！莫尔，快停下！生者止步。摄取魂魄和记忆，是幽都走马灯。小辈有失礼数，还望府君海涵。我们无意干涉幽都办事，只想寻路前往无忧乡。你们去不了真正的无忧乡。谢府君提点。莫尔，下次看见府君，一定要躲远点儿。幽都府君掌管王者秩序，只要不招惹他，他不会干涉活人的事。府君为什么说我们到不了无忧乡？我分明见到那个影子往黑暗里跑去了。他有可能是我的亲人，或者我的母亲。不急，一步不来。玉佩指的方向是永江源头，我们继续往上游去。永江源头就要到了，注意，无忧乡随时可能出现。喂，你踩痛我了！人？有活人闯进来了！在哪这么多尸骨，何谓无忧？黄土白骨，自然无忧。难道无忧乡的人都死了？不对，这些骨头还带着神威、魔威，应当是神骨、魔骨。他们有肉，我们没肉。抢走他们的肉！抢走他们的肉！
还好有马爷爷留给我的禅尊法相，专克邪祟。禅尊法相在你遭遇必死的危险时才会迸发，只能用一次。啊，没有禅尊护体，该怎么进入永江源头呢？有条小舟，荡舟的居然是个骨头人。老剑神，许久不见。我想乘舟出行，寻觅一处名为无忧乡的地方。这个人认识村长爷爷？有钱能使鬼摆渡，无钱便做摆渡鬼。没钱还想做海舟？不知道友是否还有余钱？也罢。你我那个时代的人所剩无几，能在这里相遇，也是缘分。你老了，但还是比我强上一分。不过好在我比你年轻几岁，可以比你活得久一些。村长爷爷，他是谁？他叫灵景，右手少了个无名指，我斩断的。哎，他是村长爷爷的对手？是对手，也是道友。这家伙喜欢凑热闹，四处闲游，见识过许多奥秘。其实我很羡慕他活得潇洒，比我轻松。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他还是如此好动，居然跑到了这里。哎，那些神骨蘑菇怎么不动了？也不攻击我们？就像看不见我们一样。大概是因为我们在舟上的缘故，这海舟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瀑布里竟然藏着一条水道。好多神魔！别怕，他们都被一股神圣的力量封印在崖壁里，出不来。这到底是什么地方？那个杜翁是好人吗？他真能带我们去无忧乡吗？难说。不过你的玉佩带我们来到这里，多半会和无忧乡有关。死者生界，是这个世界的名字吗？还有一行字：生者止步，死者前行。
我怎么变成骨头人了？村长爷爷，你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这便是死者生界。二位，请。颠倒生死，竟有这样奇妙的世界！奇怪，这些村民居然在夜里劳作，还有这么浓的雾，这要怎么耕种？村长爷爷，他们怎么这样看我们？死者生界改变了生和死的规则，我们在他们眼中就是这里的死人。两位外乡客，有何贵干？请问老丈，无忧乡该怎么走？穿过这片雾海，过了一条河，便可以见到无忧乡。多谢。村长爷爷，这里有古怪。你看到了什么？村子里的都不是人，是魔。那些魔没动手杀我们，反而告诉我们无忧乡的所在。他们想做什么？难道无忧乡是魔的地盘？别瞎想，魔怪一向狡诈，尤其善于蛊惑人心。我们既然已经到了这里，就去探个明白。倘若无忧乡当真与魔有关，便立刻退出来。我们已经穿过雾海，老丈所说的河，应当就是眼前这条。过河便是无忧乡。河里究竟是水，还是火？这要怎么过去？太阳船？不对，拖着的好像也不是太阳，还有些幽光，这是什么？一轮残破的月亮，这是月亮船。原来月亮长这个样子啊！奇怪，月亮船不是和太阳船一样应该待在大虚吗？怎么跑到了死者生界？玉佩对他的反应好强烈，难道月亮船就是无忧乡？月亮出现在夜晚，因此月亮船通常在黑夜活动。无忧乡只在黑暗出现，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摩儿，无忧乡很可能就在月亮船上。你见到的那个影子，就是来找你的沐月者。沐月者？啊！
村长爷爷，我们回去吧。你不去相认吗？万一她是你的亲人，你的母亲？我看到的不是女子，是一个魔。曾经被封印在镇阳宫墙壁里的那尊魔神，利用严康入侵引发的血潮，他破开封印逃了出来。原本他应该只剩下魂魄，可现在，想必是进入死者生界，重新恢复了力量。他多次试图引诱我进入黑暗，就是为了再次杀死我。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好家伙，连我这个老江湖也险些着了道。小魔头，你当初骗我2招半的印法，那才叫骗。如今你想找无忧香，我也想找。用人族这种低等生灵的话来说，应该是互帮互助，怎么能叫骗呢？你也要找无忧香？我们做个交易，你把玉佩交给我，我带你回无忧香。我不会再上你的当。有我的你！魔神去哪儿了？这是什么地方？彼岸之际，天魔众生，但守住了不明之战。魔神竟创造出一个属于魔的极乐之界，那魔神肯定没安好心，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刚才我们是被漩涡吸进来的，是不是也能从漩涡出去？哎，那个漩涡呢？村长爷爷，您话不是禅尊座下圣物吗？里面怎么会运生出魔？这恰恰证明了魔神的心性力量之强，竟能污染莲花，将之炼化为邪恶的魔莲。一旦沾染，禅意堕魔。他们是魔族的8大精锐之一，杂布天魔柱。摩尔，取我一根发丝，系在腕上。漩涡在那儿。这些猎物形状好奇怪，不像兵器，倒像是牙齿。难道？一直埋伏在漩涡的出口，等着我们自己进入他口中。
出死者生界的界碑，就不必再受颠倒生死的法则束缚。你会恢复血肉之躯，魔神则会再度失去肉身，他奈何不了你。千灵爷为了救我，从那时起就决定独自留下断后。他被魔神拉入漩涡，会不会？爷爷如此强大，一定不会有事。我必须先离开此地，不要成为他的负担。那座城市是什么地方？不好，雾越来越浓。连九重天眼也看不清了。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原来魔神撒出的那些黑点就是天魔咒，他想用天魔咒把我抓回去。观火，四件事。这是摩尔退后，这是天魔咒中的龙部，外形为鱼鳞蛙蹼，极善用毒。还好有村长爷爷提醒，否则便要被他的毒气侵袭了。不过竟然能一剑杀了一个天魔咒，一定是雅爷爷和屠爷爷的元气将我的力量提升了100倍，足以让我将剑法施展到神通的层次。那么面对这些天魔咒，我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天部多面巨人，汤力无穷，弱点在其头部。这家伙难道看穿了我的动作？啊！这招也能复制？四件事，大修罗布，洞察并模拟他人招式，擅长以雷霆作战，招式正如青龙元气演化的神通。那就看看他能否敌过马爷的神通。
氏女子为加罗罗布，行动迅捷，且蝎尾藏毒。那丑陋妇人为前踏符，遁地无形，来去无踪。放回来！不，天魔众都找回来了，不过雾气正浓，我看不清那些天魔众也一样。只要我不发出任何声响，就能躲过围杀，甚至趁机反杀。蛛丝。蛛丝应该是景纳罗布的手笔，其状为八爪怪人，可用蛛丝感应周围波动，锁定敌人的位置。可这也会暴露了他的位置。这些天魔众似人非人，似兽非兽，似妖非妖，似虫非虫，实在太诡异了。怎么没有动静？天魔众都被我杀光了吗？月亮船动起来了，这么大的船，
比香菱城都大，难怪一动就会掀起狂风。月亮船上，难道也有像颜晶晶一样的人在操控吗？不好！月亮船的风吹散浓雾，让天魔咒发现了我。我得冲出去！是龙爷爷画在我衣服上的玄武神人。不愧是龙爷爷画的，真厉害！又是这个魔村，此地非常诡异。我还是从上空避开为妙。穿过村庄，就是死者生界的界碑，在那里能坐骸舟离开。我脚下的风怎么突然没了？糟了，村长爷爷的头发丝也没了。小娃，没有找到无忧香吗？要去界碑，这魔村是无法避开了。看来你的爷爷倒是找到了，人死自然无忧嘛。又是天魔八部的这些怪物们，你们长得都一样的丑陋，杀了一群又来一群，真的是阴魂不散。是了，这个鬼村子的村民也都是天魔咒，现在我不得不杀出去了。村长爷爷还在等着我，杀出去，不惜一切杀出这个村子，让你的刀燃烧，让你的气燃烧，让你的精神燃烧，燃烧之后就是武道的极致，就是神通。只要东海千里浪。魔只在黑暗里活动，每逢日出便会退去，可见他们畏惧日光。你们这些只敢躲在黑暗里的东西，
可敢与我的刀光一战？木儿记住，比剑更强的是剑意，只要剑意够强，便可击碎一切，切开一切，摧毁一切。杀只杀，这就是我的剑意。四件事，长剑士，点剑士。这小子自燃了神藏，把刀光化作日光。可惜是个假太阳，他撑不了多久就要被自己的元气烧死。放心，在那之前，我一定会把你们杀光。亚爷爷和土爷爷留给我的元气都耗光了，神眼也无法开启，没力气了。你的元气已经枯竭，骨头都快被烧成灰，连拿刀的力气也没有。再跟我打，你只有死路一条。你死了，你的玉佩我们一定会好好保管。用它找到无忧香，再涂进无忧香祭你。老张这么想去无忧香，我这便送你去。奔跑着恢复元气的功法有意思。三魂齐动，奇破结晶，享受魂飞魄散的滋味吧！不好，神识魔怪抓住了我的三魂七魄，动不了了。锁魂定身，造化天魔功，既然可以锁住别人的魂魄，一定也可以锁住我自己的。靠你了，大禹天魔镜！自封魂魄，居然把魔功用在自己身上，小娃，你倒是开创了一种新玩法。不过魂魄锁在肉身里，也把魂魄受的伤带到了身上吧？你都快散架了。龙爷爷的话被魔血腐蚀，我只剩下大禹天魔经和地蝶了。地蝶的用法尚未可知，现在能拿来作战的只有大禹天魔经。对了，是靠白虎元气。白虎元气可以将身体和武器淬炼得如钢似铁，无坚不摧。关虎，
淬体，你哪来的白虎元气？小小丝线也想求助我？离开死者生界，我的力量会不断提升，而你则会再次死去。好狡诈的小娃！这个魔虽然暂时被我吓退，但随时有可能杀回来，得抓紧时间。不知道村长爷爷现在到哪里了？借用那女子的模样蛊惑木儿，一定知道木儿身世的一些隐秘。说，你以为你养大的那个小子是个什么东西？他与我是一样的，一样的。人心的魔，嘴里没句实话。穿过这片雾海，过了一条河，便可以见到无忧乡。过河便是无忧乡吗？看来那里应该就是死者生界的都城——丰都。丰都门关，旧时代传说中的鬼门关。难道无忧乡指的是丰都？这里是丰都的死者圣界，活人禁区。你是活人，不应该来这里。你也不是死人。我名赤秀，是替丰都王捉拿犯人的夜游神。能够自由穿梭于丰都和大虚之间，所以，在死者生界作乱的魔神不是丰都王的犯人，闯入这里的活人反而是你捉拿的对象。魔神作乱，自会付出他的代价。你想离开，也必须付出代价。什么代价？丰都王很欣赏你。他有个要求，你死后属于这里。人死之后，不是应该归幽都府君管吗？幽都府君掌管王者秩序，
只要不招惹他，他不会干涉活人的事。丰都王为何要与幽都府君抢死人？黑暗降临前，大虚的死人就都归丰都管，现在也是。原来丰都在黑暗降临前也是大虚的一部分。丰都王和太阳守一样，直到现在仍在履行神职。考虑好了吗？死者生界，生者死界。外界的死就是这里的生，死后还能在这里活下来，何乐而不为？我答应。不过，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你问，我未必会答。无忧香在丰都里吗？不在。那无忧香在哪儿？为何木儿的玉佩会对月亮船有反应？那艘月亮船是无忧香吗？月亮船出自无忧乡，那上面生活着一个死人，你去问他。死人？这死人为何留在月亮船上？你的问题太多了，我很讨厌你。那个死人醒了，你去找他。别忘记你的承诺。你死后我去接你，不要跟幽都府君走。丰都与幽都的冲突从何而来？那个月亮船上的死人不去幽都，也不去丰都。又是这首歌谣。不知道村长爷爷现在怎么样？村长爷爷的本事这么大，一定会平安归来。又是你！留下无忧香的玉佩，或者留下你的命！看来只要还州不翻，他是不会出手的。奔跑着恢复元气的功法为何不用？难不成你无法恢复了？就是你靠近的这一刻。
斩剑术。你在水中随着海舟潜伏游动，我一直看在眼里，只等着你自己送到我的剑上来。瘸爷爷教我不能走空，这是个好宝物，却是人骨制成的，我不要。你爷爷死了！临死还要诅咒我们，村长爷爷的强大，是你无法想象的。这艘月亮船似乎经历过一场大战。驾驭月亮船与黑暗中的魔怪交战的巨人，他们是沐月者，同沐日者一样，有着放牧月亮、驱散黑暗的使命。木儿的体型外貌与他们完全不同，看来他不是沐月者。这轮月亮似乎也被打碎了，每每被牵动，就有山石滚落，将大战后破败的月亮船永远地困在危险之中。奇怪，之前听到的声音应该来自月亮船上，为何不见其人？你在找我吗？你是与月亮船融为一体？你是月亮手？月亮手，月亮手，对，我是月亮手，我是月亮手，我是月亮手。我是月亮手，你知道无忧乡在哪里吗？自然，沐月者的月亮都是无忧乡炼制的。沐月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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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啊，都死了！尸体都拼不到一起，我跑，我胆小，我把他们扔了，扔了，扔了，扔了！唉，他已经疯了，问不出什么了。水道怎么越来越窄了？如果它完全合拢，我们会不会被永远困在黑暗里？木儿，村长爷爷，你终于来了！来不及了。
瀑布里的水道又消失了。昨夜，死者生界的入口在这里开启，天一亮，入口就会关闭，死者生界也不知会飘向何方。木儿，多亏你细心，留下丰都币。只可惜，哪怕有玉佩的指引，也没能找到无忧香。你的玉佩感应的不是无忧香，而是同样来自无忧乡的月亮船。我找丰都的人打听过了，这里没有无忧乡。丰都，那是死者生界的都城。你们去不了真正的无忧乡。真正的无忧乡，恐怕比这死者生界还要神秘。你想找到自己的身世，还得再等一等。大虚、幽都、丰都，黑暗里居然藏着3重世界，甚至可能更多。要在黑暗里找到无忧香，一定会比昨晚经历的一切更危险、更恐怖。我要变得更强，就可以在暗界探寻得更深、更远，就有机会找到无忧香。村长爷爷，我想走出大虚，去外界历练，见识天地之广阔。等回到村子，我们就为你准备成年9考。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可是，婆婆和爷爷们这么强，村长爷爷甚至能单枪匹马闯出黑暗，我要怎么通过这9道难关呢？这是我走出大虚的最后一站了，来吧！木儿怎么去黑暗里溜了一圈，元气陡然倍增？我也想去了。对呀，木儿，你何时觉醒了白虎元气？霸体竟然4度觉醒，莫不是修炼上出了什么岔子吧？村长，这是好事。正所谓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霸体觉醒3次本是寻常，突破了3次才是真入化境，往后再觉醒几次都有可能。村长爷爷果然博学多识，这么一讲解，我顿时就明白了。好个老东西，这都被你圆过去了。但你这套说辞，偏偏木儿还信，又能骗过这帮老家伙多久呢？婆婆和爷爷们要考我什么？都是打架吗？哑巴说的对，不全是打打杀杀的较量。我们会自封神藏，以灵胎境考验你。管他什么境界，木儿，我可不会手软。你过得了他们，也过不了我这关。就你话多，我家木儿是霸体，能把你打得哭爹叫娘。四老太婆，最舍不得木儿离村的不是你吗？啊！雏鸟长大，终须离巢啊！木儿，你准备好了吗？第一关是什么？木儿，看到那朵云没有？哼，咱们来比腿法，看看谁先跑到那朵云上。哎，你年纪小，让你先走一步。我尊老，老先行。哎呦，你先行。您老人家身子骨不好，还是您先？你先行。您先。你先行。您先。你先行。再不跑，老子剁碎你们2个！
嘿嘿，呀！呜呼！木儿长大了，缺爷爷要跑不过你喽！脚下不看路，逃命没活路啊！小木儿！幻日神手，妙手18空，你好！缺爷爷，笑容能让人放下戒心，不是你教我的吗？嘿，臭小子，幻日神手也是我教的，还没给我偷回什么宝贝，先来偷缺爷爷的风了。跟谁学的这么损？跟一个坏蛋学的。缺爷爷，是你教我不能走空，你还叫上别人坏蛋了？我问你，做好人会被人欺负，做坏人就要欺负别人。等你到了外面，要做好人还是坏人？缺爷爷向来没个正形，现在看起来却很认真。缺爷爷，我不想欺负别人，但是坏人作恶，好人要比坏人更狡猾才行。我要做狡猾的好人。啊！走，不要回头！救人啊！求求你们了！这，哼哼，记住，不能轻易相信别人。缺爷爷，这小子什么时候用幻日神手把弟弟还回来了？哼！木儿，你过关了。后面的考验也要像现在这样，别对那帮老家伙留手。我有信心。药师爷爷要我采30种大毒之物炼成大补之药，没有药方，我只能自己运用药理和经验，去计算每一味药的多寡、使用部位、炼制方法、火候大小。虽然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不过也算顺利通关。虾爷爷要考我作诗，幸好被其他爷爷阻止了，不然我肯定比不过他。虾爷爷只好跟我比试枪法。我用神霄天眼去看，却找不到虾爷爷的半点破绽。没办法。我只好人为制造破绽。臭小子，同时使用2种元气，你这是作弊！你就是仗着霸体厉害欺负我！小爷爷，要不
我们重来一次。霸体，嘿嘿，不就是用来欺负人的吗？这是你的实力，我这关你过了。下一个到哑巴了。雅爷爷竟然要我炼化寒铁制成的漓江派剑丸，据说他灵胎境时就能做到，所以我必须比他做得更好。这剑丸的寒气连炉火都能熄灭，看来我需要更强的火力。对了，我可以打造一个小锻造炉。结合我的元气，来聚集易散的炉火，达成反复灼烧的效果。最后不仅成功炼化寒铁，还给我自己打了一把寒铁杀猪刀。好刀啊！快，我们来比比刀法。屠夫，你只有半神，又压制修为之灵胎境，木耳的元气异常雄浑，被他贴身的话，你很吃亏，只能用技巧胜他。他进不了我的身，会被我的刀法挡在外面。我担心的是，你要是打不过木耳，杀疯了，这屋子就得塌了。那就不用刀。木耳，走，去屯岗，咱们以守为道，就像你小时候那样。提刀出进来，车马轰如雷，只身赴皇宫，手挽君王头。屠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提着刀走出皇帝的进宫，外面车马声如同雷霆轰隆，无数人马阻挡我的脚步，只因我只身杀入皇宫，手中挽着皇帝的头颅。皇帝是很厉害的人吗？屠爷爷，你比他还厉害。没错，提刀出进来是战绩中的巅峰之作，狂野的气势就是他的先决条件。管他什么皇帝天神，都别想妨碍老子！但是光有气势还不够，实力才是你真正的底气。底气？这叫精进。你得从最少的身体接触中，掌握对方的元气运转与力量分布，方能由表及里，发现破绽。木儿，我问你，若你的至亲至爱因你而死，仇敌在前，你当如何？上！说敌人有千军万马，你怎样应对？杀！若敌人为苍天诸神，你会否退缩？杀！杀！杀！破绽不在表象，而在更深处。楚爷爷的招式没有破绽，体内元气运转却有不动之处。我感受到了。臭小子，元气果然雄浑，虽然刀法上还是不如老子，但你过关了。成天打打杀杀的，太不风雅了。聋子，下一个到你。木儿，跟我来。龙爷爷，这两条龙的眼睛呢？这两条龙是我用神通所化，只要点上眼睛，便可以化龙飞去。
不过靠修为和元气是无法做到画龙点睛的，你只有靠画功。聋子了不得，这是大雅的比试之法，复化以神魂，夺天地造化，不外如是。书画之道，要有悟性，方能成器。我教过你灵犀一点附神魂，今天就看看，谁能点活它，让飞龙入天。就像你跟随聋子学书画，你的画只是一张纸，但聋子的画不仅能动，甚至能脱画而出。同样是画，为何不一样？画画的人不一样，所以要画龙点睛，必须。无目之龙，看不见身外的世界有多凶险。即便如此，你也想打破桎梏吗？你本飞龙，那便去吧。我成功了！我真的点活了一条龙。啊！龙爷爷，你怎么没画？你在让我？我没有让你，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没有你这么深的造诣。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我现在是传道给你，又何必在乎输赢？到我了，木儿，你可以施展你所有所学，只要能胜过我，也算你过关。我要以拳法聆听马爷爷的教诲。有志气！方才看你画龙点睛，足见你已见真龙，知龙劲。我们便以雷音八式一较高下。雷音八式第3式，九龙御风雷。从小马爷就教我，雷音八式需打出雷音方的神通。我必须用元气将拳法推到极致，打出雷音，八体三单功。木儿的龙形越来越散了，不，这些都是真龙的残影。好小子，竟能逼得我不得不开启五曜神藏来抵御。你这4度觉醒的霸体，果真非同一般。你过关了，婆婆，该你了。婆婆，木儿，早在你闯过360堂的时候，你就已经过了我这关。婆婆，你真的长大了。去吧，过了村长这一关，走出残老村，活出你自己的人生。终于到最后一关了。
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村里最强的村长爷爷的考验，请村长爷爷赐教。举起你的剑，剑有4边，朝向你的这边映照你的心，一边是善，一边是恶；朝向你的敌人这边，映照的是你敌人的良心，一边是善，一边是恶。剑就是你的一杆尺，用剑法坐标，衡量善恶是非，既是衡量你的，也是衡量敌人的。我现在传授给你我剑法的第一式，学会了，就算通过我这一关。你传授的剑法，不仅仅是招式，更多的是使命。学了你的剑法，便要肩负起你也未曾完成的使命。木耳，能够肩负得起吗？我不行，并不意味着他也不行。天魔教祖师还有7年寿命，我也老了，最多比他晚死几年。该把剑法传承下去了。我的剑法叫做剑图。剑履山河，堂上谋臣帷幄，顶头猛将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神可发语。可此日楼台顶爱。剑履山河，都人齐贺大风歌，关岭诸神来贺。村长，这是以剑的光影为笔墨，用剑气作画。山川河海遍布之处，都会被剑气斩杀。可这剑连招式都看不出来。木儿如何能学得会呀？村长爷爷说过，剑有14招基础剑式：刺、挑、云、斩、劈、点、锋、挂、撩、抹、扫、架、截、花。天下剑法皆由这14招排列组合而成，万变不离其宗。刺为1，挑为2，劈为3，以此类推。只要我将基础剑式编数，就能用术数记忆法将招式拆分记忆。1、4、1、
我成功了吗？木儿，你成年了。我们这些老残废教给你的，都是让你在这个世界生存下来的本领。瘸子教你逃命法和狡猾，药师教你炼药和救命，瞎子教你看破表象、窥见真实，哑巴教你变通和从容，屠夫教给你勇气和无畏，聋子教你艺术与风度，马爷教给你力量和庄严，婆婆教你智慧和善良。从今天起，你便可以走出残老村，自己闯荡。此去延康，你会遇到很多危险，但是记住，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我的道。爷爷婆婆，木儿，外面的人凶残得很，不比大虚人纯良。打不过就跑啊！也可以下毒，谁欺负你就剁了他。小心漂亮女人呐！做个斯文人，要自强。记住，你是霸体。什么是道呢？是像大个子那样用天生悟性寻找的道吗？小不点儿，早归。大个子自从修炼了雷音八式，身上不自觉地带有一种禅宗气度，就像是庙里的护法金刚。或者，我可以像仙妻儿那样，误打误撞得到。这是怎么样？像吧？那日恰逢有山贼打劫张庄寨，我就吃掉了山贼，填肚子。没想到被村民误以为是山神显灵，便献来牛羊。我收了供养，有点不好意思，就顺便住在这里保护他们了。无心为善，却是善举。你要修成禅尊了？别，我才不要变秃。延康国那么大，我该怎么找到自己的道呢？公子，你需要帮忙拿行李吗？你这一路需要帮忙做饭吗？你晚上需要帮忙暖床吗？公子，你带我吧，你就带上我吧，我什么都会做的。我也想多些历练，
早日脱去兽胎，修成人形，走出一条自己的道。好吧。公子，我帮你拿行李吧。不用了，这包袱比你都大。没事的，我的尾巴里能装可多东西啦。诶，这是怎么放进去的？我本以为细气罗落在一个大虚少年手中，看来比起他，你与我更有缘。我是大雷音宗宗主。神，你拿了我的细气罗，练了我的拳，便是机缘。延康巨变，我大雷音宗终究无法置身事外。是他。短短数日，魔道第一大教天魔教、禅道第一宗门大雷音宗相继出动，看来外界是有大事发生。木儿这个时候去延康，恐怕会很凶险。祖师信上说他在延康国京城等我，京城在哪儿？又该怎么去呢？少教主到。少教主。公子真好看，就是衣裳也好看。我圣教古堂炼制百毒金蚕骨，几千条金蚕才吐出一根蚕丝。这件衣裳便是百毒金蚕的蚕丝织成，再由少教主与秀堂上百弟子缝制而成，使得这件衣裳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百毒不进，甚至能够掩盖气息。去延康为何要掩盖气息？少教主稍后便知。啊！这不是延康战船吗？少教主，你是？少教主，我是风堂啊。哦，风堂。哦，风堂，你怎么成延康大军的官员了？风堂在延康国密水关担任都尉之职，负责检查出入密水关之人，特唤他来迎接少教主。路上耳目众多，往后无需称我少教主，称我公子便是。是公子。哎，公子心思缜密，可不像你们说的是第一次出远门。出发！大虚与延康隔着神断山脉，要走山路就必须越过神断山脉。甬江从大虚流经延康，最终注入东海。走水路就需要通过延康的密水关。圣教的传送旗不是可以将人送到大虚吗？为什么不能用旗子把我送到延康呢？公子有所不知，当年神奇向延康国传下神谕时，还一并传下了2件神器，
就是要阻止公子这般土生土长的大虚器名出逃。一件名为玄机弩，就放置在神断山脉之中。大虚器名，无论是从山间走过，从空中飞过，还是用法术传送，都会被射伤。另一件神器，名为视镜，悬挂在密水关的城楼上。大虚器名过境，便会被视镜照出，就地处死。公子，难道我们便无路可走了吗200年前，圣教为了走私货物，倒是曾在枯寂岭峡谷破坏过2口玄机弩，只是此路废弃已久，难以寻觅。公子不如去属下驻守的密水关。延康大军都在密水关，那里不会更危险吗？船怎么不动了？有一股阴冷的气息在不断靠近，有人在暗处注视着我们。哪里来的雾？公子快看，雾气变得像桃花一样，好神奇！这首歌谣，是你吗？是你将我送到残老村的，对不对？为什么我碰不到你？你是我的亲人吗？14年了，你为什么还在这里？你留在这里是为了见我吗？你看，我长大了，活下来了，你可以放心了。我会去寻找我的身世，寻找无忧香。我会找到你的过往，永远记住你的名字。走吧。公子小心，前方便是密水关，我们就要进入视境的范围了。视境的金光里好像有股恐怖的气息，好可怕啊！镜子里藏着一只神的眼睛，刚才那道光
就是他的目光。事情悬在密水关的城门之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神的眼前瞒过他，进入密水关。这要怎么进去？公子尽管放心，密水关乃是由我教的公堂堂主设计打造，他早已在水下布置了一条特殊的通道，我们可以从水下绕过石井。延康国竟会让圣教设计城关？公堂的另一个身份是延康国工部侍郎单游信。请公子移步舱内。荆州下前。旧堂、古堂所制的百毒金蚕衣能够遮蔽大虚气息，再加上公堂的这条水下密道，就能发挥关键作用，避开石井探查。入水造路，淬影逆行，公堂可谓圣教之天宫。这也是延康国师一直想降服圣教的原因。他想要的不只是圣教教众的战力，更是圣教360堂的精湛技艺，从而加速变法。这段正餐，打开。过。这么多船只都在等待盘查，如此戒严，是出什么事了吗？有些反对变法的宗派，听说国师在大虚吃了败仗，便在大军返程途中设伏刺杀。据说国师遭到重创，险些死了。朝廷人心惶惶，那些宗派便趁机造反，割据一方。延康国师差点死了。他身处万军之中，周围强者如云，自身又是神下第一人，怎会让刺客得手？除非有内鬼。变法艰难，延康至今仍被百余宗派围困。若我们的神通道法稍有落后，就会功亏一篑。延康恐怕要大乱了。延康人和延康人打架，千万别连累到我们呀！公子，我不便离开密水关太久，只能送到这里了。接下来前往京城的路，公子或可与知然署同行。知然署？延康国用丝绸与大虚通商之事，便是知然署负责。如今，知然署正要带着从大虚交易来的货物回京城复命。知然署的官员原来是肥七的朋友。箱子里的好像都是药材，找这么多药做什么？莫非与延康国师受伤有关？天黑了，赶紧！不对，我已经不在大虚，而在延康境内。这里没有神的石像，也没有躲在黑暗里吃人的魔怪。我不用再害怕天黑了。天上那个银球是什么？应该是月亮吧。我在月亮船上见过一轮残破的月亮，与它有些相像。月亮旁边那些亮晶晶的，可能就是星星。满天星星，就像一条闪闪发光的河流，好美啊！
听说大虚以前也能看到这么多星星，为什么黑暗只会侵袭大虚呢？明明延康国都好好的。难道神佑延康就一定要抛弃大虚吗？开闸，放行！大雷音宗，天魔教接连出现异动。秦大哥，国师情况如何？不清楚，国师府闭门谢客，不允许任何人探望。国师不太平，延康也不会太平，那些宗派定会伺机作乱。接下来，我们得做好准备。封堂传来消息，少教主已经启程。宗派生变，天下将乱。若少教主有弄潮之能，我圣教当顺势求变，而得兴生。那是炉火。用整个县城来做锻造炉，那里简直就是一座巨大的冶炼厂。延康人打个铁都这么大阵仗，不可思议。雷七说，延康国师变法后，道法神通日新月异。果然如此。等等，将神通应用于日常生活，那不是大狱天魔经中的圣人之道吗？圣人之道是什么？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变位之道。婆婆说，这句话是圣典的总纲，也是圣教的立教之本。这是什么意思啊？不能为百姓所用的道法，无论神、魔、禅，通通都是异端。只要能被天下人所有，能让大家日常用到的，便是正道。日常所用的道法是什么？居然都不把神魔放在眼里。大概就像360堂的神通，干旱时玉堂为农民降雨，洪涝时公堂锻造堤坝，这种寻常生活里驱使的，才是大多数人需要的功法，而非只是让少数人修炼变强，成神成魔这般狭隘的修行之道。满足大家日常需求的，才是正道吗？圣人之道，竟被延康国师做到了，难不成他也是圣教的？尸体堆积太久，会引发瘟疫。调集一队人马，随我将尸体运到对岸的百岁山安葬。是。
漓江县出了什么事？怎么一下子死了上百人？这些尸体都是上游飘过来的，估计是发洪水淹死的，冲到我们漓江县，被大坝拦住了。溺水死亡的尸体，应当会膨胀才是。这些尸体却十分紧实。奇怪，这么多尸体，居然连一点尸臭味也没有。天师成将，是石仙教，快去禀告县令，石仙教来袭。县令在此。延康国师挟天子以令诸派，屡次违背神谕。漓江县县令为虎作伥，敢为延康国师耳目，当诛！仙教，又一个反叛的宗门。他只是造反，不至于要杀县城里的普通人吧？这个石仙教是用尸体练功的。尸体？公子怀疑石仙教会屠城，在操控所有人的尸体。婆婆说过，外面的人凶残得多，不比我们大虚的人纯良。封锁漓江县，不得放走任何一人。谨遵掌教法旨。是你，快走！这些尸体像伶仃一般坚硬，寻常武器根本伤不到他们。漓江县守不住了。哪里冒出来的小子，居然从我手下救人！需要等待立政府派兵驰援。多谢钱兄弟施救，若有再见之日，锦娘必当重报。支援炮，准备！支援炮准备！我们赶紧离开。胡灵儿，玉凤。
这个半路杀出的小子，可不能让你成为漏网之鱼！劈开了，杀猪刀可以对付他们。飞将身上的符箓被破了。这些飞将身体强度极高，堪比肉身不坏的战技强者。难道这个少爷是延康朝廷的高手？说他不好，破坏我教大计。公子好厉害！我雄浑的元气，简直可与仙青儿相比。他至少是七星境神通者，比我高出3个境界。尸毒！少年，你与我的飞将近身作战，竟毫发无伤。可惜，若你负伤，尸毒由伤口入体，也就能感受血液凝固、肌肉僵硬、神智消失、魂魄消融的滋味。然后变成跟他们一样的行尸走肉。能够为我实仙教效力，该感到荣幸。
以空剑术催动黄标纸进攻的。七星将神通者竟能让这些薄薄的纸变得像利刃一样切金断玉，我近不了他的身，必须想办法出其不意。浓重的硫磺味里夹杂着血腥味，公子小心，这些黄标纸跟刚才的不一样。时仙教不仅烈士传教，还以人血绘制符箓。将以战技还击，以空剑术催动黄标纸，还能以法术画符，他竟同时掌握了3种流派。豹子符内藏神通，一旦爆炸，不仅能损伤肉体，更能轰杀3魂7魄。你们怎会毫发无伤？可惜啊，为防意外，我早已暗中用定子符定住你们的魂魄身形，你们就乖乖等着被我做成飞浆吧。这样是文理，是延康朝廷16孔一品关键之一，天下1等1的领兵。看来你跟延康朝廷关系匪浅啊！糟了，这些用邪法炼尸的坏人是跟延康朝廷作对的。天行我教，此等重宝在我手中，朝廷颜面丧尽，我在教中的地位亦会水涨船高。不可能，定子符对着他不起作用。公子早就想到用少宝剑脱身。村长爷爷说过，延康国这16口剑有个奇效，在一定范围内，只要往剑鞘注入元气，就能云龙吞吐般归剑入鞘。收剑的功能竟然被公子用来突袭，公子比狐狸还聪明。时仙教弟子听令，有一条漏网之鱼潜逃至百岁山一带，全体围山搜索，不可放走他。遵命，上帐。
你们看到少掌教去哪儿了吗？没有。快，都去找少掌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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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教弟子。看这剑伤，皆是被一剑封喉，是那少年所为。少掌教，少掌教啊！我教新生代弟子中数他天赋最高，竟也不敌那少年一剑。有点像天魔教的控尸大法，难道？少掌教，少掌教，少掌教的影子不见了，这是魔影幻魔功。那少年果然是天魔教弟子，难怪我的定字符定不住他。他用造化天魔功锁住了魂魄，若是被人得知那少年是从我手中脱逃，致使少掌教及众多弟子殒命，届时掌教震怒，不知会用怎样的手段对付我。教师叔，不好了！少掌教和师弟师妹们，天魔教弟子能披人影，就能披人皮。若是用造化天魔功制成的皮囊，皮肤上会有红线。他没有扮成这几人，也罢，将他们毁尸灭迹，再杀了那少年，夺下关剑，便无人再知今日内情。红别母，我已血肉温养你多年，该是你回报的时候了。少掌教的尸体没有影子，正是我撇清自身干系，指证那少年行凶的铁证。若掌教还要怪罪，那他的位子就换我来做。天魔教的小子，哪怕你逃到幽都地寺，也逃不过红别母的追踪。这就是严康的太阳。
天上怎么有一朵红色的云？红石别，我在药师爷爷那里看到过很多种尸别，其中就是红色的最为难得。一旦被他们咬伤，尸体拆骨都是青的。最可怕的是，气味或其他线索进行追踪的能力，躲是躲不掉的，必须除掉它。甚好，红别母已锁定目标，你的死期到了！这，前方有异常！保持警戒，准备作战！没有察觉有人靠近，这个独臂老者是谁？那轮太阳式剑法，像落日一般的剑法。瞬间便让红石别灰飞烟灭。那辆车中的人应该很是了不起。多谢姐姐相助。这是府尹大人。小兄弟从哪里来？我来自帝江县，那里被尸仙教攻占了。我只好一路逃难。你能够逃出来，实属不易。我是利州府的府尹于云初羽。帝江县在我治下出现了叛乱，是我之罪。如今我利州府正出兵帝江县，必将有场恶战。小兄弟，你接下来有何打算？我想去京城。可不知道该怎么去。前方有借道的江陵驿车经过，你拿着这份路引，便可以搭乘驿车去京城。我兄长于云出云在京城为官，你到了便说是我保荐你的，希望将来还能遇到你。谢谢初羽姐姐。看来延康坏人多，好官也不少。可怜，这么小的年纪便家破人亡，只怕他是帝江县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了。什么人，竟敢踩死我尸仙教的尸别？
找死！何方神圣，饶命！我曾经面对过很多恶人，所以我清楚你不是一个好人。可以杀死你，但因一段更久远的机缘，若你放下屠刀，我或许可以赐你一条生路。若你再执迷不悟，多谢长老，我一定牢记。真晦气，还是我反应快。任何本事练好了都能救命，比如打不过就跪。可恶！毁了我这么多年炼制的红尸别，那个天魔教的小子，我绝不能放过！这是土原草，对人无毒，但对虫子来说却是剧毒，所以又叫百虫笛。公子找这些寻常药材做什么？它们虽寻常，但是与土原草合在一起，却可以炼制成一种妙药。什么妙药？红尸别本身藏有剧毒，尤其是红别母，更是大毒。我炼制的是一种能100倍激发尸别毒性的药，那不是更加危险？红尸别，喂！好在红别母还在，还能继续追踪那小子。等我抓到他，夺得1品关键，或许还能让掌教挪一挪位子。竟然中了自己的红别母之毒！那小子怎么会有这种能力？毒性从5脏6腑渗入体内深藏。这棺材怎么看着有点眼熟？药师爷爷说，打不过就下毒，说的真对。是进京的世子吗？
这就是一车，好庞大！原来是利州府的秦世子，快请上车。对了，还请秦世子一定注意看管好异兽，勿要打扰其他世子们备考。嘿！这些人年纪不一，性别不一，却都是世子。公子，世子是什么呀？这位兄台好，在下秦牧。那个人姓秦，衣衫华贵，莫非是京城秦家的人？不可能，他用的是利州府路引，看他年纪，最多是个小学士子，又没有世家大族的背景，肯定考不中。哼，大学士子便了不起吗？秦兄弟，别搭理他们。我叫魏庸，也是位小学士子。魏庸兄也是去赶考吗？当然，太学院包罗各宗各派之绝学，乃我严坑最高学府。考入太学院是我的夙愿。魏兄是真想读书呢，还是借机攀附在京城做一品国公的魏老太爷，蹭个京官做？太学院。木儿，快来看！圣典里记载的本是天上圣人教化众生的功法，有大御天下之意。但这些功法太过诡异，极容易练偏，所以被称作大御天魔经。木儿，切不可急于求成呐。婆婆放心。木儿，四老太婆，想离开村子也不说一声吗？啊？哪个要离开村子了？你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定是担心木儿，想要出去寻他。哼，这都被你看穿了。我要走了，不留在这里了。你忘了你的心魔吗？离开村子，谁帮你镇压心魔？厉天行的魔道法术造诣极深，他临死前将元神化作魔种，种在你的道心之中，时刻等着夺你肉身。他不会夺我肉身，因为他太爱你了吗？错，他爱的只是你的躯壳。等他借你的身体重生，他爱的便是他自己。你们互为彼此的心魔，他想用战胜你的方式来磨练自己，是想要成神呢。我住在这里40多年，也除不了心魔。继续住下去又有什么用？看来他真的很想木儿。瞎子，你也要去找木儿？我的眼瞎了。要去找挖掉我双眼的那个人，你别太担心，木儿长大了，自然能够应付一切变数。不过，我会暗中观察他。车长，一座山，像虎一样跑来跑去的，好不吓人。马爷走了，我猜这老小子是要拿回他的手臂。我要去质问他，为何要抛弃我们这么多年的友谊？咦，前面那混蛋好像是屠夫那厮。屠夫，
我出村不是想木耳，是有正事。我觉得我的下半身可能掉在哪个地方了，我去找找，说不定还能接上。没错，我是去瞧瞧我的腿，万一延康国师将它腌一腌做成了火腿，那还了得！我要去为我的眼睛报仇。我身为圣教前代圣女，新教主登基，自然要去见一见。所以我们都有正事。哑巴一大早也跑了，看来村里就剩下我们俩和聋子了。他们心性都差，坐不住。还是聋子饱读诗书，学富五车，心有城府，气定神闲。聋子，你去哪儿？又装作没听见。7个坏蛋全都跑出去，只怕会引起一场不小的动乱。让外面的人头疼去吧，你何时走？唉，我仇家这么多，哪里敢走？我出去只会给他们添乱。咱们村所有的坏蛋之中，我的名声最不好。若非如此，你也早就跑了。一路上，魏庸提到了许多太学院的课程，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术数，元简算式、阴阳二进制、紫微斗数，让我豁然开朗。若我能通过天上五曜计算出人体五曜的星位，就能破壁五曜神藏。秦兄弟才是做学问的人，不像他们满口谈的是人情，玩的是关系。来吧，谣言无关。咱们到哪儿了？怎么启程埋了？等等，有股腥臭味。有什么东西藏在尘埋里吗？怪事，这条路怎么变了？是啊，还多出来一个山洞。咱以前一直走这条山路啊，怎么从没见过山洞？快停车！不能进去！不好，山洞是蟒蛇化成的，大家快逃！快离开马车！快跑！
别老叫我魏胖，传出去很丢人的。那我叫你雍胖。还是叫魏胖吧，好歹也是魏胖。别分心。江陵世子，不过如此。后面那个就是蟒蛇的主人吗？是他！完蛋了，玉龙门叛变了！这个不男不女的，就是玉龙门的少门主龙江南，鼎鼎有名的恶棍。小红，给他们点颜色瞧瞧。陈凡又来了，这次变得好香。是玉龙门绝技蛟蟒化身。那些尘螨是他吐出的肾气，吸入便会看见幻象。快闭气！慢点，亲兄弟，我这条命是你给的，今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好晕啊，这个肾气好厉害。玉龙门是做什么的？居然能让蟒蛇像圣灵那样吐出肾气？听说玉龙门祖上是豢养蛟龙的，门中蛇蟒都有蛟龙血脉。自从被国师降服后，他们便在兵营中负责驯蛇。兵营的蛇跑了出来，守兵怎么会没有反应？难道都被玉龙门杀了？兵营的蛇跑了出来，守兵怎么会没有反应？难道都被玉龙门杀了？不好，龙蛟南在用笛声控制大蛇，索取我们的下落。只怕还有很多玉龙门弟子藏在暗处。
玉龙门弟子，他竟然躲在树干里。那其他的树呢？这里有这么多树。魏英雄，你对付左面，我对付右面，闪掉他们释放圣器的蛇关。胡灵儿，吹散圣器。玉龙门众，撤！得救了，白虎军来了。云将军，还有2名狮子活着。于渊，难道他就是初雨姐姐的兄长？看着好眼熟，好像之前进攻香龙城的延康军中，他就是领队的将军。是初雨的陆隐。秦世子见过家妹。我被诗仙教的人追杀，是初雨姐姐救了我。那时他正带兵出征，也不知这场仗打得怎么样了。秦世子放心，诗仙教已经被初雨击溃，逃去了南疆。你安心在京城考学。若是遇到难处，尽管来寻我。放牛的，居然是你！你是来京城看我的吗？肥七，都说了，脸圆是天生的。七殿下息怒。七殿下，那不就是玉秀公主？我用参见公主殿下。听闻七公主喜欢扮成男子去军中历练，今日一见，果真英姿飒爽。七兄弟，便是有于渊将军罩着，也不能对公主无礼啊！讲当面说一个女孩子胖，小心被杀头。我们那儿夸女孩子漂亮，都是说身强体壮。肥七虽然不壮，但好在脸还是胖嘟嘟的。公主殿下请息怒，秦世子初来乍到，不知礼数，还请公主殿下大人不计小人过。魏世子不必多礼，我和他是旧识，也只有他敢这般说话。我以后也要吃得胖胖的。啊？你连公主也认识？算是吧。秦兄弟既然是白虎军的于渊将军，看起来又跟七公主交情不浅。佩戴的宝剑显然是上等领兵，他衣着华贵，身手不凡。七公主却又叫他放牛的，这秦兄弟到底是什么来头啊？除了京城秦家，我怎么想破头也想不起来延康有这样的世家大族啊！七殿下，玉龙门势力颇大，难保没有余孽，还得让2位世子尽快回京才是。你们跟着我回京吧。来人，护送七殿下与2位世子入京。
9个龙头哎，被龙头包围的地方就是京城吗？没错，俗话说9龙拱卫京城，就是指京城外有9条巨龙般的山脉。山里竟然藏有千军万马，不愧是天子统治天下的地方。厉害呀，一眼就看出山中藏兵。9龙拱卫京城，其实是指藏在山脉里的兵营。诗仙教说，延康国师挟天子以令诸派，玉龙门也是因为这个造的反吗？虚伪，又一个杀国师的借口罢了。宗派为何都这么恨国师？因为国师动摇了宗派的根基。从前没有世子，更没有什么人会识字。世上的功法典籍都掌握在宗派手里，宗派的绝学就是绝天下人之学。直至变法开始，国师每灭一个宗派，便在他的废墟上建一所学堂，传道济民，开创延康之小学、大学、太学。但仍有许多古老宗派，至今屹立不倒。于是，国师将目光转向大虚。若得到大虚的神魔功法，延康人人比肩神奇，宗派将不复存在。从那时起，宗派们便打着神域的旗号，或极力弹劾，或暗中自杀。是要阻止延康进军大虚。然而延康这柄剑，是国师以武将血汗、文臣击鼓铸成，剑出无回。所以他们急于诛杀国师这位铸剑者。不错，江陵是国师的故乡。我怀疑玉龙门此番袭击江陵世子，不只是向国师示威，更是在试探国师的伤势。一旦确认国师重伤，他们便会发起猛攻。玉龙门胆大包天，等国师伤好了，一定不会放过他们。你们真的以为国师受伤了？依我之见，国师根本没有受伤，而是故意要引蛇出洞，将延康境内所有反抗他的势力引出来，一网打尽。你的意思是？可现在叛乱不下20处，宗派攻城略地，百姓死伤无数，国师怎会纵容这种事情发生？他若是没有受伤，怎能引出这些乱臣贼子？他在大虚吃了败仗，又身受重伤，无论名声还是实力都大大折损。谁会放弃这么一个大好机会？国师应该早有谋算，不等所有乱臣贼子都露出马脚，绝不会出手平乱。可是，会死这么多人，但国师便会彻底铲除后患。今后的出兵时，谁还敢在他背后动手脚？今日玉龙门杀江陵世子无数，始终不见国师出手。看来那3个老怪物当真将他伤得不轻。恭喜阁下，大患将除。不可掉以轻心，神下第1人的本事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南疆战况如何？诗仙教尚未拿下利州，但其余宗派已夺下南疆20座城池。有他们驰援，玉龙门随时可以杀入京城。不急，利州乃延康中南要塞，已是各派北上的关键通道，不可失之。别忘了，我们要摧毁的不只是延康国师，更是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延康变法。我还是觉得飞轮车坐着更舒服些。你还挑上了？喏，我们到了。
你们可有落脚的地方？我去国公府投奔老太爷，亲兄弟不妨与我一起。今后若是有难处，到任意一家五方月坊收你长父庆允，便可以找到姐姐了。哦，你们知道五方月坊在哪儿吗？哦，看不出来，放牛的还是个风雅之人啊，喜欢这个调调。京城有风、花、雪、月4大街巷，最大的五月坊天宇阁便在花巷。祝你玩得开心。他还没告诉我花巷在哪儿，怎么突然走了？到前面左拐，再过7条街就是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是兄弟绑的身体呀！去天宇阁关我身体什么事？哎，应该就是这儿了吧？客官找哪位？请问傅庆宇在吗？敢问公子名谢，我也好向允儿姐通报一声。我姓秦，叫秦牧。真的是公子！原来公子长得如此英俊，公子可有婚配呀？呀，还带着只小狐狸精啊！你们这一个个的，是想爬到我头上做教主夫人呢？武堂姐姐，公子长途跋涉，舟车劳顿，还不快看茶？公子，你这样可禁不住他们撩拨。随妾身来，妾身为你安排了房间。这间房看着像是女孩子住的。这是妾身小憩的地方，公子若是不满意，可以再换一间。此处很好，多谢武堂姐姐，还请姐姐告诉祖师，我已经抵达京城。除此之外，公子没有要妾身做的了。没有了。原来公子身边还躲着一只狐狸精，难怪。祖师等待公子许久了，他老人家吩咐我们，但凡遇到公子，便让公子去见他。我要去哪里见祖师？太学院。太学院不是世子求学之处吗？祖师为何会在那儿？祖师的另一重身份可是延康国的国子大祭酒，掌管太学院。太学士子虽有天子门生的尊称，但实际上都是祖师的门生。这么重要的官职，延康竟敢交给我叫祖师？祖师游戏人间，早在先帝时期便已是名动天下的世外高人了，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即便是延康国师，也曾向他老人家问道求教。也是国师亲自请祖师出山，做太学院的国子大祭酒。我该怎么进入太学院呢？祖师的意思是，公子还需通过一些考验。什么考验？考入太学院，成为太学士子。以往即便是太学院破格录取的小学士子，最低也是5曜境。少教主尚在灵胎境，只怕……距离大考尚有3日，他还有3天时间。
火药乃荧惑之精，水药乃晨星之源，金药乃太白之明，木药乃岁星之灵，土药乃振兴之秀。五药即五行，终于算出了五药神藏的位置。啊！真不错。是啊，是啊。不拘伤于只绝功，五音叠奏亦无穷。好厉害的音律之法！我若能学会，或许就能增强神魔禅三音的威力，打开五药神藏。原来除了弹，还有这么多种指法。雷音八式第二式，弹指惊雷琵琶手。啊！公子竟然用禅宗拳法来弹琴。姐妹们，公子弹奏的是我叫天魔霓裳曲，咱们可不能被他比下去。痛快！大家被公子乐声里的神魔禅三音扰乱心魂，走火入魔了。我来助他三音合流。火药心里好像藏着一个神。公子着火了！公子这是激发了五药神藏的火药力量。我自封神藏，只以五药修为试探公子的元气而已，没想到和他的差距竟如此大。我需要调理气息，辛苦姐姐帮我取药材，我来炼药。对了，你是不是练武时有过一次岔气？公子如何知道的？我岔气之后，甚至赤龙失衡。我珍妃你是察觉到的。小问题，我也为你开一副药，服药之后调理内气，可断病根。没想到公子还精通妇科，我们都有些小毛病，帮忙看看吧。公子为先，等他调理好再说。
现在来为大家诊治。试试吧。这不是宫中的萧太医吗？对了，放牛的也在花巷，我顺路去看看。花巷怎么排了这么长的队？听雨阁中来了位神医，2个时辰前，四王府的老夫人讨了药方回去，吃了一副，顽疾就好了。放牛的，给你药方。公子，我们医手没有灵胎和参草，能治吗？你可以修习造化灵功，用灵功化形变出一个灵胎。连狐狸都能治，真是花巷神医。原来花巷神医就是放牛的，还以为他来游玩，没想到是来当医师的。花巷神医，恐怕是江湖郎中招摇撞骗。你开的都是最低贱的药，岂能成效？药不论贵贱，花巷中的女子都不是贵人，没有多少钱财。那你看我有什么病？老先生，你病得不轻。骗子，还敢在老夫面前？你是药师，你身上有万种药味，可见你常年与药物打交道。但你的药术不精，没有将药中的毒调理好，而今体内已经积累了100种毒性，救不得了。那你说我还有多少寿命？你若是不动怒气的话，可以多活几年；若是动怒，毒气攻心，便只有10天。倘若我10天不死呢？你是说我现在就死？我若是不死，便让你死！这种书写这种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萧太医暴毙而亡了。这个神医似乎有点不一般。公子，不能再诊治了，明日便是开院大考。我也并非是单纯治病啊，
要是爷爷教给我无数药理，我一直没有机会检验，而今才1天，我便检验了1000种药理。对了，太学院在哪里？太学院就在城中玉山上，九龙山脉的龙气让整座山都变成了美玉，就像是9条龙共同衔着的龙珠。公子一看便知。将太学院建在此处，是要用龙气助世子们修炼吗？严康国好大的手笔！这次大考第1肯定是我的。第1肯定是我的。哎，秦兄弟，这边，魏英雄，秦兄弟，走。他和我一样来自江陵。主簿大人，写江陵。录影在此，不可胡乱更改。6合境以上的大学士子上山，灵胎境及5药境的小学士子随我来。为何一定要改成江陵？我听说赶考的江陵士子都遭到袭击，没多少活下来。太学院要安抚人心，定会在大考上给江陵士子一些便利。毕竟国师出身江陵，也算维护国师的脸面。借过，借过。不好意思啊。每年太学院会给出10个名额，破格录取小学士子。这便是诸位的第1关考试。这便是诸位的第1关考试。规则很简单，上去的过关，上不去的回家。我来。嘿，出局，下一个。这崖壁根本无法落脚。既如此，施法飞上去便是。魏英兄，他是谁？京城秦家的小公子秦玉，他父亲是天策上将秦简，兄长是中武将军秦飞跃。看来那个秦将军从玄冰里取出了龙珠和断剑。因为你也姓秦，不少人还猜你也是秦家的世子。我虽不会飞行，但我能把自己吊上去。秦兄弟，我拉你上来。不用。战气流派的刀法，厉害！秦牧善战，魏庸聪慧。秦世子战绩精湛，不知这刀法师承哪派宗门？无门无派，这是我家屠爷爷自创的杀猪刀法。好一把杀猪刀！秦世子对我的佩剑颇为留意，莫非也精通剑道？看着有点眼熟。你不可能见过，因为它来自一处神秘所在，200年无人领略过此剑风采。
族上前，使出你们最强的招式，对战神奇虚影。每组剩1人，这人便算过关。咱们兄弟俩可别分在一组，下一关见。厉害！元气刻画神奇，那道人至少是天人境，还需同时应付这9个世子。考核开始。10者存1，我赢了。其他人都在合力对抗神奇虚影的攻击，唯独他向其他人下手，邪性，实在邪性。你过关了。这这邪性少年把其他人都带坏了。过关。过关。大家都这么厉害，我该怎么办呢？承认了。不能让那少年祸害太学院，希望后续考核能将他刷下来。这一关考验心性。奇怪，倘若这位少年真如评语所写的那般邪性，又如何能在我的禅云下支撑这么久？秦牧，赤子之心不为外物所动。这个利州府的秦牧怎么回事？说他邪性，又说赤子之心，这些家伙胡乱写评语。老师，外面剩下14人，但10个录取名额里，江陵已经内定了3个名额。此前京城秦家传信说，小公子秦玉想要进入太学院。还有骠骑大将军、泰山王等6家也想。权贵不能轻易得罪。这4人没有背景，
便只好委屈他们了。那是燕山府墓的亲戚，旁边是宇都福音的表亲，这个倒没听说过，好像叫司云香。你姓司？我有个亲人也姓司。云香对秦世子很是钦佩，希望能一起考入太学院。江陵来的世子出列。江陵受难，死伤惨重，3位世子无需再考，可直接前往太学殿面圣。哦，秦兄弟，不得喧哗，其余世子稍后，考核马上开始。齐世子，也就是说，只剩下7个录取名额了。真是气派啊！各位世子，我乃太学院监丞凌云，这一关由我来考验你们炼气成丝的本事。太学院纯阳殿传授的是炼气之道，其中凌云道人更是以修为精深、炼气纯阳闻名。以云香的本事，恐怕……公平起见，我会自封神藏，只保留5要境界，而你们只需坚持3招，3招不败便算过关。每个剑匣中藏有木剑36口，你们随意取用，而我用这1口木剑足矣。他控剑的元气丝，细如纤毫，却有万钧之力，单凭元气很难获胜。若想通关，还得靠剑法。丁山世子上前。丁鹤世子，这2位世子所用招式相同，似是延康国各地小学世子必修的剑法。剑法虽然精妙，但相同的招数只要被破解1次，就能被破解1000万次。真有人能接住他3招？秦玉世子，请上前。你虽是秦家的人，但我不会留手，尽管施展你最强的本事吧。我能否使用此剑应战？此剑再不凡，却已折断锋芒，恐怕不比木剑趁手。我用这1口断剑足矣。秦玉的剑法里竟然有真龙之势，他肯定见过真龙，参悟出了真龙剑法。他是秦飞跃的弟弟，难道是永江龙宫里的那条幼龙被秦飞跃带回延康救活了？不愧是秦家公子，3招已过，你通关了。好厉害！虽然只有3招，却以攻防交换无数回，确实精彩。但之前2场考验时，凌云道人都是以浑然强劲的炼气之道全力之敌，面对修为更强的秦韵时，反而实力更轻。
有猫腻。秦牧世子，秦世子，千万小心。她好像很关心我，又跟婆婆一样姓司。啊，难道她是？是我想多了，婆婆从不害羞。又一位秦世子。对，我姓秦。唉，可惜你的秦不是京城秦家的秦。老师，能不能用2个剑匣？规则并未限制取用木剑的数量，但2个剑匣共72口剑，操纵难度只会更高，切莫勉强。你连炼气成丝都没学过？我比较笨，您请。无妨，你尽管出手。那我就不客气了。这小子怎么会有这么凶悍的元气？有刺客，出战！凌云，还不赶快起来！臣御前失仪，请陛下降罪。陛下，凌云多半是轻敌了。不过这位与他比试的小学士子确实本事了得，72口木剑精准击中同一部位，竟以木剑之盾攻破了凌云的护体罡气，令他负伤。大祭酒，看来小学士子的比试比这大学士子的还要热闹。朕倒想看看谁有这等本事。秦世子一招挑剑时，竟将凌云道人直接挑飞了。秦世子果然厉害。大考暂停。秦世子，惊扰圣驾，定有重罚。陛下传你来太学殿问话。这些都是延康国的文武大臣。祖师飞机也在，这衣裳衬得她真像个公主。这就是延康国当今的皇帝，好像是叫延丰帝。秦飞月、顾里暖，他不会还想把邵伯剑抢回去吧？你就是击飞奸城的小学士子，你来自哪里？
启禀陛下，秦牧世子拿的是利州府路也。陛下容禀，此人乃是大陛下。实不相瞒，我来自大虚。陛下，他不只是大虚器民，还与天魔教有密切关联。便是他与天魔教阻挠我严康进军香龙城，这次更不知施展何等手段躲避世境混进来，实在居心叵测。还是大虚啊！请陛下明鉴，下令拿下这贼子。诸位爱卿稍安勿躁。他如此坦诚，不像居心叵测之徒。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的朝臣中，有着各教各派的精英。若论出身，有半数是魔教、魔道。你是天魔教弟子？是。天魔教一向神出鬼没，而今教中弟子也进入太学院求学了，很好。天魔教也是朕治下的教派，也是朕的子民。小秦将军，你让朕拿下朕的子民，那朕还如何统治天魔教？陛下，太学士不仅是世子，更是我严康8品官职。他一个大虚器民，神之器民，朕未必弃；神可弃众生，朕不可。到了朕的国土，无论来历，都是朕的众生，哪里来的器民？这个炎风地，竟然处处向着圣教和大虚说话，是拉拢，还是？可是陛下，最近屡有宗派作乱，以国师违背神谕进入大虚为由，攻劫我严康。臣只怕天魔教也蠢蠢欲动。哼！这些宗派总想搞件大事来吓朕，名义上是反国师，实则是反朕，无非是想让朕的屁股挪一挪，做给他们的屁股坐，真是痴心妄想。从前国家是宗派的附庸，谁来做皇帝都由宗派做主，他们怕在国家身上吸血，怕在百姓身上吸血，哪个皇帝不由他们心意，便换掉、杀掉。今时不同往日，宗派绝不能凌驾国家之上。朕与国师大兴治学之风，推动变革，就是要将宗派不该掌握的资源收归国有，改变宗派拿捏国家命脉的境况。朕不但要变革，还要革命，革这些宗派的命，革自己的命。这些宗派不想变革，那就等着朕去革他们的命。不但宗派要变，朝廷也要变。朝廷不变，迟早完蛋。国师的作为都是朕授意，反国师就是反朕。陛下英明，陛下英明。哈哈哈！朕失态了，都起来吧。陛下所言，振聋发聩。他躲避世境，进入我严康国境，亦是事实，理当严惩。父皇容禀，
秦牧世子正是近日名动京城、救治百姓的花象神医。花象神医，朕听说过，诊病不分贵贱，施治不拘一格。秦牧世子果然是年轻有为，正是我严康用得上的人才呀。此等一举是否足以将功抵过，免去他的罪责呢？既是神医，那不但不该罚，反倒该赏才是。朕宣布，从今往后，秦牧世子便是朕亲自收的天子门生。啊？哈哈哈哈哈哈！严峰帝下令将小学士子的考核也挪到太学殿进行，凌云道人再也做不了守将。只是除了我和司云香，其余众选者依然出自名门世家，就像太学士子会于这太学院一样，财富、权柄、神通、法器，却多数会于宗派世家之手。寒门世子再努力，也难以突破所谓家学渊源的壁垒。长此以往，严康国被宗派世家把持，阶层固化，必会产生毒瘤蛀虫，国家必不长久。严峰帝有变革之心，这边讲，他能扭转这种现状吗？祖师又为什么要我考入太学院呢？秦兄弟，秦兄弟，咱们以后就要住在世子居了。听说历年破格招收的小学士子都在这儿。弃民这种该当诛杀的贱民，既然住进了世子居，简直有辱门楣。二位师弟，你们知道弃民住哪儿吗？与弃民为邻，我也羞愧得很。他就住在那儿。师兄们，随我来。走，我倒要看看这弃民长什么样，给他点颜色瞧瞧。对了，诸位师兄，太学院允许杀人吗？当然不行，律有常刑，杀人偿命。我们只是要教训了弃民一顿。哎，京城的规矩真多。秦兄弟。不像我们大虚。大虚，你就是那个弃民。正是。秦兄弟闯大祸了，这些师兄资历深，关系广，定会报复他的。横扫京城无敌手，脚踢800太学士，武耀无敌。弃民，你竟敢偷袭我们！再敢提弃民2字，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这位师兄，我是国公府魏家的，与此事无关。今日这般，我一定会替你们保守秘密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可如何是好呢？祖师，少教主，你终于来了。少教主一路走到延康，感觉如何？我走一路看一路。只见延康国有大兴之兆，道法神通，尽系百姓日用，日新月异。水下有行舟，空中有楼船，地上有飞轮车，炼丹术也被运用到核心驱动之中，造化神奇。武阳县雨涝排云，漓江县借水势引动冶炼机关，江陵郡以造化之术扩建江上新城，近乎神迹。待到京城，更是人文荟萃，民息物富。延康国虽然有所动乱，但是乱不了太久，之后便是无比强盛。听你的意思，认定宗派无法与国家为敌了。小学、大学和太学的设立，已经确定了延康国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宗派。其他宗派都是这个宗派的小学、大学，不过为延康国提供士子而已。如何与国家相争？可如今天下大乱，国师亦身受重创，延康国岌岌可危，随时可能国灭。祖师，你在诓我？延康国师如果真的受伤了，怎么会让芝然署这样毫无战力的官署押送药材呢？他肯定是在欲擒故纵吧？还有一重苦肉计，否则骗不了天下宗派。他回京之后，我见过他，伤势的确很重，据说是3个跟我同时代的老怪物一起出手将他重创。延康国师，这是将计就计啊！那些宗派怕是要吃亏啦。少教主，你对延康国师怎么看？人中雄杰，胸怀宽广，旷世之才。延丰帝口出狂言，要各宗派延康朝廷。如此行为不只是不遵神谕，更毒神之嫌啊！阁下有何大言？若他执意要对神谕不敬，对宗派不留情面，那正道、禅道和魔道3大魁首必然不会坐视不理。少教主，你对延康国师怎么看？人中雄杰，胸怀宽广，旷世之才。当年他来向我问道，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本想收他为弟子，却发现他的才学应有超过我的势头，便打消了这个念头。那么，既然延康国凌驾天下宗派之上，国师又是旷世奇才，天圣教也是宗派。若国师要灭天下宗派，灭圣教，我教该如何自处？有2条路：一是变教为国，圣教要立国，则需远离延康，以免被吞并。但圣教360堂立足于市井百姓，离开了延康，只怕会破坏根基。第2条路呢？依附延康国。你做教主，
便是想让圣教灭教。好大的胆子！我要杀你的头！祖师没有这个念头。有，头先放在你的脖子上，继续说下去。敢问祖师，太学院中寒门士子占几成？1成。延康国的官员有几成出自太学院？7成2。这便是太学院的弊端。200年后，天下官员都将出自太学院，而太学院中无一名寒门子弟。寒门越发贫苦，世家越发富贵，民怨必然爆发，那便是我教一统天下之时。滚滚大势，无人能敌，无人能挡。你要造反，陷圣教于不义，我要杀你的头！祖师，别闹。你用200年让圣教成为另一个延康国，再过200年呢，照样会有人推翻圣教。请祖师赐教。我也看不到200年之后的事情啊。不过，我的想法与你有所不同。我想的是圣教教育，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延康国师崛起时，我便看出了他的雄心壮志。他来向我问道，我就将这句话告诉了他。他现在做的就是这句话。祖师是想通过影响延康国师，来影响延康国，让延康国成为圣教。倘若延康国做到了圣人之道，延康国便是天圣教。祖师圣明，你已经是圣人了。我做不到圣人之道，延康国师也做不到。诚如你所说，200年后，权势都将被世家把持。我已经失败了，这个担子往后交给你了。比起灭教，延康国师更想控制圣教，为他所用，对吗？不错，你可以利用这一点。你年纪小，修为低，他会觉得可以掌控你。倘若他未来能实现圣人之道，让他掌控你，掌控圣教也没有什么。倘若他做不到，你取而代之。祖师，这是什么雨？九龙之气聚集在这里，形成了这片湖水。这鱼吸收了龙气，因此叫做九龙记。这种鱼一身硬骨头，没有多少肉，只能用来煲汤，但煲出来的汤味道特别鲜美。祖师的意思是让我做一身硬骨头的九龙记？想多了吧？做人有什么不好？偏偏想做鱼。你想被人煲成汤，我就是嘴馋了，带你来喝鱼汤而已。你知道我为何要做太学院的大祭酒吗？我为的是博览天下所学，为的是见证一个新时代。可惜，只怕我无法看到了。不过没关系，你可以看到。时代？那要怎么看？站的高度不同，看到的世界也不同。鸡雀低飞，只能看到方寸之地；雄鹰展翅，千里皆是猎场。少教主，你年纪这么小，便能看到200年，已经是个合格的教主了。你过关了。再过几个月，我便会辞官，回圣教主持登基大典。我要亲眼看着你成为圣教的教主。祖师，我知道圣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有能力杀死老教主的人，就能成为新教主。
我目前是5要境，好像能杀我的人，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我在，无人敢动你。你需尽快磨砺自身，便无人杀得了你。祖师，你不是说还剩7年？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只靠境界压制，必然是如履薄冰。身为圣师，如果能带领圣教走出一片新天地，赢得教内弟子万众归心，那么没人想要杀你，也没人敢动杀你的念头。而今，已不是凭借1、2门祖宗传下来的功法便可以叱咤风云的时代，切不可固步自封。你始终不会缺少竞争者。祖师，圣女求见。不见。圣教主在我心中已有人选，让他回去吧。登基大典尚未举行，圣女若比新教主优秀，难道不该优胜劣汰？公主，呀，我都收拾好了，咱们什么时候搬去太学院呀？不急，啊，距离太学院开课还有2日。多谢。我先继续诊治。神医，救救他吧！他在战场上被头上长角的蛮子用镜子照了照，回来后便越来越瘦。将军不想让他留在军中等死，命我送他回京求医。晚了，人已经死了。他明明有气，还活着，只是身体还活着。他中的是蛮帝国的巫毒，毒性渗入魂魄，已经魂飞魄散了，我救不了。这方子叫做纯阳炼虫丹，再有人中巫毒，尽早服用可以救命。神医大恩大德，令我兄弟们无以为报。他们是庆门关的将士，庆门关正与蛮帝国打仗，你的药方可救100万将士性命。肥妻，放牛的，谢谢你。你的气色很好，怎么也来找我看病？是我家中有位长辈久病卧床，看了不知多少医师，就是不起作用，所以要我来请你走一趟。上轿吧。肥妻是严康的公主，她的长辈，该不会是……皇帝生病了吗？我上次见他的时候，体魄很是强健啊。嘘，病的是我的祖母，当朝太后。你可知父皇为何赦免了你躲避世禁的罪过？就是盼着你能治好祖母啊。我若是治不好呢？连父皇也保不住你的脑袋。可还有什么法子？祖母，我把花象神医请来了。秦牧参见太后。他小小年纪，怕是连医书都未读过几本，怎能给太后看病？万一是个骗子，
萧太医也这么说，然后他就死了。画像神医，太医们都是太学院的奸臣，未来是要教你医术的，让他们看看你的本事。小天眼，看！太后这是中毒了。什么毒？此毒名为千机毒，是用1023种毒物炼成的奇毒。中此毒者，体内将同时存在1023种毒素，无论怎么开方，都只能解决一部分。而且，任何一种解药都会让毒性发生一种新的变化，治疗的次数越多，中毒越深。难怪每位太医诊治都断定是毒，可毒性却一直变化，药方也不停地变，但始终解不了毒，祖母反而病得越来越重。萧神医，你如何会知道这个千机毒？我听家里一位长辈说的。你的这位长辈现在何处？大虚。大虚。千机毒，此毒是玉面毒王所创，谁也不曾见过，所以吾儿姐，臣无能，臣该死。千机毒是玉面毒王的，可我分明在药师爷爷那儿见过。玉面毒王如今何在？据说毒王的弟子将他面具下的真容捅了出去，无数仇家杀上门来，他无法立足，只好割面而去，从此消失200年。不过，我倒是在大虚见过他一次。他们说的玉面毒王，不会真是药师爷爷吧？我从小到大，药师爷爷一直戴着面具，从未见过他面具下的真容。太医们无法可解，画像神医，你呢？千机毒是药师爷爷的毒，这毒会是他下的吗？不对，药师爷爷不曾出过大虚，不可能下毒。我有办法解。不过，我需要知道太后中毒以来服用过哪些药，还需要1023位宫女，1023个木牌，1023只闭眼蟾蜍，一群不懂医术的宫女，一堆破木牌子，再加上些尸毒的蛤蟆，就能解千机毒。这小子卖弄什么花招，故作玄虚。他要是解不了毒，便是有9个脑袋也不够看，恐怕我们也得给他陪葬。准。让宫女们按照图示列阵。放牛的要用他们来做什么？列阵。木牌一面为黑色，代表阴；一面为白色，代表阳。听我号令，第一列
阳。第2列阴。第3列阳阴阳阳。第4列。我明白了，每位宫女代表着千机毒的一种毒物，而她的口令就是将祖母服过的药物根据药性转化为阴阳符号输入，从而计算出千机毒在祖母体内的变化。用术数来推演药理，不可思议。第1列进入第3列。双阳相撞者，前位进阳，本位转阴。咦，他为何要不断变换位置？难道是想让所有毒物阴阳均衡吗？均衡谈何容易？除非他能找出藏在1023种气毒里，支撑其余1022种毒物运转的中枢大毒。阳气枯竭，生机不振，他要失败了。成功了！1022种毒物，阴阳相生相克，千机毒自解，将浩如烟海的变化化作简单的阴与阳，简直神乎其技。诸位太医，这方子如何？丹方奇美，壮丽如歌。老夫行医100年，却只流于表面。今日得见小神医，方知医术浩瀚无边。小太医能够死在小神医面前，死得其所，死得其所。炼药不用丹炉吗？波动元气演化龙火，水火相济萃取药力，是失传了200年的龙虎相济手。没想到竟能见到这种传说中的手法，我是在做梦吗？想学啊，我教你们。多谢小神医。他们怎么那么激动？药师爷爷说炼丹最为关键的是精通药理，手法只是补充，算不上多么特殊。服下此丹，千机毒的毒素便会排出，待闭眼蟾蜍将其吞噬。
小神医，谢谢你帮我解毒。你的炼药手法让我想起一个人，200年前毒杀各派高手的玉面毒王。太后见过玉面毒王？说起来，当年先帝死后，哀家曾见过他，与他有过几次幽会，为他倾倒过。谁能想到，青面獠牙、臭名昭著的玉面毒王，与狼焰毒绝、风流满天下的玉面郎君，竟是同一人，伤了不知多少女子的心呢。药师爷爷竟然还有一种身份。他早年收的弟子小毒王府元清突然捅破了他的真实身份，他被仇人追杀得走投无路。哀家告诉他，哀家可以保他。还有几个臭女人也想保他。太后爱慕药师爷爷，没想到清心寡欲的药师爷爷以前这么风流啊！哼，他们到底是没有争过哀家，哀家也没有争过他们，他还是走了。造化弄人，折磨了哀家几十年的千机毒，竟是出自情郎之手。太后觉得是他本人下的毒？哼，不会是他，是小毒王。听闻小毒王投靠了国师，他向哀家下毒，自然是国师的授意。小虫儿说，太后的千机毒被一个少年解了，看来是我师尊新收的弟子到了。国师，要不要再下另一种奇毒？已经不用了。太后与我之间并无恩怨，她当年为了保她儿子的江山，才反对我变法，陛下对此也有迟疑，因此我让你下毒，并非为了毒杀他，只是想让他无法干预朝政，陛下方能全心全意变法。而今朝野上下多是支持变法的人，那些造反宗派也步入局中。我大事已成，太后阻止不了我。国师想要哀家死，想了很久了。大抵是哀家对他的某些做法看不过眼，他嫌哀家挡了他变法的路。太后何不去告御状？你以为皇帝不知情？他见如今变法大成，哀家无力回天，便让你来解毒，否则他怎会顺着秀儿的话赦免你？赦免器皿可是毒神的罪责。对千机毒如此了解的，只能是千机毒的创造者。你师父就是玉郎君吧？他在大薛过得怎么样？他很好。是他让你来救我的吗？他心里还是有我的。太后有些想多了。小神医受累，回去歇息吧。你需小心，你解了小毒王的毒，他定然盯上你了。小毒王，你讲究大事，我却讲究恩怨。你的伤好的差不多，继续采集星光调息即可。我要出去转转。师弟来了，做师兄的岂能不去见一见？你要小心，太后虽然不能奈我何，但是诛你还是可以的。太后聪慧，想必已经猜出你师弟的身份，
他在等你上钩，将你诛杀。是你让我下毒，为何他不杀你，反倒杀我？我何其无辜！你忘了吗？太后与你师尊有些不清不楚，他是为自己报仇，更是为你师尊报仇。玉面毒王现居大虚，前不久有位大虚器民做了天子门生，应当就是你的师弟。哎呀，是了，冲看。今日所授课业是剑学。怎么回事？好强的剑气！这是给我们的下马威。剑尾出鞘，剑气却锋芒逼人，这就是剑学兼成，剑三生。剑三生，原来是我教剑堂堂主。寒光殿乃剑学之殿，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剑学氛围。你们可知何谓寒光？圣人有3剑，一曰寒光，视之不可见，运之不知有。其所处也，泯然无际，精物而物不绝。不可见不可触，剑老师已经很厉害了，寒光境界岂不是更厉害？不错，剑运转到寒光的境界，便被称作以剑入道。被称作寒光剑神的，天下唯有一人。你们当以此境界为目标。请问如何才能达到寒光境界？我观你们方才应对我剑气的剑势，除了一人，其余皆不尽如人意，需要从基础剑势开始重新练习。基础剑势我们启蒙时就学过了，怎么还要练？不要小觑剑法基础，基础不牢的话，一切神妙剑法皆枉然。我以前遇到一个灵胎境的小孩，基础无比扎实，我以同等境界与他对决，却被他用木剑击败。我那时才知，剑法基础是何等重要。你个小孩这么厉害！太厉害了！是啊。现在，运用你们所有力量，随我刺剑。秦牧，随我来偏殿。现在，运用你们所有力量，随我刺剑。秦牧，随我来偏殿。难道启明的剑法比我们都强？竟然能蛊惑老师给他单独授剑？少教主认为我教的如何？剑堂，你的进步很大，不过你太关注剑，忽略了其他，还未做到合众为一。恳请少教主赐教。倘若他有老师刻意栽培，我们哪还有机会胜过他？趁他还没有长成大树，一定要赶走他。这次我们提前封闭听觉，不要被他的魔音挑拨，然后一起上，耗死他。这群人又来了。封闭听觉。冲！秦世子越发厉害了。
你们不知道，这已经是他们第2次挨打了，上次更凄惨呢。对了，这件事你们可不要说是我说出去的。我们怎么输的？当然是被兔子打输的。还有心一次不够，还来第2次。第1次不能再饶恕你们。想要回云飞，拿钱来说。胡灵儿，千学剑圣还在等着我们，走吧。启明别得意，狮子居3大高手就要历练回来了，到时候大师兄会给我们做主。大师兄？世子局不成文的规矩，5妖精谁最厉害，谁就能当世子局大师兄。好强的杀气，就像是刚从战场饮血归来的战士。祖师与国师建此天禄楼，收录天下功法典籍。寻常士子可进入第1层，阅览书籍，私学穷理。上面怎么还刻着国名？难道这些都是被严康降服的国家？这些书就是他们的国学？不错，一个书橱就是一个宗派，一个国家。第1层的书已经这么多，第2层呢？待秦学士突破至6合境，成为神通居士子，便可凭书牌进入2层。随我来。这笔法，是龙爷爷的画。国师搜罗天图国画圣之作，供太学士钻研书画造物之道，用以协助工部修缮营造。公子快看，星星被关到房间里了。国师采集星光融于此间，助太学士研制星斗旗变阵法，以其子演练兵部军阵，功法因时而变，因变而通。这第2层便是国师的思辨之策。那第3层又会有什么？第3层只对皇族和为官为将者开放，内藏各国史籍经传，各境天文地理，各州商贸奏报，是以居安思危。思学、思辨、思危，这座天禄楼简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胡灵儿，走，我们从第1层开始看书。秦兄弟就这样，咚咚咚，世子局被他打了个遍。哟，世子局的大才子们有今天呢。当初是谁说自己有真才实学，瞧不起咱们这些免试入学的皇子院士子？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嘛。何人胆敢打你们？师兄，大师兄为我们做主啊！大师兄，世子局来了个大徐弃民，带着狐狸打击我们，连打我们2次，还故意传的整个太学院都知道，让我们抬不起头。惨了，连打2次。我看是你们寻衅，输了不服又去报复，
所以才被打了2次。那个器名师弟很了不得，方才与他相遇，我身上有刚从战场下来带有的杀气，还未走到他前方，便被他觉察。他的元气随步伐变化，将功法之道藏匿于行走，迫使我与他相互建立，事缓敌意。这便是江湖礼节中的契机锁定，于平和中暗藏争斗。上次得见，还是我随霸山老师游历时，偶遇天奇门门主。他们2人越走越近，最后停下，相互见礼，错身而过。我一直不明白为何，直至方才。你们不出去历练，只窝在世子居，看不出那种争斗，必败无疑。大师兄，那器名在门口写了一块牌匾，自称无妖无敌，显然是不把大师兄你们放在眼里啊！大师兄从战场历练归来，就是为了教训师弟师妹们吗？不好，又来了个高手！老弩，你说，世子居是不是需要换一个新的大师姐呢？沈师兄，岳师妹降服的这个狼奴不弱，你更强了。你也是。平心静气，戒骄戒躁。不过来了个新师弟，沈师兄、岳师姐，你们怎么还要借此争大师兄的虚名？云缺师弟，你又不是禅师，整天装模作样的。这样看起来比较厉害。哼！漓江派被灭门后，那里的其他门派造反作乱，我随着大军前去平叛。这些日子，我颇有些心得，想请沈师兄和岳师姐指教。我杀气太重，恐怕出手便有死伤。这位新来的器名师弟非常凶悍，世子居的世子多数都被他打了。你们谁若是能够胜过他，这大师兄的位子，我拱手相让。一言为定，我去度化他，先过一下大师兄的瘾。事闹大了，我得通知七兄弟。公子，公子，那边墙上有幅画，和魔猿那儿的好像。是霸体3丹功，但似乎是6合境的新功图。我如今还在五妖境，没法使用。还好此前记下了真阳宫墙上的五妖境残图，倒是可以比对研习。一会儿再找监堂问问，这壁画是谁画的，说不定他那里有五妖境全图。哎呀，怎么办呢？微胖，七兄弟不好了！世子居的3大高手，太学院无妖境世子里最强的3个，刚刚历练回来，说要找你算账。哪3个人？五妖第一，沈万云，
被世子居尊称为大师兄。排行第2的是师姐岳青红，动起手来极为凶悍，最近还降服了一个狼奴。第3位，缠绵失心的云雀，最爱逞强斗狠。师弟是在说我吗？器皿，听说你野性难驯，我心怀慈悲，特来度化。亮兵器吧。云雀师兄，我刚在天禄楼学了不少东西，正好与你练练。龙啸伏魔印。终于遇到高手了。保平印。怎么回事？我的招法怎么会？都是好招式，可惜你没有学到家，华而不实，所以被我压制。连个领兵都没有，不过衣服还不错。我就等你来赎啦！亲兄弟快跑！岳青红和沈万云就要赶来了，他们不会放过你。放心，我不会输。云雀太没用了。听闻秦牧在大考中用过刀法、术法、拳法和剑法，精通数艺，而他与云雀对战，只出了拳法，都没用上全力。主人，我的魔刀是战场杀伐之刀，招无虚发，可以逼他使出全力。好，你以前是狼居虚国的刺客，久经沙场，让我看看你的能力。你以前是狼居虚国的刺客，久经沙场，让我看看你的能力。有人偷袭！这是什么东西？我在天禄楼看过，这是狼居虚国的图腾。书上说，那里的人都是青龙灵体的变种，龙狼灵体。想必他就是魏兄提到的狼奴。那他的主人岂不是藏在暗处？这小子推发诡异，似有神能气运。
秋天神掌稍作修改，放瞬间亦爆发雷霆之势。胡灵儿，他的战斗经验丰富，而且用了兵器，所以我下手重，给他留点钱财之伤。消失了，不好，我暴露了。人间有一计，去影随心急。原来这就是天文中记载的云中之云。他就在我背后。月师妹要输了啊！哎，月师姐呢？他也是个高手，不过云宗却影重在身形，而不在脚步交错。他一味重视脚步，所以输了。陈兄弟，你又赢了！我从这三人身上学到很多，希望多来点高人，帮我开阔眼界。大师兄，你看出了什么？我在观察他的弱点，他的拳法、腿法都是1等1的，甚至还会剑法和术法，几乎没有弱点。但是他在与你们动手时催动功法，有一丝微不可察的破绽。他的破绽在哪儿？这不是蒋学的重伤，是被战进中。不好，太学院有大事发生了。走，快点去看看！走。好一派超然于世的气度。万物化生，太极问道，是道门。道门，道门作为正道第一大派，历史悠长，底蕴深厚，素来隐居昆仑山，为何突然来我太学院？久闻太学院是天下第一学府，广揽天下才子。道门丹阳子携道子林轩前来问道。这是什么？看看。这是在堵门呢。除非有深仇大恨，不然谁会用堵门这种手段？打太学院的脸，打国师的脸，打我延康国的脸。肥妻，玉秀妹子，你怎么在这儿？我可是太学院皇子院的世子，自然得来看看。道门是正道第一大派，
这次现身非同小可。若是太学院无法逼退这2人，只怕他们离开之后，道门便会造反了。凭借道门的声望，他们是想攻心。京城外面有各派趁机作乱，还打着讨伐国师的旗号，但京城里面还见平静，民心向背，一目了然。要攻谁的心？国师的心，天下人的心。国师将天下绝学收归国有，但如果聚集诸多资源，教导出的士子仍不如道门弟子，那这变法还有何用？届时父皇如果不诛国师，必会失德，失去人心，天下宗派悉数造反。这不只是攻心，而是诛心啊！诛人心向背之心。丹阳子，这是何意？道兄，天下大事滚滚如潮，久闻太学院聚集天下道法神通，国师要用太学院来取代天下宗派，道主便派我来看看太学院是否有这个资格。道门一向超然，如今也坐不住了吗？我道门不求振兴本教，只求天下宗派不会成为延康国的附庸。3日内，太学士子皆可前来挑战。若道子落败，则我道门再无脸面反对国师。若3日内没有人打败道子呢？那就证明国师的变法无用。若皇帝和国师坚持违抗神谕，为天下换一位新主，也未尝不可。我明白了。太学士子听得号令，3日为期，无论修为高低，皆可下山挑战道门道子。太学院输了，道门便要天下换主，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啊！大师兄，我们世子居不如身先士卒，替太学院争得这个脸面。我倒要看看道子实力几何。道门凌轩，6合境界，自封6合神堂。他出招了吗？只打个照面的功夫，就连把我世子军数10人。看不出他的剑招的，最好还是不要上场。二皇子殿下，二哥，二皇子殿下，二哥，道子哪来的剑？道门以道剑闻名于世，道子臂间的那柄拂尘，便是他的剑。对付世子居的5要境世子，1根尘丝足矣。
接下来，去前线历练的神通局高手，也该回来了。青龙军镇威校尉昆子羽，敢请道子赐教。道子既是六合境，我便自封七星神宠。神通局的昆子羽，他也从边关回来了。镇威校尉是6品，看来他在边关搏杀，立功晋升了。青龙军，严康国这是在以练代学，培养官员呢。等太学士子离开太学院，便可直接授予实职，派到地方上或军中为官。道门道子，今日我以国师所传4项战阵其中剑招，向你讨教一样。昆师兄，我俗名林轩，启。破开百魔图的4项战阵。这下我们赢定了！阴阳道眼，你的剑仍有破绽。国师所创剑法果然高明，可惜你不是他。即便身处乱剑之中，仍能一眼看破昆子羽的破绽。好一个道门道子！放牛的，你能胜过道子吗？丹阳子师说，我看到一个厉害人物，他的眼睛比寻常人多出2层眼瞳，似能看破我的虚实。心如止水，不为外动。严康国师号称神下第1人，他设立的太学院中自然有些厉害人物。倘若是山门前交锋，他封印了6合神藏，我与他的胜负在5-5之间。吹牛！你与他在5-5之间，岂不是说你比七星境的昆子羽要厉害？倘若不是正大光明的交锋呢？你的胜算又有多少？生死搏杀，不择手段，他没有半分胜算。其实我很强的。哼，5-5之间，你怎么还不上去？我为何要上？我只在寒光殿听了1堂课，没有学到太学院的本事。就算打赢了，又证明不了太学院的厉害。你，我是大虚器皿，你们原本就想赶我走，怎么现在又要我替太学院出头？太学院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匹敌凌轩道子的天才？二哥，你做什么？七妹，于延康，我乃5品游骑将军，于太学院
我亦代表了皇子院，我必须赢下这场，好叫天下知晓，我们林家是打出来的皇帝，不是靠文武百官捧出来的皇帝。延康国二皇子，皇子院世子林玉书，请道子赐教。九龙地皇宫，五龙脚上。你们皇室的功法很厉害。那是自然，我二哥可是在战场上实打实赢来的五品官职。玉箫妹子，你二哥要拜了。道门先天太玄功，果然玄妙。是我输了。二皇子身上聚集了延康最为上等的资源，仍敌不过道子。剑法、瞳法、元气、法术，道子没有任何破绽，怎样才能赢过他？你们天禄楼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多年都破解不了道门功法吗？那也比你们天阴阁、化圣阁强。正事不做，天天叫世子奏乐弄墨。爸，世子居世子，神童居世子，皆被道子击败。都怪你们这帮老古董，道法神通跟不上时代，好好的苗子都被你们祸害了。都是你们这些武学奸臣无能，教不出好世子。老东西，分明是你们连太后都治不好，还得靠毛头小子去治。都消消气。当务之急是解决道子。太医殿的人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怎么不见你们派世子出战？每年打着炼丹的名义领那么多俸禄，也不见你们栽培出什么厉害角色。二皇子也输了。调息吧，短时间内没人敢再来了。师叔，太学院非常可怕，这些太学士子每一个都算同境界中1等1的强者，而这样的强者在太学院中比比皆是。强盛如我道门，也只能倾力培养出个别如你一般出类拔萃的弟子。假以时日，这些太学士子成长起来，没有哪个教派能够与之抗衡。所以在那之前，我们必须摧毁他们的信念。启禀大祭酒，小半日过去，无人再上前挑战。看来太学士子已经被道子打消了一身的锐气。不如尽快上报国师，让国师弟子前来，说不定可以击败道子。胡闹！神七九，国师弟子是国师按照旧俗独自栽培出来的，跟那些宗派没有区别。打败了道子又如何？只能证明太学院无能。此事传扬出去，道门必定造反。道门反叛，天下正道皆反。
你是祭酒，那你说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也比你带着弟子天天窝在青阳殿念经修禅强。你要是把天洛罗那些道法神通念个遍，说不定早就研究出克制先天太玄功的方法了呢。请国师来吧。国师很久没有在我们太学院开讲了吧？你是说让国师前来传授剑法神通，然后让太学士子击败道门道子？3天，只有3天，老爷子，国师3天能够教出一位战胜道门道子的天才，哼，你信吗？信。霸山，你不要小觑了国师的能耐，他毕竟是神下第一人。你见过我的伤口，现在将伤口弄出来。国师怀疑太学院里有反贼，何不多带一些高手，这样才显得没有信心。太学院这么大，自然会有几个反贼隐藏其中。不过这里是京城，谁敢在这里杀我？瞒过反贼耳目而已。你也随我同去，见见你那位师弟。200年前，延康国师横扫天下，可200年过去，无论是国师自己还是太学院，始终教不出第2个国师。变法自太学院而生，也将自太学院而衰。大祭酒盛情难却，我开坛讲剑，只讲2日，不谈其他。不是3日吗？堵门3日，现已过了半日。若是讲学也要3日，黄花菜都凉了。国师，请。奇怪，国师面上有些潮红，比起病态，倒更像是涂了婆婆常买的那种胭脂。身上还有股若隐若现的血腥气。这么久了，伤还没有好吗？还是说他在装病？何谓剑？有人说剑有万千招式，也有人说剑只有14招，谬论也。剑若是被固定，那就不再是道。如果不止14招，那么天下所有剑法都将出现新的可能性，必须重写重造，否则就会破绽百出。难道延康国师？我在14招剑式的基础上，开辟出3招新剑式，创造大6合剑法。这2日，我便教你们这3招新的基础剑式。不过在此之前，我要你们忘记剑的形态。剑可以是生，可以是光，可以是元气，可以是眼神，可以长，可以短。
可以柔软，也可以坚硬，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攻击。你们能够忘记剑的形态，便可以学习我的剑识了。第15式。无垠，绕剑式。以往的剑式都是线形出击，绕剑式却是面形，以天地四方为界，这就是大六合剑法。好奇妙的想法，难怪是神下第一人。诸位世子，你们可以元气化剑，施展一遍了。施展？我连看都没看清，更别提学会了。算了，先把国师的话记下来再说。放牛的，你学会了吗？他们的元气丝都很纤细，化成的剑气也细如发丝。可我的元气丝，不行，这样粗的剑气太不灵活了，不方便施展。或许我可以试着用绕剑式将我的元气丝分解。这小子鼓捣一根棒子做什么？器皿元气深厚，悟性却一般般。成了，终于成了！我终于练成了元气丝。我终于练成了元气丝！他练成了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这就是我那位小师弟呀。炼气成丝，是控剑术的基础。那混小子连元气丝都没有练成，是怎么进太学院的？啊！贿赂哪位考官进来了？霸山祭酒刚从前线归来，有所不知。他名叫秦牧，是个大虚器皿。他打赢凌云道人后，被陛下钦点为天子门生。凌云，你放水了！皇帝也受贿了，真是个大嘴巴。师尊也忒无能了些，竟然寻了个呆头鹅，一看就很好欺负。剑藏于气，剑气交绕，有点意思。现在，我来传授你们第16式——剑无常形，游剑式。剑在空中飞行不受限制，剑的形态也不受限制，因此。剑可以游，如蛇游，如鱼游，如龙游，如凤凰翱空，如天神倒空。何必拘泥于前人的基础剑识？
这样的思路，不只可以改变剑法，更能改变天下所有的作战方式。这就是祖师说的新时代吗？太学院，我真是来对了。丹阳子师说，山上讲学的人是延康国师吧？我只隐约听到他1-2句话，便大为受益。或许他治学变法，是真想推动神通道法发展，我们又何必堵门？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延康国师天纵奇才，早年他向道主求学时，道主也期许他会成为500年一出的圣人。只是倘若他没有成为圣人，反倒作恶呢？作恶？他狼子野心，要灭天下宗派，这是其一。其二便是，他竟然推行天魔教的教义，假圣人之名行魔道之事，实乃我正道大敌。正邪不两立，他与魔道为伍，越有才华，威胁越大。他开设小学、大学、太学，确有益处，但也有弊端。你身为道子，自幼受道主教导，倾道门之力栽培，方有如今造诣。那些学院的奸臣，能有道主的本事吗？能教出道子这样的人物吗？他们的士子大部分毕生庸庸碌碌，只知道学和用而已，无所作为。我与士子们交手时也发现了，看上去人人皆是高手，但招式却如出一辙，就像月饼一样，是一个模子烙出来的。神通道法是天才推动的，延康国师看似让更多人得到修炼的机会，实则断了天才之路。宗派有宗派存在的道理，他若意识不到这一点，这道门誓死与他为敌。第17式，剑无尽处，钻剑式。剑尖飞速旋转，单剑可破一切金刚身等防御法门，多剑齐发，则无坚不摧。放牛的在梦游。沈师兄勤修苦练，值得学习。器皿连睡梦中也不忘修炼，值得我学习。我给这些士子留下半日的休息时间，之后的事情便有劳大祭酒来处理了。国师慧眼如炬，这次可曾发现什么人才？得我剑术者1-2人而已，大祭酒应该看得出来。对了，你真的要辞官而去？命不久矣，不必再贪恋权势了。你何时贪恋过权势？你想要做官的话，这国师的位子我都可以让给你，只是你不乐意罢了。你是我半个师傅，你若是走了，我的道友又少一人。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出生入息，死则散息。羽化登仙之时，你我也该分别了。天上真有仙吗？倘若你成为天上的仙，看着你我缔造的这个时代，那该多好！祖师，国师讲学，你有何感想？国师的基础和我一样扎实，但他想人不敢想，做人不敢做。我跟着村长爷爷学剑，以为已经尽得剑法奥妙，没想到还有许多未曾学到的地方。学无止境是错的，唯有创无止境。一直学始终是学生，但是只要创造一招，便是宗师。我请国师来，为的就是给你传道讲法，还不下去？祖师一声令下，弟子敢不从命？
臭小子嘴上说的好听，人家堵门这么久，也不见你动他。不给你好处，你能这么爽快？延康国师此行，想必就是为了栽培此人。道子，去吧，敌视延康国师，但不可敌视他的神通道法，以免局限了眼界。太学院秦牧见过凌轩道子，我武耀境界。道门凌轩见过秦牧世子，我六合境界，自封六合神藏。用兵器吗？这剑器似乎是一品大员的佩剑，不用兵刃，只用元气。既然师叔这么说，那便不用兵器。秦世子，请。请。这是以自己的力量，再加上我的，这一次还能化解吗？这便是延康国师所创的新剑式绕，真是变幻莫测。道子要胜过他，唯有动用镇教剑法了。道子毕竟是道子，即便将修为压至古药境，仍能以自身造诣催动神通。我道门镇教剑法道剑14篇，一剑一篇，以浩然剑意，握运周天。一点穿连浩动，2仪内反复阴阳。他的每根元气丝，每个交织点，似乎都在沿着某种轨迹逆行，能随时逆转阴阳。圆，谁都能画出来，
但切分两仪的那条曲线却需要无比复杂的运算。道子的术数造诣很是惊人。村长爷爷传授给我的剑法，神意可杀，神克伐鱼。约可，这是伐神的剑法。心中无神方可成神，心中有了神，便再也无法成神，更遑论伐神。他竟也有了这般心计。此日楼台顶脉，他时剑履山河。道子，天世子剑法高超，不过我已根据剑气轨迹观测出你体内的破绽所在。左肩就是你的致命弱点。回他妈哈发扬过度关注我左肩的破绽，才是你真正的背叛。凌轩道子，承让。道子，快服药疗伤。师叔，稍等片刻。多谢秦世子赐教，剑差一寸，徒有洞察之眼，却无破法之力，是我输了。道子走了，道门的人都走了，这场论道，太学院胜了。真的吗？道门真的被打跑了。真的吗？是哪位英雄出的手？实乃我辈楷模。太学院英才济济，不枉我们苦心栽培，不枉国师和大祭酒多年之心血呀！少给自己脸上贴金！击败道子的人是在国师讲学后出现的，与你我有什么关系？霸山说的不错，教出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人才容易，但要教出天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疼！百毒金蚕已挡住了剑气的锋利，却化解不了剑气的冲击力。左军的骨头还是受伤了。道门的人真小气，伤药都不给我一份。
连祖师也不管自家少教主呢。你是活的？这么快就愈合了？这是龙血还是麒麟血？好药材啊！龙兄，麒麟兄，算了。龙麒麟师兄喜欢吃酸性吗？那黄梅呢？还是柠檬吧，也特别酸。山上有一头大青牛，我看上它很久了，你能把它弄来吗？看来只有弄来牛，才能骗来宝贤了。师兄放心，我自小放牛，还奈何不得一头牛吗？道门那帮人只认死理，不打得他们心服口服，是不会轻易离开的。看来太学院出了位了不得的人物啊！江山代有才人出，若是只靠几个天才来支撑门户，太学院便与其他宗派无异。国师有何良策？变太学院之法，用一个天才换一代天才。道有此行，可满3日。未满。太学院有如此能耐，却为奸人所驱使，造诸恶业。产子渡他们一程吧。到底是谁打败了道子？这可是件天大的好事，怎么没一个人承认？莫非是大师兄所为？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2天不眠不休，一身实力施展不出8成，如何能击败道子？该不会是秦世子吧？秦世子身怀绝技，无论战技还是法术、剑法，都很不弱。怎么可能？那器皿大呼小叫，说他才刚刚练成元气司，他当着所有世子的面出了大丑，我们心中也很是爽快。只觉被他打的地方也舒服了，也舒服了。难道是皇子院的几位皇帝皇妹暗中出手？他们往日故作怯弱之态，实则隐而不发。二哥，放牛的不见了，肯定是他。那器皿本事不坏，而且有神医之名，还救了祖母。但他毕竟是个大虚器皿，七妹不宜轻信。若是实在心上，赐他入宫做个内侍监便是，不可乱了尊卑。不好，又有2个人在山门前坐下了，好像是大灵宗的禅师，还有禅宗禅子。也不知道那牛是怎么得罪了龙麒麟，非吃不可。公子，钟声又响了，又有人来堵门吗？糟糕，臣子修的是苦行之道，
通过磨砺肉身来淬理禅心，凝成新如来。战斗的越久，新如来之相越是完美。大师兄要观察到什么时候？还不出手吗？何人何愧洒家？这烈坏小肯定不是好人。你要想，谁敢捏兄捏弟？找打！这人怎么比星期二还凶啊？童子一向神武，到了太学院打这个打那个，怎么如今被一头牛打了？老爷，硬欺负你还小妞妞吗？大概要特老爷菜园子里的菜被妞妞给打个跑了。谁敢偷我的东西？胆子倒是不小。不知道，是块愣头愣脑的傻小子，还带着一块狐狸。原来是那个从大学来的混小子，连我的小妞妞都敢招惹，还偷我的菜，很狂很嚣张啊！看我怎么收拾他！多谢祖师相救。祖师，刚才那招隔空取物，就是大禹天魔经的五鬼搬运术吧？教教我吧。山下来了一个禅师和一个禅子。我知道，他们是大雷音宗的。那个禅师我以前见过，叫做净明还是什么的，总喊马爷爷师弟。至于那个禅子，就没见过了。他的名号倒是和道子挺像。道门以术学著称，术数造诣最深的弟子被尊为道子，禅宗则是心学，慧根最为深厚、禅心最为澄澈的弟子被奉为禅子。这位禅子在读我们太学院的山门。祖师，咱们太学院是不是很弱啊？怎么天天被人堵门？我才刚入学，便被人砸了2次场子。哼，放在我们大虚，早就抄家伙打翻他们了。我的意思是，禅子来了，你为何不去？我去过了，看完热闹才回来的。老爷子，喝茶，喝茶。其他世子都迎战禅子，你为何不去？我打过道子了，还受了伤，手还被刺了个窟窿。祖师，你看，诶，伤疤呢？反正我左肩也受伤了，很严重的内伤。唉，我要养伤，谁爱打自己打去。大师兄终于出手了！太学院沈万云拜会禅子，我乃五曜境界，大雷音宗福星，赐封六合神藏。
沈施主，请。尊剑系。你的元气运行到左肩处便会迟滞，是功法不全所致。这是我一直修炼的霸体三丹功。祖师见过这样的行功图吗？连我都不知道这功法的名字，谁告诉你的？村长爷爷说的。霸体三丹功。这老家伙到底还是比我高明一分。我是在一处遗迹里见到这种残图，就将它画在了天禄楼中。原来那幅六合镜行功图是祖师画的。祖师还见过别的吗？我这图少了左肩部分。我只能依我的理解暂时补全，肯定有所偏差。等你登基成为圣教主，领悟大御天魔经的大一统功法，或能彻底弥补破绽。难怪我一直觉得学的越多，越难发挥威力，原来是少了这样一个关键。大御天魔经中的内容都可以传出去，唯独大一统功法由圣教主代代相传，只有圣教主能修炼。登基大典上，厉天行会传给你。厉天行？他不是被婆婆杀死了吗？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圣教交给你之后，我要四处走走。这世界有许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执法长老会同我一起。等我死了，他也好帮我收尸。圣教不留尸身，人死如灯灭，只留一把灰。那时，执法长老会把我的骨灰带回圣教。祖师，茶凉了。没这么快凉。本我金刚身。此人本事不错，算是太学院1等1的高手。与产子交锋10多次才落败，连大师兄都输了。少教主，能给你的功法都给了，国师也请过了，你还不去挑战产子，是想让我请谁呢？皇帝吗？神之器民，朕未必弃；神可弃众生，朕不可。皇帝也是延康国1等1的大人物，他能来讲学吗？死了这条心，临阵磨枪1次也就罢了，还想有2次，我这老脸往哪儿搁？祖师，既然3大教已经到了2个，咱们天圣教是不是也该露露脸？我身为少教主，理应前去堵一堵太学院的山门，壮我教威。臭小子，你以为除了你，太学院便没有人能够击败产子吗？听闻产子名为福星，是因为有着一颗琉璃般的禅心，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云香不才，便想做那尘埃，招惹产子一番。
师，既然三大教已经到了2个，咱们天圣教是不是也该露露脸？我身为少教主，理应前去堵一堵太学院的山门，壮我教威。臭小子，你以为除了你，太学院便没有人能够击败产子吗？传我灭毒印！好的不学，学人家堵门。总是被别人堵门不是办法，咱们何不去堵别人的门？你出力吗？皇帝来开讲吗？滚滚滚！这个混小子，力气不愿出，鬼点子倒不少。祖师不是很开心吗？这小子喜欢逗我开心，不愧是那几个老家伙教出来的。是啊，不如去堵别人的门。他们不是想造反吗？先把他们的脸打掉，让他们没脸造反。苦海无边，孽因业果，罪过。祖师，还有2个月，你便要退了。这件事只能让别人去做了。还有少教主，我离开之后，还有谁能看顾他呢？公子，我们现在怎么办？那头牛打是打不过，但药师爷爷说过，打不过就下毒。我们真的还要救着那头牛吗？它好凶，还会告状。要想得到龙麒麟的宝仙，我必须去。有了这等瞬间去腐生机的疗伤奇宝，或许有朝一日，我就能帮助爷爷们接续残志。走，去太医殿。公子，这副药真能药倒那头牛吗？当然，这叫失迷香，是一种麻药。药师爷爷曾经用它放倒了一头蛟龙呢。不过，我们得先找人借一口特殊的丹炉。小神医，果然是你！你要炼药？尤太医，哦不，是尤老师。我想借蜜蜂炉一用。小神医折杀我了。这便是蜜蜂炉，一体成型，不留封口。小神医炼药，是否许人观摩？蛇眉2钱，天竺子1两6钱，夹竹桃4钱。连点13剂，萃取玉石深处的药性，小神医的手法真是出神入化呀！大家退后些。走。药炼好了。诸位老师，我先走了。都记下了吗？不过刚才他让我们退后，我没看清他收药的手法。收药手法想来无甚影响，小神医炼的药肯定非比寻常。去！
没事，可能是刚刚太紧张了，炼制失迷香容不得半点马虎。肯定是那几个老头盯得太紧，公主才紧张的。这些老师可真奇怪，不停问我手法还有丹方的问题，明明药理才是最关键的。罢了，我们去拿下那头牛。他好像就是这样。练不成也没关系，开炉吧。好香啊，果然是神药。不对呀，他炼的药好像不是雾状的。这是怎么了？来人呐！快，让路，子宽！我的腿呢？我的眼睛我看不见了。发生什么事了？难道又有其他宗派的敌人来袭？快，去通知霸山祭酒他们，其余人随我进去救人。好厉害的毒！是谁下此毒手？连法庆禅师也被毒倒了。待我先吹散这毒气。不要吹！不知道，我们先去找龙麒麟交差，正好看看什么情况。没发现敌人，这毒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整个太学院能不被毒翻的，恐怕只有天人境以上的寥寥10-20人。我太学院是当今第一学府，如今却要灭门了吗？幸好有大祭酒在。但他们却……他们又没有死，你哭什么？这毒气似是毒王的手笔，我知道是谁干的好事了。我的小牛牛！小子，放倒我的坐骑，我跟你势不两立！墙角站着，谁下的毒？那头牛是我麻烦的，这些人不是。
但这不是毒，只是麻药。过会儿他们就会苏醒了。你才来太学院几天，便折腾个天翻地覆，世子居的世子快被你打遍了，房子也快被你拆干净了，当着皇帝的面打翻凌云，现在又麻烦霸山祭酒的坐骑，麻烦太医殿，我这太学院几乎所有人都被你麻翻了。你下一步准备放倒京城所有人吗？麻翻全京城，那得多大的丹炉才能炼出这么多尸迷香？我是说，麻烦这些人的尸迷香真不是我炼的。大雷音宗的人走了，也就是说，产子被打退了。难道是击败道子的那个世子又出手了？齐世子，是你击败了产子吗？当然不是，我一直在被大祭酒驯化。我之前闻到一股香味便晕了过去，醒来就听说有人打赢了产子。我见秦世子神采奕奕，还以为是你赶走了产子呢。不对，中了尸迷香的人会虚弱无力，而他一点反应也没有。他为何要撒谎？莫非打败产子的是他？那他又为何要问我？该不会是想向我炫耀吧？司世子受累，早些歇息吧。难道祖师说的就是他？他也是圣教的人吗？这么说来，他也姓司，也喜欢炫耀。怎么回事？我们不是在效仿小神医炼药吗？药呢？原来是你们这帮老家伙捣的鬼！什么神药？那是麻药！你炼麻药是要做甚？专门去麻烦霸山的坐骑？我跟他闹着玩呢，他不让我偷园子里的菜。那你为何不去偷菜，反倒绑走我的牛？难不成我的牛就是你的菜？霸山，你说要怎么处置秦世子，才能让他安分一些呢？大祭酒的意思是，你若是杀了他，我就杀了你。你大概不清楚，治好太后的花象神医就是他，此外他还是毒王的弟子。既然我的牛没事，那我也不追究了啊！我就快卸任，不能再捅出篓子了。安分些可好？可我还想要龙麒麟的。悠悠，别躲了，出来吧。打败道子的是木儿，打败产子的是香丫头。这次击退道门和禅宗，靠的全是圣教之力。太学院可真是一败涂地呀！祖师辞官是对的，还是早点回山，让木儿登基。既然如此挂念少教主，为何不去见他？有祖师在，我可不担心他的安危，远远看一眼就够了。难道不是因为心魔发作？悠悠，我主持登基大典，届时厉天行必须现身。我知道了。新的大祭酒即将上任，太学院也需有新的变化了。道门、大雷音宗皆已败退，三大教派唯余天魔教按兵不动。或许他们已经出手了。难道暗中帮太学院击退道子、产子的是天魔教之人？天魔教、延康，一个是伪装成教派的国家，一个是伪装成国家的教派。如果联合起来，正好可将其余两教推入我手。道门、大雷音宗接连堵我山门，想必诸位也清楚世子与道子、产子的差距。人才与天才，天堑之别。
论栽培人才，太学院远胜宗派，但论到天才，我早就说过了，要因材施教，让天才和笨蛋一起学。等笨蛋学会之后，天才方能学习其他神通，这就耽误了修炼。你在世子居挑选了一个苗子，独自教导了几年，他如今怎么样？婉云还算争气，在世子居做了几年大师兄，可见单独栽培要胜过集体授课。这些年被太学院耽搁的天才不在少数，我就要卸任了。霸山，培养天才的难题只能交给你。我与国师商议，于太学院中选拔博学多才之士，授予太学博士，交由你专门授课。但你从博士身上寻到教导天才的窍门，便可推广至小学、大学。届时天才辈出，太学院将全面超越各大宗派。那老爷子选的太学博士是谁？这位太学博士与你还有些渊源啊！老爷子心可真大，居然压注在一个大虚人身上。大虚来的家伙，能同我有什么渊源？霸山祭酒，你找我？哼，字儿倒是比华生阁那帮人写得好。哎，大祭酒把你交给了我，以后我和你住在一起，免得你又四处闯祸。你还记仇？你打了我，我只是迷晕了你。你见过像我这样的好人吗？你是对好人有什么误解吗？狐狸姐姐，小的是来给云雀少爷赎衣裳的，您看。嚯，好多钱，都是你勒索来的。怎么能叫勒索？公子打败了那些世子，我们这是凭本事大赚了一笔。我怕我收钱会手软，打出感情不好再动手。下次不许拿他们的东西了，等钱花光之后再拿，细水方能长流。这小子挺混蛋的，教他的师傅应该也是个混蛋。牛牛，咱有钱了，去买几坛好酒。酒，妞妞我也去。老爷子看上这混小子哪儿了？赶走道子产子的是不是你？道子输了我半招，产子没有交手过。你不是刚练成元气司吗？那你之前是怎么击败凌云的？一剑刺出去，他就败了。什么叫一刺就败了？我自封神藏，你刺我试试。就是这样一次。我还以为凌云受贿了，难怪，换作是我，没有防备之下也挡不住。不过你左剑的功法好像出了问题，再多练几招让我瞧瞧。剑法不错，你师傅是谁？挺厉害呀。我的师傅也很厉害，前几日我好像看到我师傅了。没想到吧，我也有师傅，是战技流派的。我本以为师傅死了，没想到他还活着。他老人家的下半身不见了，却跑得飞快，我用尽全力也没能追上。没有半身的战技高手，难道是屠爷爷？然后我遇到一个瞎子，他把我揍了一顿，问我为何跟踪他，特不讲理，还非要逼我对视。爱对视的瞎子，该不会是瞎爷爷吧？他和屠爷爷什么时候离开大虚了？就这么一会儿，我就连师傅的影子也找不到了。他一下子就没了踪影，我翻遍整个京城都找不到他。那个瞎子后来去哪儿了？你小子怎么停下来了？接着练！剃刀出进来，车马轰如雷。哼！只身赴皇宫，手挽君王头。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飞出光芒，上
不学无畏力，一刀独立，五大荒，风雨如晦，一数一线间。师兄，师弟，原来师兄也是屠爷爷的弟子，也会杀猪刀法。什么杀猪？这叫天刀八法，是以师父名讳命名的刀法。屠爷爷的名字叫天刀，世人都称他为天刀。师父说他有个仇家，知人姓名就能用无法害人，所以他很少将自己的名字告诉别人。能逼得屠爷爷隐姓埋名，这个大巫该有多厉害？大虚凶险莫测，他老人家又没了下半身。师父这些年过得如何？可有遇到什么危险？生活可有困难？一切都好。屠爷爷可厉害了，双手疾爬如飞。你随毒王学过医术，如果我找回师父的下半身，你能否接回去？能。等我用青牛骗来龙麒麟的宝弦，就能用它重连断肉，重接断筋，重塑断骨。他帮走牛牛，原来是为了师父。师兄，屠爷爷的下半身在哪儿？200多年前，师父杀上天穹后，与诸神交战，身体在空中一分为二。屠爷爷的身体是被神斩断的，下半身好像坠落到塞外，被一个宗派的弟子抢了去。待我查出那人下落，我们就去把师父的下半身夺回来。好，不过大祭酒刚叫我安分点儿，我就这么跑出去。那师弟，今时不同往日了。啊！圣旨到！圣上谕旨，太学士子秦牧天资颖逸，抢学不怠，今量才着用，敕封太学博士，官居正6品，可登天禄楼3层，不受太学院管制。钦此。秦兄弟太厉害了。皇帝钦点所悉甚重，博士是世子中最为博学的天才，也是身负名利求索之职的朝廷命官，更是太学院超越各大宗派的关键。你便是我太学院第一个太学博士，秦博士。秦博士往后只需去化圣阁、军机楼、镇元殿、天音阁学习书画、兵法、阵法、音律，其他的跟我学，我会因材施教。可这样单独教导，不将所学之奥秘传授给天下百姓，又与宗派有什么区别？所以大祭酒让我来探索博士治学之道，一旦确立，便可以推广开来，培养出一代天才，一代博士。凭何是那器民做太学博士？凭他有资质，你们若不服，可以与他较量，展现你们的资质，一样能成为太学博士。秦博士，快把你左肩的破绽修补好，别被其他世子越过去了。启民，你破绽已出，这次定要叫你从巷尾输到巷头。这位师兄叫什么名字？我输了之后，也好知道是输在谁的手里。你来自蛮荒之地，倒也懂些礼节。听好了，我姓叶，名清。
小哥，动静小点儿，不要让我们天天修。辛苦几位。破坏小点儿。你不去打？你的剑法里藏着真龙剑意，我还想借鉴用江龙宫那条幼龙的剑术。你知道那条龙？小哥宗师气，宗师个屁！狼奴和我联手就是无敌！器民的破绽，知道又如何？你倒行逆施，我要替天行道！这话太狠了，我不敢说的。魏兄，师兄弟间切磋是常有的事，更何况咱们是过命的交情，不如你我点到即止。来了！我好像领悟到国师的三招剑式。放牛的太厉害了，整个世子居无一人是他对手。他再厉害，也是个大虚器皿，而非我严康子。七妹，你不要与他走得太近，免得被人诟病，说你失了皇室的分寸。器皿又如何？英雄不问出处。他是父皇亲收的天子门生，太学院的第一位太学博士，我看好他。秦兄弟，为何大家明知你有破绽，却无法伤到你？知道破绽是一回事，能破解是另一回事。说是同境界交锋，能击中我破绽的，整个太学院加上大祭酒，也就2、3人。你不是他的对手，高出一线是高出一根头发丝儿，而他的本事比你高出一筹，就是比你高出一根筷子。他才是我世子居的大师兄。秦家的秦玉、小胖子、岳青红、云雀，再加上万云，都可以做下一代太学博士的备选。原来师兄故意揭露我的破绽，就是要借机观察他们的实力。师兄，秦博士和我师出同门，是我师弟，你是我徒弟，以后要叫他师叔。原来沈师兄是师兄的弟子，难怪这么强。哼，你叫什么师兄？乱了辈分，叫师侄。沈师侄，沈师侄不习惯，就先消化消化，以后再叫。
师弟，你用书牌去天禄楼借几册功法神通的经卷，去塞外的路上我教你。霸山老师，我也随你去历练。这次不带你，总是只带世子居的世子，皇帝会觉得我厚此薄彼，给我穿小鞋。除了秦博士，我会再带一名皇子院的世子，你自行修炼便是。是。我一日没有败在你手中，便一日不会称你为师叔。师弟，此行除了历练，还有一件事必须完成：夺回秃爷爷的下半身。我请你，我顾灵儿，叫着假白为异姓兄妹，还是异姓姐弟吧。好，灵儿姐。牛二弟，你这一身青皮和青龙很像，你有青龙血脉吧？这身皮一定值不少钱。小狐狸几坛酒灌下去，就骗来了一个小弟，颇有木耳风范呢。你还想在京城待多久？不长你的眼睛了？你呢？不长你的下半身了？不怕被你那个大嘴巴徒弟缠上了？承认吧，你也舍不得木耳。唉，木耳走出了大虚，我们也该走出来了。秦二皇子，保举一人随我去历练，须是没有修成六合境的世子，修炼之道尚未固定，更适宜发掘潜力，因材施教。霸山祭酒在太学院的地位，仅次于大祭酒。皇子院的人若有他的指导，或可引将储君之位。国师曾说，我七妹悟性绝佳，资质不凡，就是有些顽劣。霸山祭酒教学严厉，可替我磨磨他的性子。我妹，哥哥要出远门了么？下回跟哥哥出去耍一耍。什么妹妹？龙麒麟分明是公的嘛。别伤心，反正人家从没喜欢过你。牛儿，如果他喜欢你，你就更麻烦了。青牛，回来！我不会再麻烦你的。二哥，我真的可以跟着霸山祭酒去历练。我与你一母同胞，自然要把最好的给你。正好，也可以让你远离那个气。霸山祭酒，你们何时出发？还要等一个人。他来了。放牛的玉秀妹子，原来是你要跟我们去历练啊？是我，你不高兴？没有啊，有个朋友，这一路上就更有意思了。就是你二哥怎么一直瞪我？感觉你身边总有一些凶巴巴的银汤人。之前在香龙城，清风也就经常瞪我。都到齐了，那就出发吧。霸山祭酒，我可否与七妹一同出行？二皇子已至七星境，修炼之道固定，我无法教导你。放心，七公主的实力一定会突飞猛进。我要带你们去的地方凶险异常，每一分提升都关乎你们的小命。七公主选的这本清霄雷饮，
不错，是道门正统雷法。你们皇室的九龙帝王功刚猛霸道，两者结合，威力更强。你选的倒是不随大流，颇为独特。七公主虽是武药境界，但根基不稳，发挥不出功法的真正威力。看好了。和战技竟然可以结合使用，我恩师的刀可以切开天地，斩破苍穹，一刀破世间任何法术神通。我做不到，所以只能另辟蹊径，自创战法河流。从今天起，你陪七公主休息吧。深处无残留，万古滔滔涌江流。深谷牧场不春秋，徒有梦魇不知愁。策马陌路远康游，我信这一生霸体，破心中神仙无敌。斩上苍，踏遍天地，梦醒赴死谢恩义，魂飞涅槃新生命，一剑开，解辟天地，就随我对天射日见黎明，虚空早无比安息。眺望世间不冷寂，岁月静好心不息，岁月静好心不息。这位小哥可是秦牧？啊！前神医赠神药纯阳连虫丹，救我庆门关无数将士性命。亲手编谋，
你终将是一败。老将军，快请起！救死扶伤，原是医者本分。霸山祭酒，这次还是在我庆门关历练。我们要横穿草原，去塞外第一圣地楼兰黄金宫。楼兰黄金宫，就是他们夺走了屠爷爷的下半身。他们很厉害吗？比之道门，大雷音宗也毫不逊色。楼兰黄金宫是塞外最大的巫教，也是草原诸国背后最大的倚仗。这次蛮狄国向延康开战，他们便派遣了许多大巫相助，永无法搅动战场局势。庆门关将士死伤惨重。如今两国交战，你偏要带着秦深一与七公主出塞，倘若出点事，够你太学院满门抄斩了。有我在，不会出问题。我在蛮狄国也有自己的耳目。我关心什么？这是你们太学院的事情，即便出了事，也是由你们太学院担着。蛮狄国不认大封闭，只认金子，秦深一带着当盘缠。诸位，请通行。那是大虚的山林，横亘在两国之间的天然屏障，大家都叫它鸭舌头。我们要赶在天黑前穿过去。黑暗似乎在保护或者隔绝延康。小心，蛮子在交战。放箭！绝壁天罡。蛮狄大军追来了，击刀丸，迎敌！雷、风、雨。老兄投降，投降了！求将军给我铁耳木族一条生路。莫里木，是你呀！天下无双的武可汗，我草原上的王，好久不见了。霸山老师在草原的名声竟然这么大，多谢武可汗出手，拦住这群不知死活的叛徒。铁耳木部族造反作乱，可汗有命，拒不受降。收了他们的魂魄，献给黄金宫。
也太凶残了，就连我们大虚也没有这种风俗啊！武可汗不做我草原上的雄鹰，非要做延康皇帝的摇尾狗。这些年，我们草原好汉都等着宰了你，夺回武可汗的称号。这些年，我们草原好汉都等着宰了你，夺回武可汗的称号。我本就不是草原的人，只不过是随恩师游历至此，将草原高手打了个遍，百战无一败，被你们尊为武可汗而已。敢问武可汗，此番来我草原有何要事？我太学院的世子想要重走我当年的路，堵一堵楼兰黄金宫的山门。堵门？塞外第一圣地的高手，的确值得一会。哼，就凭他们，当年有天可汗在，武可汗才能堵门成功。而今你的实力比天可汗如何？虽有不如，相去不远。外迎雕狼，速命黄金宫。夫尊，武可汗回来了。传令，放行。老师是武可汗，那天可汗是谁？我恩师天刀。师兄特意张扬堵门之事，是打算掩人耳目，伺机盗宝吧？不错，你们俩堵门，我去宫里偷东西，得手后我们立刻便走。偷圣地的宝贝，这么刺激！我们这一路走来，未曾见到一位大巫踪影，想必他们早已被召回楼兰黄金宫，布下天罗地网，等着对师兄下手。真到了宫中，只怕师兄分身乏术。你想怎么做？我跟着爵爷爷学过偷盗之法。他爷爷很厉害的。他是怎么瘸的？好像是偷东西的时候被人砍掉了一条腿，腿都被砍瘸了，可见技艺不精。楼兰黄金宫里机关重重，封禁密布，普通偷盗功法根本无用。你们只管堵着楼兰黄金宫的门，其他的交给我。但愿你用不上。
妹，你这皮肤真白了，俺是牡丹了吧？哎，不对，是公的还是母的了？是母的。妹，哎呀，你这妹子长得真是好看了！哎呀！圣地已至，吴可汗，前路多坎坷，请吧。这片湖叫做弱水湖，是通往楼兰黄金宫的必经之处。这些都是被巫教掳走的奴隶吗？是我严康的子民。严康也会击杀我大虚的子民，把他们当作奴隶。他们的魂魄似乎被人用去炼法了。楼兰黄金宫的无尊楼罗经讲究采魂修炼，使身体构造向神魔靠近，练成神通的就是大巫，到了天人境便叫做巫王。看来那位大巫应该吸收了不少阳妖的魂魄。吴可汗，巫尊已经等候多时了，请上船。不能踏水过去，绕过去吗？或者让青牛载着我们飞过去也行。圣地的弱水没有浮力，羽毛飘在上面也会沉底，绕过去则需翻过雪山。嘿嘿。能走出雪山的可不多，至于飞，这片空气是死的。上船吧。吴可汗修为深厚，更胜当年，请上山一会。哼哼，吴尊发话，巴某自然不得不从。只是我此番是来堵门的，不是来叙旧的。牛牛，送门上山。送门上山。
吴可汗，你已经逍遥了这么多年，为何今天送上门来？送上门来，这话说得不错。牛牛，将门放下。当年我堵门100日，没法对强者留一手，只能打死。倒是那些弱的，都在我手里活了下来，也就是今天在场的诸位。我们的伤早就好了，这些年我们一直养精蓄锐，很想与武可汗再交手一次。有机会的。我孙恩师在这道门下打死过不少人，现在这门便交给你们了。这里的堵门规矩与延康可有何不同？道门和大雷音宗到太学院堵门，只分高下，不分生死，打过之后也和和气气。但在这里都是照死理打，遇到与自己并驾齐驱的高手，必得杀之。终于按照大虚的规矩来了。你们要是输了，除了性命，授予你的武可汗之名，我也会一并收回。武尊，他们是武药境界。楼兰黄金宫弟子听令，以武药境与他们对决，生死勿论。谁敢超过武药境界，我要他性命！武可汗，当年天可汗带你前来我黄金宫堵门，天可汗的神通无边，自然令人钦佩。但你并不是天可汗。只要你们杀不掉我，就得按照规矩向他们挑战。老爷，不要叫人家打死了，回去变成牛肉。两个胆大妄为的小子，你们知道你们是在堵一个圣地的门吗？师兄，礼数是你们延康的东西，我圣地可没有那么多规矩。等杀了你们之后，我要吸了你们的魂魄，用你们这样的人修炼，可比用那些奴隶强太多了。玉秀妹子，这次我先来。对手太弱，都不够激起战意啊！哎，你快放牛的，连我都打不过，能打过他们了？俺韩老爷在这道门底下可是没了打败过。我是霸体，我是天生霸体，普天之下相同境界者，无人能胜我。什么狗屁霸体，没听说过。瞧瞧那些，趁早滚回你的羊圈喝奶去吧！两脚羊也配称霸？我霸体，无双的霸体。青牛，你家老爷需要100天才能打垮楼兰黄金宫，而我只需要1天。1天，我就可以将黄金宫所有弟子的意志摧毁。将你们的自尊统统碾碎，
将你们的尊严踩在脚下！待我炼死你的魂魄，为师兄报仇！区区巫毒！继续！可恶！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40名巫就这么被他杀了？还有谁是彩魂修炼的？出来！我想杀一个。斯穆罗，他的破绽在左肩，这是他功法没有练到的地方。我已经看出来了，只是没有看出确切的位置。多谢巫王指教。作为长辈，这样无耻有些不好吧？吴可汗，当年我败在你手上，痛定思痛，总得一雪前耻，请吧。这里的人修为太低，我怕你我交手会将他们震死，随我去雪山一战。但愿你用不上。师兄引走巫尊他们，是想让我趁机潜入宫中偷盗。不过还有4个巫王留守，既如此，来吧！连战40余人，你的力量损耗不小吧？把运魂拘在羽镜中做剑灵，无法的确要险。
日照阳光，空中烈禅宗猎魂法，伊西瓦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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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要摧毁他们的意志。必一定会做到的。放牛的，你左肩的伤，那片羽毛上不是我的血。斯姆罗师弟还是嫩了些，不够沉稳。我丹巴罗。丹巴罗不错，心狠手辣又沉稳得很，是个大才。丹巴罗，丹巴罗放牛的死了。不可能，公子不会输，那不可能是他！不要冲动。延康国的两脚羊就不配活在世上。
接下来，同门的人是我。现在只剩下这一个小女娃，等不了多久，我们便可以去雪山看看了。去向乌尊报捷。是。启禀乌尊，杜门的小家伙死了。哼，吴可汗，你很快也要死了。丹巴罗怎么不回来？多半是因为他也受伤了。丹巴罗生性谨慎，受伤之后肯定会立刻疗伤，不留下任何隐患。这也是他令人赞许的地方。此乃藏宝重地，丹巴罗，你在做什么？弟子击杀了前来堵门的严康恶徒，收获了一把宝剑，不敢私藏，打算献给乌尊。好灵兵，在我黄金宫中也找不出几件能够与他相当的宝物。你立下这等大功，又献上此等重宝，乌尊一定会大大的赏赐你。还望师兄行个方便，带弟子去宝库看看都有哪些宝物。待到觐见乌尊时，弟子便能求得赏赐。也好。记住，只许看，不许乱碰。一旦误触乌尊的封禁，里面的恶鬼就会被释放出来，将侵入者啃噬入腹。师兄，宝物呢？急什么？走近点再瞧瞧。丹巴罗，你这大功，连我都羡慕得很呐。我从严康人身上得到了不止一件宝物，
还得了一瓶圣药。我嗅了一下气味，美妙的很，似乎要成神了。丹巴罗，我提前带你来这里挑选宝物，你不孝敬孝敬我？重宝可都放在最深处、最珍贵的位置。小气。好香啊！这叫须弥香。重宝在最深处，屠爷爷的下半身应该就在那儿了。飞机还在外面堵门，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第三代宫的行宫图，可惜不是武要境的。这半截身体金灿灿的，看着就不像屠爷的。宝库里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半神了。这残留的威势，比巫王还要强大恐怖。难道是巫尊的身体？那屠爷爷的呢？是被巫尊炼成了灵兵，还是巫尊砍掉了自己的下半身，把屠爷爷的装了上去？或许他认为屠爷爷的肉身比他的还要厉害，是他毕生都无法企及的，所以。风镜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若非熟知它变化的规律，哪怕拿着符宝也解不开风镜，反而会师傅出恶鬼。假设离开宝库的符文顺序是：再用紫微斗数推算，
须抓住风境变化的短短一瞬。滔天神腿和幻日神手本是一体的法门，同时施展，我的速度能提升数倍。不过这种事以后还是少做，免得像瘸爷爷那样。这武器有一股血煞之气，倒像一头无比恐怖的大妖。难道是树精修炼成妖，又被做成了禽？禅宗的千幢塔也是个好东西，就是太大了。啊！神域，这手骨大有古怪，难道是神的手？这口残剑似乎没什么威力，却被收藏在宝库最深处。难道它比神的手还要珍贵吗？我把黄金宫的宝贝都拿走，会不会太过分了？应该算不上过分，他们喜欢的邪物都给他们留着了。是时候带大家撤离了。死吧！
降猪子果是湿迷香的解药，快服下。放牛的，你还活着？我是在做梦吗？不是做梦。影响哟。难道真叫师弟得手了？好小子，师兄一定拖住他们，助你们脱身。老爷还在塞河里了。放心，我们能逃出去，他更能。而且乌尊他们发现黄金宫被我麻翻，定会回去查看，反倒能给师兄制造离开的机会。等乌尊和巫王们捡了尸迷香，立刻就会追杀过来。青牛，能跑多快跑多快！我来抱着他。那头牛，那头牛！你们的牛快把我们村的水喝光了。老人家，我们这一路实在劳顿，所以我家的牛多喝了点，还请见谅。你家的牛真壮实，我们村也有几头母牛，能配种吗？我可不配种啊！我已经心有所属了。妖怪！不是妖怪，我是妖怪。你们是从隔壁村逃出来的吧？哎，隔壁村的日子过得好些，才养得起狐仙和异兽，却也免不了被抓壮丁上战场。天色晚了，你们到我们村歇息吧。那我们便叨扰一晚。我来帮您赶羊吧。哦，是。难怪小伙儿养的牛那么好，一看就是老手。放牛的，你这名字还真不错，牧牛牧羊都合适。哎，你还放过什么？别撩我了，老人家您带路。这小伙儿结实又能干，对我这把老骨头也是有理的很。姑娘，你真有眼光。老人家，不是你想的那样。老伴儿啊，家里来客人了，再加几双筷子。哎，羊都回圈了，我来做饭吧。以前在村里，我经常做的。老人家，您家里就剩我和老伴儿了。几位可汗天天打仗，你杀我，我杀你。你来抓一波壮丁，我来抓一波壮丁，把村子都抓空了。我们的2个孩子也回不来了。这小伙儿饭做得好，人也勤快，愣是不让我动手。姑娘，你们打哪儿来的？
隔壁村逃出来的小两口。才不是呢，我们是清白的。都是过来人，明白。姑娘脸皮薄，姑娘人长得好看，身体也结实，小伙有福气。你们在外面逃1-2年，等打完仗生个娃带回去，家里有孩子热闹，父母也高兴。倘若我和放牛的生个娃带回去，父皇还不得气死？呸！父皇不会被气死，但肯定会杀他的头。大吉大利，大吉大利！村里好久没有年轻人了，一会儿你们自己挑一间空房子住下，想住多久都行。听老人家所言，恐怕塞外诸国内斗，是想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帝国，来与我严康抗衡。这其中定有楼兰黄金宫的受益，只不过这塞外第一圣地仍有犹豫，担心培养出另一个严康，失去对塞外的控制。这宝钱对你身上的伤有奇效，你抓紧涂抹治疗。放牛的，有些地方我看不到，不方便抹。好啊，我来。哎，我来帮你抹，不劳烦公子。哎呀，你小子错失良机！都躲起来！那是巫王的眼睛吧？幸好公子提前布下了遮掩气息的阵法，没被他发现。但在巫王一路搜寻而来，马明老爷们能阻挡阻挡。嘘。屠爷爷、夏爷爷，你们怎么在这儿？都怪屠夫，他嚷着要我陪他找下半身，结果一直走错地方，还不让我问路。放屁！老子在那儿堵了100天，怎么可能迷路？爷爷，木儿松手，我快被你勒死了。对了，刚才那个天上飞的家伙是来找你的吗？你又干了什么好事儿？霸山师兄带我去楼兰黄金宫堵门，如今只怕落入险境，我们快去救他吧。那个混蛋，嘴巴缺个把门的，我可不想被他吧嗒啰嗦个不停。牛儿，别哭了，你家老爷的老爷来了。哎呀，你家老爷有救了。这位老爷开的不真厉害啊！这能救老爷？玉秀妹子，你和胡灵儿留在村子里，我们去就回。一切小心。这不是严康战船上那个丫头吗？也跟去堵门了，有胆识，臭小子眼光不错。这个袋子似乎是用饕餮品炼成的，能纳万千之物。你从哪儿弄来的？楼兰黄金宫，我还捡了不少好东西呢。这是屠爷丢的吗？
吴尊的，我与这老小子斗过一场，对他的血很熟悉。啊，吴宗的下半生在这，为他生下的。大概是吴尊觊觎屠爷爷的肉身之力，便自断身躯，换上了屠爷爷的身体。这老小子竟然仰慕我到这种程度，那他生的儿子是他儿子还是我儿子？要是他真给你生了一窝儿子，你认还是不认？还是早点把你的下半身寻回来吧，也不知道接不接得上，总不能连个鸟都没有。老子可以用元气显化身躯。爷爷们放心，只要找到吴尊，砍掉他的下半身，我就能帮屠爷爷接上。去那边，我看到有人在战斗。夏爷爷是我们村眼神最好的一个。大嘴巴没死，咱们回去。可汗也是强弩之末，开坛作法。这刀法难道是？师傅，天刀，天可汗竟然还活着！最强的那个神乔竟死了，你家老爷再受点伤就可以杀出来了。师傅，果然是你！好，去楼兰黄金宫。啊，老爷不敬老爷了？就他出来作甚？烦我吗？再啰嗦就吃牛肉。哦。大尊，天可汗来了。巴山这小子，这么多年也没有长进，连片胡都挪不走。有我在，天道不敢为难你。但是转世在即，我也不会轻易损耗性命来帮你。你将下半身还给他。是。加措师弟，你进来。大尊。弟子告退。
天可汗，你何苦呢？还得多谢你，替我温养肉身200多年。你的身子还未接好，我颇通医术，吴尊若是信得过我，我可以帮你接好。你想趁机害我？医者父母心，我还打算借他练练手，再帮屠爷爷接上身体呢。老家伙，还活着吗？放心，天刀还不曾死，我怎会死？哼，这老鬼竟然还活着，早晚要你死。我们走。里面那人很强，我与他斗过几次，这老家伙转世了17次，活了18世，寿命有10000年了，却还不死，着实不好对付。活了18世，寿命10000年，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你在大虚应该见过活了不止10000年的神魔吧？那个老东西，虽然不是神魔，但也相去不远。他知道许多往事，许多秘密。如果不是敌人，我也不会与他作对。木儿，你现在还小，接触不到。这世间的确有一些可怕的存在，比如我的眼睛。我会把爷爷们治好的。原来龙麒麟的宝弦是要用在这里。会熟吗？待会儿闻到肉香味儿，便是熟了。我的身体神劈不死，岂会被一锅开水煮熟？木儿，辛苦你了。我跟随药师爷爷学医多年，终于能帮上爷爷们了，算不得辛苦。
经长大了，从前我们照顾你，现在你已经可以照顾我们了。很好，很好。屠夫，你的徒弟还有几百里地就要到了，再说下去，你可走不掉了。你的饕餮袋中有一个神之手果，给我。我先帮你收着。屠爷爷怎么知道这个手果？当年我从天上的神身上砍下来的，用我下半身换来的手，自然熟悉它的气息。这东西你现在还拿不得，那尊神还活着，你拿着的话，只会给自己招灾。万一他来找屠爷爷报仇？哼！如果他不想再少一只手，莫儿，记得回村过年。我一定回去。师傅，师弟，老爷，我们在这儿。没用的，他距离这里还有几百里，听不到也看不到。我们先往边关方向走，师兄寻不到我们，一定会去那里。我要你给我找的转世圣童呢？还没有找到。没有转世圣童，我这17世的转世岂不是都白费了？我距离成神只差半步，立刻给我寻到转世圣童，寻不到，你知道后果。弟子明白。班公错王子，圣帝有令，若是遇见吴可汗，不得让他出关。都说我的伤已经好了，连剑痕都没留下。你弄得我好痒，我那里有一块小肉呢。你忍着不要动，我帮你把这里的淤血化开，一会儿就不痒了，会有些疼。好了。啊，神医，人家背上还有几道伤口，不知道有没有留下疤痕。你背上的伤口是我涂抹的，服药前我已经帮你挤出了淤血，不会留下疤痕。你爪子上的毛真软和，为什么没有试着变成人手啊？公子喜欢。你看你的眼头跟我们的不一样。公子喜欢。你怎么还不化形？公子喜欢。嘿嘿。狐狸精。师傅，老爷，你可是干啥来了？师傅呀，你可没良心呐！我想了你那么久，找了你那么久，你怎么狠心不见我？别哭了，他并非不想你，只是嫌你话多总唠叨他，所以就先走了。其实他很关心你，听到你遇到危险，便第一个冲过去。我从小就跟着他，他还嫌弃我。小时候我尿床都打我屁股，还罚站，还要我不得洗内裤，带着我去隔壁村偷鸭子煲汤，被鸭子追着跑。师兄，快到蛮帝国边关了。吴可汗岂能被人看到哭得眼泪鼻涕哪儿都是的样子？
吴可汗，圣帝有令，不得让你出关。你想死？你们都想死！放行。武可汗，我叫班公错。班公错王子，要违抗乌尊的命令。武可汗神威无量，今日我等留不住你，但将来我一定能够击败武可汗，成为草原上的霸主。有志气！你根基不坏，拳法大开大合，力道要比其他人猛很多，身体资质也很特殊。只要不死，定会成为草原上响当当的人物。多谢赞誉。武可汗，慢走不送。师兄和楼兰黄金宫的强者血战，伤势不轻。外伤有龙麒麟宝鞋，内伤就要靠这些药材炼制灵丹了。公主不必担心，师弟有要事要办，才先行离开。我知道，只是他需要这么神秘吗？有什么事不可以说？我们先回太学院吧，算算时间，大祭酒也要辞官了。你追随我，无非看着我老死。小道友啊，你自由了。老爷，我不追随你，能到哪里去？你本是自由身，何处去不得？道友这就离开了，不打算向皇帝请辞吗？不为皇帝而来，又何必为皇帝而去？你请我来的，而今你又送我离去，我很开心。道友已经可以直面生死了，心境要想达到你的高度，我还不知要修炼多少年。直到你要走，我心中突然便空了一大块。世间知我者，莫过于你。你们将武可汗放走了？是我下的命令。若是强行阻拦武可汗，只怕将士死伤惨重，再难抵挡严康大军。你是谁家的孩子？为何我从未见过你？我是蛮敌国可汗的幼子，班公错。近日刚被傅寒调回此地镇守。好资质！吴尊命我寻找转世圣童，终于被我寻到了。班公错，随我走吧。
大尊，转世圣童寻到了。与大尊是同样的体质，草原上几百年难得一遇的天纵之才。徒儿，该死者不死，该活者不活。我要逆天改命，幽都府君定会前来拘捕。恭喜大尊！如今大尊得以重活一世，无论是天刀还是延康国，都将不足为虑。当年我要拜你为师，你为何不收？你想要做的事情，是我从前未曾想过的，也是我毕生都做不到的。我从你身上学到很多，也意识到你比我好，未来的成就比我高。我愧为你师，所以不能收你为徒。但我最近还是有些迷茫。你说，我们走的路是正道吗？在所谓的正道眼中，
我们走的路不是正道。我们设小学、大学、太学，改革宗派，集诸多宗派所学传授士子，让黎民与宗派弟子等同。在他们看来，这是离经叛道，罪不容赦。但是在我们心中，这就是正道。你不要管他人怎么说，对的就是对的，不会因为小小的狂吠而变成错的。你要做的事太大，前路便是荆棘。我寿元将近，不能再帮你，只能靠你自己了。谢道友，这半生的扶持。既是同道而行，自然应当相互扶持。走吧，少教主该登基了。再乱下去，只怕天下宗派都要反了。即便延康国师能够平息叛乱，延康国也会元气大伤。秋风贴地形，不只是法术，也可以化作控剑术。战技，修炼的时候不要墨守成规，不必拘泥于他人经验。小兄弟，你真厉害！风堂堂主教我们这招，叫我们在农忙的时候干活赚钱，不至于饿死。等我们学会了你教的这些，钱肯定能赚得更多。说不定就能凑钱上学了。教得好，学得也好。祖师，执法长老，我现在觉得将大玉天魔经给你是个无比正确的决定了。前几任教主太蠢，只能开发出1、2种用法，你却能想出这么多。好，很好。他叫那个少年祖师，又叫那个老头执法长老，那他会是谁呢？他的见识比堂主还要高，一定是咱们圣教的大人物。雍州境内圣教弟子比较多，你看此情形，有何想法？祖师辅佐延康国师办学，而圣教弟子却无就学之处。祖师想起了天下，却忘了圣教。祖师应该在教中建小学、大学、太学，方能让我教弟子不落后于时代。这是教主做的事情，不是祖师做的事情。前教主为何不做？他沉迷女色，被教主夫人迷中，眼里哪还有天下人？不如这样，从我教中选拔出类拔萃的弟子，让他们去参加太学院大考，让太学院帮我教栽培弟子。恨你没有早出世40年。左右护法，人到齐了吗？还有教主夫人和圣女未到。4大真教天王中，前天王至今未归。这么明目张胆吗？难道天圣教总坛便设在雍州？360堂，斩旗！
少教主，这里就是我天圣教的圣地——圣灵山。木儿和祖师到了吗？悠悠，庄重一些。谁让你现出真容的？是你养大的孩子要成为教主，你想把他的登基大典变得一团糟吗？这才对嘛！走吧。哼，婆婆。圣女司云香，见过少教主。圣女，还是这一代的圣女乖巧，上一代圣女就是个妖孽。老娘还在这里，臭老头，你想怎样？哼，木儿，香丫头是我私家的，祖师遇到她之后，便亲自教了几年。难怪我一直觉得她与婆婆有些相似。前天王还未到？还没有。查，善待前天王的后人。国师，雍州异动，天魔教高层云集，长州府凭空消失了。知道了。魔道第一大派，不得不防。你若知道天魔教祖师是谁，便不会慌张了。天魔教祖师？他本是太学院大祭酒。天魔教祖师藏这么久，该不会是……你想太多了。当年我云游四方，学习各派所长，却见天下宗派各自为政，敝帚自珍，限制天下神通道法进步。因此，我登门拜访，期望能打破各派壁垒。我遇到的第一人，便是天魔教祖师。他是第一个抛开宗派门户之见，全心全意教导我，给我指出一条明路的人。他还亲自举荐我去见道主，道主因他的信对我另眼相待，许我参阅道剑14篇。也是他让我去大雷音宗，得到如来传经。他虽从未吐露过身份，但瞒不过我，也没刻意瞒我。我请他出山掌管太学院，不是因为他的本事，也不是因为他是天魔教的祖师，而是因为他有这种胸怀。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胸怀、这么纯粹的人。能掌管太学院的，唯他而已。他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道友。若是同道，为何又辞官离去？应该是为了天魔教下一代教主。我会亲自去见这位新教主，顺昌逆王。为岁之喜，为臣之良，天地交泰，万福踏来。天圣教弟子恭迎少教主登基。恭迎少教主登基。恭迎少教主登基！恭迎少教主登基！祖师，我们天圣教教主继任，为何叫做登基？登基不是皇帝用的吗？我天圣教最辉煌时，
下辖6国，6国皇帝都是武教臣民，圣教主与皇帝一样用登基2字，还真是看得起皇帝了。时过境迁，而今国家才是最大的宗派。一个宗派很难让所有人成为宗派的弟子，但一个国家却能让境内所有人成为这个国家的子民。天魔教此番在雍州云集，怕是要立新教主。他们乱了40余年，这位新教主的出现绝非苍生之福，当除之。遵法旨。延康国师以天魔教教义为宗旨，延康国乃莫大的天魔教，道门当如何？延康国师的能力撑不起他的野心。世上有比他更出众的天才，比延康国更宏大的帝国，但终归成了黄土，成了大虚。这世界比他想象的复杂，待他碰得粉身碎骨，自会明白。圣灵山如今虽在天外运行，但它原本是在人间。当年开山教主魏随风来到这里，建议樵夫砍柴，砍的正是这棵松柏。松柏每吃一斧，便长出一块，恢复如初。开山教主知道遇见了圣人，于是向他请教，樵夫便坐在这石上开始传道，一讲就是数10年。此后，开山教主将圣人之言整理成册，写出《大御天魔经》，传与世人。秦牧，你愿意继承开山教主的德与言，理与知吗？弟子愿意。那么，教便是你的，你要将它担下。弟子担着。这是圣人石，亦是圣人座。樵夫圣人与开山教主没有血缘关系，利益纠葛，仅是遇人求道，他便为人师。圣教传承2万年，你坐到圣人石上，就是圣教主，要负起圣师授业护教之责，更要担起天圣教的未来。弟子参见圣教主。刚得到消息，雍州府尹是天魔教御林长老，雍州已是天魔教的铁桶江山。击败产子的司云香也现身雍州，他应该是天魔教弟子。此次教众聚集，或与新教主有关。天魔教40余年未有教主，教众内讧，无暇涉足延康变法。而今太学院用天魔教的人来胜过我大雷音宗产子，若这是新教主的授意，此事不能善了。遵法旨。还有一事，马师弟从大虚出来了。一切因果皆有定数，你去查天魔教新教主，这桩孽果我会亲自了断。
厉天行，新教主已登基，你还不现身将我教功法相传，难道是要带到棺材吗？弟子遵法旨。原来婆婆的心魔就是厉教主。过路人，你在这边看了这么久，看到了什么？求圣人教我。过路人，你的家人已变成坟中枯骨。你在这看了100年，看到了什么没有？人妖鬼灵皆有所需。若负造化之心而孝之所循，是恒物之大情也。原来大禹天魔经的大一统功法隐藏在圣人讲道中，我多少全凭造化。祖师，授业灌顶已完成，我要去找破除心魔的机会。只有除掉它，我才能全心求道，再进一步。谁炼化谁还不一定呢。祖师，等木儿醒了，告诉他回村过年。走了。开山教主得到无尽感悟，犹不满足，于是问樵夫：“敢问圣人，我要如何才能成圣？”你需立德、立功、立言，如此方能死而不朽，成为圣人。怎么才能做到不朽呢？你需要先做到3明：明理、明知、明教。如此才能成为万人之圣师。圣旨到！顾里暖秉性端方，博通经史，特封为太学院大祭酒总领院士。望卿广遇贤才，勿负朕望。臣必定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太学院传来消息，新任大祭酒是顾里暖。顾里暖的才学品德还远不够格，但这件事我不能多话。
我的势力太大，陛下担心也是应当，否则我便要心中不安了。你去将天魔教新教主的事呈给陛下，至于天魔教祖师的来历，就不必多说了。你成为圣教主后，准备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组建第361堂学堂。我知道你喜欢拆东西，世子居可以拆，但咱们圣灵山，你万万不能拆。我也不经常拆。我明白，你来太学院不到8天，也就拆了2、3次，便到塞外拆去了。这里一堂一殿都是古迹，刻了许多功法，弟子都能学。敝帚不必自珍，学会才是本事。圣教主，留步。此一别，既是永久，送得再远，也需要分别。祖师，这些宝贝是我从黄金宫顺来的，应该能换些盘缠。我还备了些补药，药瓶都按节气分好了，春分吃白的，霜降吃青的。这桶是我刚钓上来的九龙芥，鲜着呢。还有我学着编的平安结，几件厚袍子、鞋子。祖师，百年教诲，毕生福祉，恭送祖师。村长，你最近2天是不是都这么瘫着？黑暗来袭也没回房睡觉。要是你的心乱了，以往你每晚都会送我回屋，可昨晚突然忘了。那你不会自己走回去，飞回去？你也知道，我没有腿，也没有手。你有通天彻地之能，黑暗都弄不死你。你居然跟我卖惨！是我这2天懒得动，我的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道友，你一身轻松了。得到樵夫圣人石上传经之后，圣教主需参悟出自己的大一统功法，以统一大禹天魔经中一切道法神通。圣灵山远离世俗嘈杂，正适合你参悟。圣教主得诸位栽培，聪颖卓绝，天生霸体。我见识浅，不知世间还有霸体，前来讨教。我们把天魔教祖师也糊弄了。失态了。所谓霸体，事出有因。
参悟大一统功法，岂是一朝一夕能成之事？祖师恐怕是想让圣教主尽快学会我圣教的另一门绝学。你是说传送法门？学此功法需要极高的术数造诣，圣教主年纪轻轻，恐怕有些棘手啊。他练成了一件传送之宝，难道霸体学的比别人快？第6代圣教主的凤灵阁啊！小诅咒，别拆了！圣教主，传送法门很是凶险，对元气消耗极大。以你现在的修为，至多只能传送3、4次，每次最多200丈。倘若中途耗尽元气，卡在墙里树里就不妙了。当心！传送要先确定方位，不然传送到萧雷禁地，便会死无葬身之地。我明白了，先确定一个个传送方位，然后将方位串起来，便可以精准传送。圣教主天生霸体，这么快就将传送法门练到这种程度，只怕祖师也没想到。没想到最强大的霸体，竟然是普通人，但他自己对霸体深信不疑，把其他人才、大才、天才打得屁滚尿流。那他练的霸体3丹功，总该有独特之处吧？霸体3丹功，就是旧时代最普通的强身健体的导引功。如果只有大虚灾变前的普通人可以修炼霸体3丹功，那圣教主为何能激发凡体？难道他是灾变前的？木耳究竟出身何处？无忧乡。敢问这无忧乡在何处？道友若有兴趣，今晚我们可以出村去永江源头的黑暗中找一找。这圣树摘不得！大一统功法，他悟出来了。几位天王何时来的？率性所行，纯任自然，变位之道。圣教主望我入道，令人惊叹。陆天王过奖。公子，过来吧。这是前代圣女放养的雉鸡，婆婆养的。药王殿中的那株9叶大灵芝，不知被谁啃了大半，不然还能给圣教主补补。我突然想起来，我这个太学博士还没上过几堂课，我打算今天便离开。于情于理，我们都要留圣教主，但学业要紧。我们还是不挽留了。学业要紧，学业要紧，一定要常回来看看。一定，一定。这一代的圣教主了不起呀！传送法门靠术数，大一统功法靠悟性。
短短10几天他都能练成，这等才华悟性，天下少有。但天下少有，如何与延康国师这种500年一遇的圣人相比？未必，这只是我们看到的，也许他还悟出了别的。我都有点迫不及待的想看到他带领我圣教走向新的辉煌了。我教圣地运行到挂州上空了。挂州近日有延康皇亲叛乱。圣教主！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小子？诸位别紧张，我只是想搭船去京城。从挂州去京城，100大封币。这么贵？这么公道的价钱从哪儿找？哎呀，光景不好，天天打仗，沿途都不太平。我们干这种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活啊，总得多收些卖命钱。这群人哪像正经船家，根本就是肥皂！哼！哎呦，客官请上座。舒服吗？启禀阁下，家父夜探国师府后，挂州的3七宝、林州的离清宫、平州的盖门都反了。听说炎封帝气的，把出身于3七宝的车贵妃打入了冷宫。传信各派，起兵南疆。国师放任叛乱这么久，还不打算收网吗？是3七宝的重军，关旋转向，加大火力，全速航行。剑法。我叫范云霄，小哥是于渊家的。我叫秦牧，来自太学院。
说三奇宝有三奇，一虫二药三美女，果然不错，难怪出了个贵妃。道门弃徒范云霄，你不是跑去做火匪了吗？何时从良了？呸！什么叫从良？哼，你这追云道传现在都改成了追云客传，还不是从良？我是太平盛世做匪盗，抢劫钱财；乱世时做船老大，来钱比抢劫快。将军，行个方便。朝廷通缉了我这么多年，也抓不住我，难道将军想试试？哼，我们走。师傅，那艘船上藏了不少假扮成商贾的官员，就这么放过他们？南疆之行不可延误，至于他们，自有虫儿去解决。公子，他果然是匪盗头子。我从良了，真的从良了。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们送到京城。你坐我的船，我本应尽心保护你。如今你遭了劫，这钱我不能收。大王，丹炉被虫子啃炸了。都说了不要叫我带路，我从良了。死女人偷偷下狠手，快来帮忙！只能弃船了。还能修？啊！大王不好了！该死的虫少又回来了！去帮他！秦老弟，法力只够支撑一炷香，足够了。修好的丹炉，火力比原先还猛啊！秦老弟，你跟谁学的打铁？这船速，以后去抢劫，谁还能抓得住啊？我记得你已经从良了。火匪范云霄，我从良了，是良民。那个，这是小号的商号纹路啊，那追云客船。慢些。哎，秦老弟，你不做匪盗屈才了，不如跟着我。范兄，你在道门是心术不正的弃徒，但我在太学院可是有口皆碑的好人。对了，听说道门有本讲解宏观术数的《太玄算经》，范兄可曾见过？
道门时正好偷了一卷，你要是想学，就送你了。哎，这卷算经是用来给弟子开智慧的，学得好才能去学道剑，学成第14天便能天下无敌，成神做祖。用算经筛选天才，再让天才修习道剑，太学院的天才变革迫在眉睫啊！唉，还是京城好啊！等天下都太平了，弟兄们就能重操旧业，做回劫匪了。秦老弟要是改变主意，随时来找我。哈哈哈哈哈哈！你瞅啥？你瘦成这样，怎么不去找点吃的？这里每天有人送来吃的喝的，我为何要走？我舒服着呢。你的追求便是吃喝？哼，狐狸焉知麒麟之志？哼！公子，这龙麒麟蹲傻了，怎么别理他？我家老爷辞官，带着一个老头子跑了，不要我了。我没地方去，只好留在这里看门，每天还要被一头牛欺负，这日子没法过了。你是祖师的坐骑，咱们是同门，我是圣教的教主。别乱说，太学院哪来什么祖师教主？你叫我麻烦，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哼！谁让你蛊惑我去打那头牛的？要不我让那头牛过来，你揍他一顿。你还想再麻烦我？你跟着我做什么？你麻烦了我，须得管我吃喝。你刚才不是说每天有人给你送吃送喝吗？老爷离开后就没人管我了，我1个多月没有吃过东西了，大家都以为我是块石头，我也拉不下脸讨吃的。那头牛还仗着有霸山祭酒撑腰欺负我，说我欺骗他的感情。好了好了，我管你吃喝，我有钱。你吃什么？我每天只喝玉龙湖的水，只吃1斗赤火灵丹。公子，他会把我们那点家底吃空的。我可以饿着，只吃半斗。哼，要不1升也行，1升，不能少了。我自己就能炼丹，可以省些钱，吃的少不了你。不过，我不能白养你。你麻烦了我，而且咱们是同门，你是教主，我是你家祖师的坐骑，你有责任养我。你须得每日给我一些宝咸，否则我养不起你。宝咸？就是你的口水。啊，那就好。对了。你刚才说让那头牛过来给我揍一顿，不要得寸进尺，否则每日只给你吃半斗。个头这么大，难怪这么能吃。以后就叫你龙大好了。白牛二拳头。
公子，灵儿姐，我还有些饿。我带你去炼药。今后但凡有事情，公子只管说一说，我很能打的。连头牛都不敢打，你还敢说自己能打？真要我干什么？我们来体验一下。诸位老师，这瓶龙麒麟的宝弦值多少钱？这可比抢劫来得快。闪开，都闪开！那头大狮子是活的。公子，这些不开眼的已经让出一条路了。公子请。太张扬了，太张扬了，以后不许这样。诸位师兄师姐，得罪了。放牛的！七公主历练回来，怎么变得和世子军那魔头一样，还放话要横扫皇子院？放牛的，你这些日子去哪里了？我和巴山老师都很担心你。多日不见，你的本事越发厉害了。你要小心，新任大祭酒是顾里暖，他还向凌云道人打听过你。秦博士最好将少宝剑还给顾里暖，他向来小肚鸡肠，我可以做东，让你与他会一面，化解恩怨，不然难保他不会给你小鞋穿。按照我们大虚的规矩，凭本事到手的东西是不必还的。况且我听顾里暖说他是太子的老师，二皇子觉得他会给你面子，不担心他给你穿小鞋吗？我最近便要上书父皇，前往边疆带兵。七妹，朝堂内外暗流涌动，你不如随我去边关。我若是待不下去，肯定去找你。不过我现在还想随霸山祭酒修行呢。二皇子放心，有我在。这才是我最担心的。啊！学生见过顾大祭酒，你骗走我的少宝剑，可知也有落在我手上的这天。拿剑来！我是皇帝钦点的太学博士，太后的救命恩人，你动我，皇帝杀你的头。一个神桥境的对一个武药境的动手，好不要脸！不许皇帝杀你全家，我先杀你全家！霸山祭酒想为这小子出头，老姑，200年不见，你的魑魅勾魂法已经过时了，要不要我指点指点你？指点我，换天道来还差不多。大虚弃民，你当真要与我为敌？他是我的师弟。国师，没想到天圣教的圣教主是我太学院的第一个太学博士，真是一件趣事。
国师此来，不会只是为了说去世的吧？你见到我，好像并不觉得奇怪。天圣教有教无类，教中各种势力都有。国师能在高层中安插几人，也是理所当然。那你为何没有丝毫惊慌？不怕我是来杀你的？国师若要杀我，惊慌也是无用。不杀我，天圣教不反；杀我，天圣教必反。不杀我，天圣教不反；杀我，天圣教必反。我的命还没有天圣教那么贵重，国师不至于杀我，所以我也无需惊慌。有智慧很好，但太自以为是，可能会猜错。你说天圣教不反，理由是？理念相同，无需造反。听闻你成为教主后第一件事，便是设立第361堂学堂。我在效仿国师，改革天圣教。天圣教本就是披着宗派之名的国家，你再效仿我，岂不是要变成我严康的国中之国？太平时期你们不造反作乱，但若天下大乱，你们何不会趁机而起，占据正统？现在的严康国就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天圣教，我们为何要反自己？那么，你们何时会反？国师背叛了天圣教的理念，不再执行圣人之道，严封地失德，奴役大虚子民，我天圣教必反。你好大的胆子！说假话也瞒不过国师。你来自大虚，在天圣教中没有任何根基。我原本想掌控你，让你借我的力量在天圣教中站稳。现在我没有了这个想法。你这种人非常危险，拥有理念的人往往都很难被说服。而说服一个人是最吃力的，还不如杀了简单；说服一个教派还不如灭门简单。好在，天圣教的理念与严康国并不冲突。国师暂时不会动天圣教，那么道门和大雷音宗呢？倘若他们贯彻他们的理念，我会尽一切力量和手段除掉他们。倘若他们按我的理念来，存活下来也不难。国师的理念又是什么？知行合一，不要看我说什么，看我做什么。这次严康国内乱，我天圣教可以支持国师，但平息叛乱后，国师会否清洗我教，过河拆桥？不会，我需要鞭策。留下天圣教，便是留下一柄悬在我头上的剑。我太强大了，若是犯错，谁能奈何得了我？我需要一个能够在我道心迷失时杀掉我的势力。倘若我违背了你们的理念，我等你来杀我。新的天魔教教主竟然是他！他是个不错的苗子，只是与我很像，总让我觉得有些不舒服。我讨厌照镜子，镜子中的自己始终不如理念中的自己完美。既如此，国师何不除掉他？以人为镜，可以见己；剑悬于顶，方能自省。国师如此豪情，必须要成全他，做一柄悬顶之剑。
天王们说，圣教有门顶级的炼体功法，9转3正玄功。如果把它融进霸体3丹功里，是不是可以弥补我左前的破绽？果然成了。秦兄弟，你怎么瘦成这样？不会被小狐狸采捕了吧？还没采呢！公子别跑了，快停下！你快饿死了！小神医这是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小神医似乎在修炼时抽空了一身的能量，倘若补不回来，只怕会死。老大，我们快去给公子找东西吃。公子吃新牛不？别惦记你的牛了，跟我来。这人抓不得。那好像是贡鱼中的极品渔王，红龙鲤。这棵树看着挺适合当柴火。看看，那是陛下亲手种在世子军的上进树，勉励世子求学上进的树。这兄弟闯大祸啦！哼，这家伙可真是走到哪里霍霍到哪里。秦博士，等着杀头吧！秦兄弟，不好了，大理寺的人来了！将那狐狸和狮子拿下，带回大理寺。陛下口谕，宣秦博士入宫觐见。完了，这么快就拿到陛下那儿了？难道有人告了御状不成？陛下，玉龙湖乃9龙之气凝成的玉水，湖中鱼王更是皇家御膳。秦博士私吞贡鱼，纵容龙麒麟和狐狸殴打守护童子，毁坏陛下所植的上进树，这是死罪。法不容情，臣不敢隐瞒。秦爱卿怎么说？秦牧是化外之民，不知京城的规矩，行事莽撞，深感罪责深重，请陛下发落。虽然朕很赏识你，但律法就是律法，你让朕如何发落你？按律，满门抄斩。皇帝，哀家也以为小神医当斩。母后何出此言？不斩了小神医，天下人怎么知道皇帝贵鱼而不贵人？不斩太学博士，天下人怎么知道皇帝贵树而不贵人？斩了他，天下人才知道皇帝是因为一条鱼一棵树杀了誉满天下医好哀家的神医，才会知道皇帝是昏君吗？顾爱卿，陛下，朕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身为大祭酒，被祭酒打得头破血流，还用区区小事来烦朕。这次先记下，再有下次，朕杀你的头。
回去好生反省。臣遵旨。顾大祭酒，我家的狐狸和那头龙麒麟，还请不要让大理寺为难他们。谅他也不敢。秦爱卿，朕有些话要对你说。朕的太学博士，天魔教的教主，大虚的器民，玉面毒王的弟子。秦爱卿的身份有些多呀。皇帝也在圣教安插了眼线，还是说这眼线藏在国师身边？天下归心，可见陛下鸿福齐天。魔道第一大教的教主成了天子门生，这可能是鸿福，也可能是心腹之患。秦爱卿，你觉得是哪个呢？倘若道门道主向陛下投诚，陛下会封他什么官？天下正道牛耳，朕将封他为正一品，让他称王，代代世袭。倘若大雷音宗如来向陛下投诚呢？禅宗魁首，朕封他为正一品，让他做祖。延康三大教派，唯有天圣教的教主主动入朝，陛下却封了个寒酸的6品太学博士，还要责问他是鸿福还是心腹之患，岂不是让忠臣亦是寒心？算你说的有理，不过朕不能立刻升你的官，你年纪太小，升官太快会惹人非议，多半还会暴露你的身份。多谢陛下体谅。朕知道你与顾离暖有嫌隙，他是朕放在太学院的，你让他太难堪，朕脸面上也过不去。臣哪里敢？你大可以放心，论胆大，没有人敢说自己能够超过国师。朕敢用国师，也敢用你。陛下有何打算？叛军云集南疆，朕打算让太学院进行一场大规模历练，由各殿奸臣带领士子们赴前线平叛。秦爱卿作为太学博士，也得带一支队伍。祖母，父皇此举可有何深意？是考验还是……朝廷与从前的时代联系太紧密了，朝中权臣多是各派掌教、世家家主、王国国主，他们中有人想破坏变法，有人想垄断仕途，有人想复国。哼，皇帝要革除陈疴，唯有启用新时代的人才。此次历练的目的地是中南要塞利州，诸位将在战场上直面叛军。记住，你们是结伴而行的队友，亦是并肩作战的战友。顾大祭酒让我们跟着秦博士，队里连个神通者都没有，死定了！我随时可以突破这6合境，只是秦博士阅历太浅，由他带领我们，就算我有再高的修为，也无可奈何。士子们求学不易，此番出行花销一律记在各领队账上，钱袋决定脑袋，各位万万不可吝啬。摘珠队登船，乐平队出发，楚廷队登船，文军队上船，齐维队上船，玄机队上船。秦博士，我们的船呢？秦兄弟，我们船上有的是位置。
秦博士不会连雇船的钱也没有吧？唉，这次花大价钱雇了一艘快船。准时抵达，金牌信用。路上撞到了三奇堡那群虫子，差点被打成筛子。这么破的船，不会飞到半空就散架了吧？不会，小号早就用符文加固了船体，坚固得很。大家小心，他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火匪范云霄。范兄已经从良了，现在做载客生意。上船吧。这位秦博士的路子也太野了。臭鱼烂虾，全部让路！这破船居然飞得这么快！那当然，丹炉可是公子修的。放心，我有经验。没事，过会儿再画上。秦老弟，这几个世子只会拖你后腿，帮不上忙的。出了事你可别管他们，自己跑。等我弄到了足够的玄铁，就来找你修个铁壳船。府尹大人的录音。敢问利州府的府尹于渊初羽是否在此处？漓江县秦牧求见。封疆大吏于渊初羽，怎会和他有关系？初羽姐姐。秦牧阿弟，我听兄长说起过你的事。你现在也算是出人头地，都成太学博士了。你们能够跟随阿弟，真是你们的幸运。姐姐说笑了，以前瞒着姐姐，没有说我来自大薛，还请姐姐见谅。你走后，我还在想，漓江县何时有一个秦家，能够教出这么出色的子弟？眼下南疆势力混杂，阿弟还需小心，这里的水太深。姐姐怀疑军中有奸细。而今的世道，你知道谁是忠的，谁是奸的。比如我是于渊国的亡国公主。你们焉知下一刻，我不会反。
姐姐别吓他们了。你是聪明人，看得出这场叛乱是国师部的局。劝我反的人不在少数，只是我余渊家看重的从不是皇位，而是百姓。彼时，国师进入余渊，与我父论治国之道、民生之道，然后我们败了。我父退位，让我兄长继任，兄长不受，将皇位传给我。原来姐姐还是一位女皇帝呢。皇帝我做过一天，没什么乐子。想做皇帝很简单，不少家伙随便找个地方就自立为帝。治国我不如你，改善民生我也不如你，余渊国可以交给你了。往后余渊便是我延康的利州，你可做益州府尹，护你故国子民。倘若你辜负百姓，我便反你。要做好皇帝，治理好一个国家，却非易事。报！九幽门门主弃城而逃，我军已成功收复路县。路线地处险要，乃是我利州府门户。向北可通达京城，向东可策应叛军驻地天波城。九幽门怎会轻易放弃？莫非是去搬救兵了？南江水深，刺杀国师的旧时代老怪物们至今没有现身。而且，谁知道旧时代还有没有神器活下来？我听闻，九幽门的千魂印能打开地府的缺口，令亡魂归还肉身。我读过千魂印，但那经卷上的符文有些错漏，我试验不出法术的具体效果。奸臣们说过，那些鬼画符无甚用处，装神弄鬼罢了。报！孝义将军举兵叛变，以光复存义国旗号，集结乱党，正向我利州军合围而来。看来这亡国太子就是叛军派出的救兵。你们去路线驻守，先随守军把九幽门弟子的尸体烧了，余下20支世子队伍，今夜就到。驾！这些符文比千魂印经卷上的还要完整，难道这才是真正的千魂印？哎，你不是说九幽门的法术有错漏吗？如果他们是故意留下错漏，以免被朝廷掌握，快通知各路守军，九幽门有诈，速速戒备。
亡魂回还肉身。九幽门门主是在附身他的弟子们，不能让尸体归位。是。帮手来了！赤血楼船上可有20位天人境的奸臣，加上1众6合境以上的世子。紧急调转，避开关门！哪儿冒出来的门？太学院的楼船，千魂引能打开地府缺口，难道是把楼船送到了？真见鬼了！老奴，跟我去把那扇鬼门砍了！不可贸然行动，敌军恐怕还有后手。我看你分明是怕死！虚仙教也卷土重来了。九幽门控魂封锁上空，尸仙教控尸围剿地面，这样一支死而不绝的尸体大军，连奸臣都不是对手，我们怎么办？玉渊大人让我们住手，我不能临阵脱逃，大不了跟他们同归于尽。秦博士，快拿个主意！启程，走东门。秦博士，带狂风逃避的罪责，你担得起吗？九幽门故意撤退，后与尸仙教合围。路线原本就是一个陷阱，胜负不能着眼于一城一地。我是领队，我来负全责。启程。太学院的楼船刚到路线，就被那扇诡异的门给吞了，怎么这么巧？或许他们的目标就不是路线，而是世子。如果没做秦博士的飞船提前抵达，我们岂不是也被伏击了？世子是国师变法的新生力量，陛下直到世子出发前一刻才公布历练地点，只为确保隐秘。是谁走漏了消息？提前知晓行动细节的，只有顾里暖和那些一品大员，他们之中定有人背叛。穿过这片林子，应该就到利州军营了。怎么了？你们听不到？你们留在这里，我去探路。啊！这些符文与九幽门使用的不同。吊诡剑身符字令，这些人是红山派的神通者。
学院楼船遭遇九幽门失仙教合围，无一幸免，路线失守。秦博士他们呢？下落不明，恐怕凶多吉少。魔神，旧时代传说中的魔神竟然现世了！秦军必到！报！东面哨所发现萧夷叛军踪迹，现离我军大约不足10里。好一个萧夷，不止联合九幽门失仙教，还秘密布置了红山派作为左右局势的杀器。众将听令，开风盾，架真元炮。萧夷将军，九幽门失仙教，再加上这个不知从哪来的魔神，汉军到底埋下了多少势力？李州是不是快完蛋了？我们快逃吧！做一次逃兵不够，你还要做第2次。汉军可有4路，凭我们几个五妖境的怎么打？逃不了，魔神不止一个。我刚才见有13个红山派的神通者，对着一尊雕像施法，想必就是一种召唤魔神的邪恶法术。倘若他们成功，第2尊魔神降临，初羽姐姐必遭腹背夹攻，整个利州部队难免全军覆没。所以，谁敢与我一起去杀人？倘若他们成功，第2尊魔神降临，初羽姐姐必遭腹背夹攻，整个利州部队难免全军覆没。所以，谁敢与我一起去杀人？杀那13个神通者。当年国师亲率一队空剑高手攻入红山，一番血战才将红山派杀得七零八落。但他们比我们高出一个境界。国师用空间术杀他们，我们用战技。近战之下，他们来不及施展法术，就是我们的机会。你敢，我便敢。云香以太学博士马首是瞻，越级杀神通者这种事，我与狼奴岂能不参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哎，别学禅师了，谁要和你入地狱？谁？没事，谁都大十字捕猎。各位大哥，我迷路了，外面好多坏人。施主行行好。
群我不要劲的小辈！竟然！秦墨的战力未免太强了。是援军来了吗？不，是叛军。萧义将军要传红山派的人上去问话，快搜！快搜！看看那边有没有？快点，别磨蹭！我们被叛军包围了。从哪儿？你们那边有没有？没有。那边，快！把衣服。启禀将军，红山派弟子带到。哼，红山派的，按照约定，2尊魔神，3路大军，就能彻底摧毁利州军。第2尊魔神何在？将军容禀，我们遭到一批朝廷高手偷袭，未能完成幻魔。其他兄弟姐妹也，请将军饶恕。红山派可是立过军令状，限制唤出1尊魔神，贻误战机，论罪当斩。来人，就地执行，用他们的人头祭旗。我们可以召唤魔神。哼，就凭你们几个武要境的！倒还有些用处。而今天下大乱，正是你们的机会。自古以来，战乱出英雄，强者争锋，理念碰撞，各种神通道法层出不穷，可以开拓眼界。强者的压力，生死的压力，会让人锐意进取。比如你们的吊诡潜神符字令，太平年代，谁会施展这种法术？越是战乱，才越有机会施展，才会进步。的确，乾魂印、吊诡潜神符字令虽然冷门，法术威力看似不大，但只要用对地方，便可扭转战局，远胜千军万马。那便饶你们一死，戴罪立功吧。谢将军。慢着。
这位小哥倒是感觉有些熟悉，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弟子随师长拜会玉龙门时，有幸远远见过龙将军一眼，不曾想将军竟还记得。萧毅将军，让他们随我回一趟天波城可好？怎么，龙将军有何计划？刚刚收到消息，延康国师的南征大军抵达天波城对岸了。天波城乃南疆进出枢纽，他这是要与利州军合围天波城，深入南疆啊！所以，我们何不召个魔神去和他玩玩？不过，你们若是换不出魔神，戏耍人家，人家可要好生蹂躏你们。这些弟子便交给龙将军了。大军开拔，攻克利州大营。于渊大人，释仙教九幽门率左右两翼围堵我军后方。急报，魔神与萧毅叛军已经逼近大营。于渊陛下，何必再演这出忠臣戏码？你我皆是亡国罪人，忍辱被延康国师招降。眼下光复救国的时机已至，你当真不反？萧毅太子是因隋义国战败，被迫投降，而我于渊国则是为民生福祉，主动归降。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是要让你的百姓跟着你一起去死了？速传于渊将军。是。存义国的萧毅太子已经反了，你还让于渊国的出云皇子掌管白虎军，不怕放虎归山？他要是和于渊出羽来个里应外合，南疆可就彻底沦陷了。国师，利州交给你了。是。这年头人心可赌不得，更何况是降将。万一赌错了，到时候清流们参你的折子，又要堆成山了。上门主。对岸可有异动？有一支白虎军出城，往利州方向去了。难道是于渊将军要去救初雨姐姐？延康国师兵力分散，正是我们趁虚而入的好时机。你们幻魔需要些什么法器？一座白骨祭坛，长宽3丈6，用骨架搭成，坛面用头骨铺就。若是骨头不够，杀些人来凑数便是。哼，这座祭坛给你们用，不要让人家失望哦。我们施展秘法，不能被人打扰，还请龙将军。来人，让弟子们在外围给我看着几位贵客。听说玉龙门少门主嗜杀，还习惯男色，不会是真的吧？你怕什么？他看上的又不是你。我们现在深入龙潭谷穴了。秦博士，你拿个主意。当然是做法幻魔，将魔神请来。我们又没有学过红山派的吊鬼遣神符自令。我学过。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等我信号行动。报！南面哨所被九幽门摧毁！报！北面渡口被石仙教攻陷！
小医叛军有魔神攻破营墙，大营守不住了！阿兄，统领全军，接应白虎军。是，报，白虎军来袭，敌军主将士预约出云，全军集结，从东北角突入。这对兄妹可真成了延康国师的好狗。启禀将军，红山派长老求见。老夫幸不辱命，请来魔神。我派另一路请神的弟子已经遭人毒手，连福宝和衣裳也被贼人夺走，还请将军为我红山派报仇雪恨。速速护送长老去天波城。红山派可是派了13个神通者施法，你一个人。这是我炼的麻药石迷香，用它守住这里。你们先服下解药，我来做法。你们跟着我的动作，要像模像样。Preta Deva Avatarana Pr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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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a Avatarana 到底行不行啊？不知道。你小子真是什么都会啊！红将军，城里的红山派弟子是延康人冒充的，万不可让他们施法。玉龙门众，拿下幻魔的贼人！玉龙门众，拿下幻魔的贼人！杀！催动风葫芦，收毒！他软了，亏他得吧，把他软了。石迷香就快耗尽了，拿下他们！快掩护去魔师！齐博士，快点！齐博士，快跑！齐博士，糟了，他不会走火入魔了吧？这是哪儿？看起来和暗界好像。我将调回前身父子灵传出来，终于有人找我。卑微的存在，你在唤醒我，唤醒统治都天无边疆土的都天魔王。
伟大的都天魔王，我祈求你降临，我将献祭给你万千强大的生命，天波城所有6合境及以上境界的神通者。如你所愿。冒充红山派的严康杂碎，你们完蛋了！怎么回事？这雕像怎么变得如此庞大？发生了什么？魔神的力量正在涌入雕像。红山派控制魔神，谁敢后退半步，我要了他的命！结阵，退魔令。不对，魔神不一样，他比我们召唤过的任何魔神都要恐怖。副司令根本驱使不了他，完了，我们都完了。红山派的小子，到底什么来路？他们并非是献给伟大都天魔王的祭品。聒噪！你没有任何资格命令都天之手。他想夺取我的意识，控制献祭仪式。藏着什么？这么忙，只怕来不及。七博士，你还有什么办法吗？我的传送法只能传送我自己，无法带所有人离开。那不是死定了？看我的！好，我要用你们的尸骨建一座大大的祭坛。召唤我的真身，召唤我都天的天魔杖。前面第2个路口，左转。那个方向是父王的闭关修炼处。都天众生出在这个世界。
帮妖魔敢在天波城作乱，众将士列盘龙杀阵！万不可！这个想必就是玉龙门掌教龙王。快跑！多谢秦师叔。南疆那帮家伙为了获胜，连幻魔这种手段都使出来了，居然在利州、天波城连召2尊魔神，也太狠了！利州有于渊兄妹镇守，不会让那尊魔神为祸太久。只可恨太学院世子折损惨重，这背后的罪魁祸首必须彻查。天波城的这位幻魔者，倒是为我严康立了大功。天波城不就这样攻破了吗？省得我军将士流血。这便是清流们不理解你，说你是魔道的原因。哼，还好你及时调派于渊出云，这才解了利州之围。奶奶的，这么大的功劳，我倒要看看清流还敢放什么屁！我的功与过，无需当下人的评断，千百年后自有定论。龙大和沈师之他们也都受伤了，恐怕会有危险。走，我们去找他们。龙大很值钱的，沈万云他们又不值钱。为了天波城，为了我玉龙门，你到底是谁？严康国师派你来的吗？我知道你走不远，还潜伏在附近。像蛇一样蜕皮疗伤，这是什么功法？这家伙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胸脯倒是练得比我壮多了。不对，骨骼构造全变了，他根本是给自己换了具新身体。我感觉到了你的目光。
你在欣赏我的身体。你一直盯着我看，我好看吗？男人的眼睛。天魔教的传送法门，小光，追！禀国师，白虎军已助利州军突出重围，只待两军斩杀魔神，便可剿灭尸仙教，救幽门，效益叛军，营救太玄世子。只杀魔神可不够，天波城里还有一尊魔王雕像呢。国师，咱们也该动身了吧？世界的通道，这次惹出的麻烦实在太大了。什么鬼东西？天魔咒！奇怪，这些天魔咒似乎比暗界的弱了许多。
休将他！另一个世界的生灵，有人打开了连接异世界的通道。就凭红山派那三脚猫的功夫，还能让一个世界的神魔给他们助战？神魔岂会甘为凡夫驱使？异界入侵，整个世界必遭大灾。魏国公，武定郡交由你来驻守。国师，难道你打算？血迹不止，神魔不死。龙大他们不会被这些怪物杀死了吧？没那么快，不过渡天魔王召来的天魔众越来越多了，力量也越来越强。再这样下去，大家都会死在这里，变成祭品。那要怎么办？魔王是依托于雕像降临，想阻断幻魔仪式的话，除非有人能摧毁渡天魔王的雕像。Deva Avatarana, Pr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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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a Avatarana.小心！那是天波城凤像，竟能请来魔王真身，红山派的底蕴不容小觑啊！凡人岂能敌得过神奇之力？即便是延康国师，也不过是蝼蚁。很快。玉渊兄妹又得成丧家之犬了。渡天魔王的真身也要降临这个世界。兔爷说过，自己惹的麻烦一定要自己摆平，这个麻烦好像实在太大了。这股气息似是大宗师。这些剑王好眼熟。神域。旧时代神国的法术，何人胆敢阻我？
落九天，这就是当代最强的剑。这股剑意是大六合剑法，延康国师出手了，一剑便有如此威势。他真的受伤了吗？全军听令，兵发天波城。是。不知哪位宗师前辈行经此地，可否现身一见？国师，真的是国师，得救了！沈万云。你们是扮作红山派弟子，从路县逃过来的，其他世子呢？太学院船队全军覆没，多亏秦博士带我们提前抵达，这才救了大家一命。不料又遇上魔王作乱，我们便与秦博士失散了。恳请国师派人找寻。秦博士。雅爷爷，原来是你！什么时候到的这里？幸好大盾挡住了都天魔王的那只脚。对了，雅爷爷，你该不会连都天魔王的雕像也顺手给毁了吧？我与几位旧时代的人交流过，以为各种神通道法都有接触。没想到见到了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神通。敢问道兄，可是上个时代的人物？雅爷爷说，他不算，他还算年轻，但他的技业差不多已经失传了。国师若感兴趣，可帮他物色一个传人。光液里似乎是各种古老的符文，各种异兽的图案，周天星辰的正文。道兄竟舍得将毕生绝技传授他人，倘若有缘，我一定会帮道兄留意。
秦博士如何认识这位道兄的？他是我家大人。天圣教除了大祭酒，竟还有这等高人，不愧是魔道第一圣地。国师猜错了，我出自大虚，我的家人自然也在大虚。秦博士确实家学渊源，难怪会在天波城闹出如此大的阵仗。爹，爹，女儿来找你了。你若是听见了，别应一声。爹，爹，我在这里。爹，原来是假死冬眠，女儿还以为爹。儿子，担心父啊！我与红椒都需要蜕皮休养，好儿子，这段时间便交给你了。父王放心，此等灭门大仇，不可不报。我一定会将那个幻魔的天魔教小子碎尸万段。老天保佑，神尊保佑，千万别出事！秦博士，秦博士，你没事，太好了。秦师叔屡次涉险施救，我等无以为报。往日多有冒犯，望师叔海涵。也不知唤出魔王的是谁。天波城大乱，叛军死伤无数，我军得以乘势进驻，那人可算立了大功。是我家公子。但灭了一城，罪过也就大了。朝中清流会胁迫陛下给此人定罪，满门抄斩不敢说，革职流放少不了。所以，我准备压下此事。功过相抵，如何？好。我为了变法，杀了不知多少清流。这些人不会做实事，却什么也看不惯。清流杀人，用嘴不用刀，就算能从清流嘴下逃生，也会惹一身骚。国师为何同我说这些？你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不像魏国公，但凡我说点什么，第二天定会朝野皆知。国师，你居然偷偷说我坏话！船上那几个太学士子，还是我给你捞上来的呢。国公，这位便是我朝第一位太学博士，秦牧秦博士。久仰大名啊！整天听魏庸那小子念叨。他那位秦兄弟横扫京城无敌手，脚踢800太学士，上依太后，下治百姓，连烤鱼也是一把好手。嘿嘿，听说你和七公主还是对小鸳鸯呢。魏国公就是魏庸兄的老太爷吧？大嘴巴竟然也是家学渊源。放心，我保证不会说出去的。禀国师，利州传来捷报，九幽门、石仙教、红山派余孽遁逃。叛军首领萧逸伏诛，余渊兄妹已斩杀魔神，救出幸存世子。国师，既然局势已定，我也该回太学院了。秦博士，你得跟着我。这一战牛刀小试，之后的战事才是关键。魏国公，秦将军，国师吩咐，调动兵马渡江，一路向南疆横推。通知南疆腹地的乱臣贼子，
我给他们2条路。第一条，我率千兵万马杀过去，踏平一切，灭宗派，诛九族，这是朝廷规矩。第二条，便是江湖规矩。我带人过去，划一片地方，他们有能耐便杀了我们，或者我们杀了他们。按照江湖规矩，不妥吧？我入朝为官前也是江湖中人，有何不妥？国师的2条路，通向的是同一个结果。国师，倘若此前刺杀你的旧时代3老怪再次出手呢？延康国师竟能一剑斩杀魔神，他真的受伤了吗？他肯定受伤了。当初伏击他时，我以纯阳36星煞伤了他的魂魄。老身用了蛊毒，他后心的火毒渗入神藏，乃老夫亲手印下。有我们3老怪出马，他不该恢复的这么快。他究竟是强撑，还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局？之前延康国进攻大薛，我们是敌对阵营，国师更是敌对阵营里的坏蛋头子。想不到此刻，我竟在延康军中站在国师身边。多谢国师。国师，听说你学问很大，那你研究过妖修吗？不如你教我。这个便是妖修之关键。哎，怎么又变成你给我讲课了？护卫老师吧。国师学究天人，学生有一事不解，想请国师赐教。你跟谁学的拍马屁？这是拍马屁吗？我家全爷爷教的。国师，为何五曜神藏难以发挥出威力？连五曜也没教明白，太学院这一代奸臣不行啊！五曜神藏有5尊君王级的神，可让元气多出5种属性。你们这一届的世子太笨了，是我教过最差的一届。每种元气都内藏5行，难道因为一个青字，你们便理所当然地认为青龙元气是木属性吗？那就真是榆木脑袋了。灵体囊括5行，这便是五曜让你们掌握的力量。催动五曜功法时，天上会有股莫名的力量传入你们体内，与五曜星君共鸣，此乃五曜之力。星君入主星宫，便代表着你们掌控了五曜，开启5行。现原形了，是牛精。难道我从小放牛，所以先变成了牛？这是神话，
把肉身化成荧惑星君的形态。不过你的神通也变了，这倒是很少见。你的剑法、战技非常正统，再加上法术的威力，已经可以算作一个神通者了。若是能够发挥出神话的肉身神通，便可以力敌六合境的神通者。国师，其余4个神话形态能一起练成吗？不要图快，基础打不牢，以后开辟的神藏越多，差距便越大。每个境界差一点，到了神桥境界，便比别人短一大截。对方杀你，只需1-2招。国师你呢？其他人无论修炼多勤奋，都不如我。那岂不是和我的霸体如出一辙？延康大军接连攻下云城、月城和山城，如今已深入南疆腹地。阁下，国师说的2条路，我们该怎么选？国师近况如何？他本人始终未曾露面，一直留在后军中。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我早年有一位好友，后来他去了天上的圣地修炼。以他之能，我可一探究竟。大军过境，寻常人躲都来不及。他们是在钓鱼，还是在等人？瀑布水流湍急，怎么会有鱼呢？鱼这不来了吗？天下本是一池清水，这条大鱼不去跳它的龙门，偏偏要搅浑水，还要吃光小鱼。国师，你说我应不应该把这条大鱼钓上来？长老将宗派比作小鱼不妥吧？宗派应该是水蛭，趴在大鱼、小鱼身上吸血。水只是看起来清澈，应该下猛药，将水蛭除掉。看来我们说服不了彼此。你去山下。你们也过去等我。他们都是神桥境的高手，我们近距离观战，只有死。长老，你的本事都传下来了吧？传了。国师呢？我不必。我早年灭了许多宗派，导致功法失传。设立天禄楼后，我常后悔。再杀人时，便习惯问一句：延康将白归。小玉京，真散人。兄台怎么称呼？小玉京，王木然。玉京不是书中说的天地居所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小玉京的仙人，确有几分手段，只是已经落后于时代。你去为他收尸吧。国师，我会为我师父报仇的。报仇之前，先将你师父的本事传下去。秦博士为我疗伤，此伤得考验秦博士的医术了。
小神医为国师炼了7种药，这味汤药可壮魂魄。国师是否伤及魂魄？不错。第2味药膏拔毒降火，国师身上是否有火毒？正是老夫的印法。第3味灵丹内藏精气，应是为化解蛊毒或是木毒。是老身的蛊。第4味药用的是熏蒸之法，他把国师放在笼屉上蒸了蒸，辅助药力进入神藏。第5味药是针灸之法，第6味药固体，第7味药益气。不愧是誉满京城的花象神医，给他1月时间，便能助国师重归鼎盛。那位小神医境界不高，却终日随行在国师身边，可见国师的确隐疾未去。看来第2条路尚有一搏之力。200多年前，国师一人就能将如日中天的战绩流派彻底打垮。纵使如今重伤未愈，诸位敢保证按江湖规矩1对1是他的对手？田真君有何高见？只要能杀国师，何必在意用什么手段？国师，我们选第2条路。何不多等几日，待我南征大军将你们扔进南海喂鱼，岂非快事？国师豪情一如既往，我等在大襄城恭候大驾。胡灵儿，把钱拿回来。给乞丐的钱还有脸拿回去？不当人子！呸！骗姑奶奶钱，不当人子！那人是盖门门主齐大友，一向记仇，不给钱就去闹事，然后栽赃给天魔教的盖堂。国师，看样子南疆那帮藏在水下的家伙都要冒出来了。延康国师口口声声要变法，实则灭天下宗派，扫除异己，以办学之名培植党羽。此番会战大襄城，定要诛戮魔头，凡世间清明。男人的话都不可信，更何况是一个藏头露尾的男人。阁下与真散人交好，却让他出山送死。表面与延康作对，却又与皇室往来甚密。这般两面三刀，我们哪天被你卖了也不知道。而今南疆连失这么多城，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国师兵败大虚后，威望一落千丈。他急需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捷来重塑权威。那些小胜满足不了他，大襄是他最好的选择。所以你用我们做诱饵，引国师来大襄。这3位难道是3位旧时代的前辈，再加上天下英雄，我们就在大襄等他。报！朱雀军收复红线！报！青龙军收复雾影城！报！玄武军收复清河县！这么快？这3线都在大襄方向，有点不对劲。大襄城只怕已是天罗地网，
国师，你的伤怎么样了？大香龙盘虎踞，我们这些太学院士子，好像也该回太学院了吧？龙盘虎踞，说得好。秦博士，你们就更应该随我去大香，领略一下风土人情。大香城之行凶险异常，你还不走？倘若你让圣教帮助国师，无论胜败，我圣教都将在江湖上名誉扫地，被其他宗派耻笑、仇视，无立足之地。圣教本来就被称作魔教，哪有什么名誉可言？别人不会给你立足之地，立足之地向来都是自己争取的。你觉得，祖师为什么要把教义传给国师？这还用问？当然是要用国师来变法，把延康变成另一个圣教了。如果国师死了，祖师的心血是不是就白费了？或许这就是祖师让我们考入太学院的原因。倘若国师违背了我们的理念，你、我、圣教，就是悬在国师头上的一柄利剑。如果你作为圣教主知行不一担不住，那么我便是一柄悬在你头顶的利剑。好，这才是我教圣女的担当。哼，我们私家的女人天生就是教主杀手。大军后方突然出现了许多带旗子的人。知道了。怎么突然冒出一座城镇？地图上好像没有标识啊。国师，下去喝杯茶。车里不就有？哎，他就4杯，哪有你们的份儿？统领全军，即刻赶赴大香。当年我为收拢人心，没有对这些旧时代的余孽赶尽杀绝，以致他们再起疑心。而今看来，旧时代必须彻底摧毁。革命须得流血，须得万万人头落地。魏国公驻营城外。是。秦博士，走吧。
内竟有如此多的天人境强者。是你？那条蛇不是龙啸南的吗？小子，国师保得了你一时，保不了你一世。既然国师选择了江湖规矩，那么各位掌教有令，那座山顶就是你们的生死擂台，请。神下第一人，当朝国师，只带了这点帮手吗？足以。国师还是如此狂妄。也是，之前国师在利州路县毕竟取得了一些胜利，不给你尝些甜头，助长你嚣张气焰，你又怎会乖乖入我大乡？竟能将神奇虚影练成实质，他已经接近神的境界。这么多宗主都是神乔境，秦博士，我们真能帮到国师吗？离情宫求蝶衣，离恨天剑诀，相传是天上神人所传，告诫世间女子离情别恨。盖门百穷玄功，诗仙教录诗诀，三奇宝五谷化龙功，大雄古刹承铸坏空真言印，九幽门千魂引，道全真人行医济世。10多年前，我想请你去太学院为官，你却推辞了，最后只封了你一个真人的名号。你要灭天下道门，我不得不来阻你。灭道门是为医治更多人，你管我这些年做得如何？你做得不错。原本天下的药师很少，现在多如牛毛，甚至连楼船上也配备了药师和药童，瘟疫已经很难横行。但是这些年来，太学院教出来的都是庸医，没有一个称得上是神医的。这点，你难辞其咎。1、2个神医，焉能救治千万普罗大众？你我的确道不同。大邢台尚书令马连山，马大人。不敢。国师，我的官是你提拔的，不过我也有山门。我本是终南山一脉，修炼的是南明武离剑经。我请陛下任命你为尚书令，掌管尚书省，是因为你刚正不阿、秉公无私，而且带兵也是一把好手。我本以为你会抛开门户之见，你作乱党，
我很伤心。你做尚书令，本是一个好官，百姓对你素有嘉评。哼，反叛的好官何止我一人？国师该反省自己的举措。人心腐朽，只能革命。不革腐朽之人的命，天下难安。你虽是好人，但当我到了。这3位老朋友，也不妨一见。哎！初联手刺杀国师的，就是这3个老怪物。这3位竟是神桥境巅峰。好可怕的气息！若人无4肢，但用神眼看去4肢完好，如同真神，不可直视。比这3位境界如何？你见过这样的人？是我家的大人。无道不孤啊！严真君，离散人穷夫子，别来无恙。上次让你侥幸偷生，我们3个很是遗憾。这次，你必须死！3位年岁苍苍，不去颐养天年，何必再三与我作对？3奇堡的玉堡主是我儿。国师可还记得，你所灭掉的出云国，便是我创立的国都。老夫没什么来头，不过老夫修的是穷理功，吃穷了自己，越穷越有理。及物穷理，格物致知，道理我是懂的。夫子何故反我？魏延康，你权势滔天，现在除你还可，再晚些，以你狼子野心，恐怕要当皇帝了。哼，还有何人反我？我大雄古刹敢反国师，古神宗敢反国师，火鱼派敢反国师，天仙门敢反国师，墨兰门敢反国师，星辰海域敢反国师，敢反国师，敢反国师，敢反国师！国师看到了吗？天下人都要诛你，你有何颜面活在世上？区区几十万也配成天下人？斗烧小民，灭了就灭了，你们死了，天下才能太平。那就没什么好说了。不好，他们耍诈！完了完了，被困死了！还有机会，只要让大军察觉异常。秦师叔，你会传送法，不如脱身去通知魏国公。不急。那么，诸位是打算不按照江湖规矩来了？今天只有一个规矩。天牢封禁之内，纵有翻天覆地之威，也不会波及外界。大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魔教。不好，天魔教和炎康大军联手了。什么？啊，消失了！进攻！天魔教的传送术，天魔教，是天魔教，天魔教居然和炎康联手了。他们不讲江湖道义、江湖规矩，那么我可以放心了。堂堂天魔教，居然沦为炎康国师的帮凶！离生公主，裘蝶衣，你是第一个。这么长时间，国师你处心积虑，一直在诈伤。修为比上次偷袭他时强大的多。你故意隐藏了实力，否则如何演出你们这次在南疆的集结？既然各位选择了第二条路，那么现在这条路上，只剩下你们和我了。这里是……国师一个人被重重包围了，怎么办？他决定孤身留下，自然有他的把握。他可是神下第一人，当世最强之剑。刚才是你把我们传送出来的？哼。我什么也没看见，没看见。剑三生老师，你说出来干什么？诸位安心，有我在呢。属下参见圣教主，参见圣女。圣教主？不必多礼。这几位是我太学院的同儕，无意中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事到如今，要不
问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圣教。倘若不愿，就埋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吧。别过来！我已经是魔教，呸，是圣教的人了。秦师叔帮助国师，说明天圣教也是朝廷的人，加入也没什么。我们入教便是。云香，你快表态呀！月师姐有所不知，其实云香正是教中圣女。你们希望我来，我来了；你们希望合力对付我，现在我只有一人，你们反而不敢动手了。秦师叔，国师有伤在身，是否多派些天圣教高手去支援？天圣教来此，只为帮国师制造出手的时机。国师先手，无人能敌。国师已经跟叛军动手了。天圣教的突然出现，足以让那些掌教心神动摇。在国师这样的存在面前，分身哪怕一瞬，就是必死的结局。看不到战斗情形，便是错过了一场莫大的机缘。不知我能否打开碧霄天眼？还是不行，我的境界尚未达到。等等，怎么回事？视野越来越清晰。没有结成碧霄天的阵纹，怎么突然就能看清了？有人在用我的眼睛窥看这场战斗。莫非堕天魔王在我体内藏了一缕意识？先不打草惊蛇，装作不知为妙。之法是借助外物，练得再好，终究是落了下乘。你的剑法精湛无比，但始终是由14招基础剑式组成，尽管神妙，却也落后于时代。
经炼制飞将，该杀！九幽门门主，若把残害太学院世子，当死！大秦太尚书令，你曾是个为民请命的好官，我本看好你，可惜你迂腐化。悬空法王，旧时代的国宠就应该安安心心藏在史书上，却意图复国，不惜拿旧悬空国的子民当牺牲品，该杀！是不愧是神下第一人。村长爷爷的剑招以剑为图，剑影山河，雄浑无比；而国师的剑招却化繁为简，将剑意化为极致，有着冲破时代的锋芒。原来如此，剑应该这样用。国师对其他人都下狠手，却迟迟不攻击那面具人的要害。机会没了。你们皇室的九龙帝王宫刚猛霸道，两者结合，威力更强。只有凌家的皇族成员能将九龙帝王宫练得近乎真龙。这个面具人身份非常不一般。国师从给叛军2条路，到冒险进大香城，都是为了引出此人。飞过来了！山，是一座山，在天上飞。
双眼睛藏了起来。大雷音宗假慈悲的老贼来了！老贼，你也上！老贼，你也上！老贼！我家与大雷音宗的关系好像有点僵了。老不死的有种别走！老娘能骂你们3天3夜不重样！老贼，给老娘等着！国师，诸位道友，可否行个方便？如来请讲。善哉，再打下去，不知要损多少豪杰，断多少传承。大家何不化干戈为玉帛，了断彼此因果？国师是善男子，我曾与国师说过禅理，讲过经法，结下了善缘。不知国师可否将这善缘归还？我理当还这个善缘，不过这几人乃天下匪首，将来他们再犯，又将生灵涂炭。如来以慈悲为怀，当知我的忧虑。让他们入我大雷音宗，不再过问世俗之事，国师以为如何？老如来，你与我们联手灭掉此寮还不轻松？燕康国师灭了我等，必然会灭禅宗。何不现在下手，拿出你的降魔手段？不论国师如何待我禅宗，这世间总会有姓禅重禅之人。大雷音宗不会因国师而灭，亦不因国师而荣。你们若愿放下恩怨干戈，便随我去；若是不愿，我自当离去。如来是来打秋风吗？不如一并走了。老如来乃禅宗魁首，他来了却纷争，还天下一个太平，是莫大善举。而且我也受伤了。不过，我何以信得过已经反叛过一次的人呢？我是愿意化解恩怨。穷夫子，你们呢？就此归大雷音宗，此生不再踏山门一步。把他带走，他是人才，不该命绝于此。他
必须留下。这位善男子，你与我禅宗无缘。穷夫子，诸位师兄师姐，还请登山。对住了。你打算如何处置我？押赴京城，进京面圣。你僭越皇权多年，现下倒是想起头上还有皇帝了。令家的江山早晚败坏在你手中。国师说出那句话，就是要逼他自己。一旦凌家人与国师相争之事暴露，朝堂上下必将分化派系，届时君臣离心，党争不断，国家就危险了，凌家也危险了。国师，此间事了，告退。如来慢走。道兄，道兄，可惜细气罗未能留住你我的缘分。诸位，一念落中，尽夜相许。当慎择之。教主，你何必跟那老贼还礼？而今暴露了真实身份，必生事端。身为圣教主，他既然已平辈见礼，还礼也无妨。我是圣教主，也不必藏头躲尾。何况，我也不能让你们丢了脸面嘛。我们情愿不要脸。各位，你们给我这教主多少也留点面子吧。严康国师说他也受伤了，您何不趁机？敢信他的，都已经输了，有的已经死了。以国师的智慧、资质、悟性、谋略，未来倘若成不了圣人，必会成为无法无天的魔头。本次南疆叛军，除离散人田真君、穷夫子、齐大友这4人脱了须弥山，还有一个道全真人外，其他教主级的高手全被你杀完了。哎呀，60万叛军已经溃不成军，全部剿灭，只是时间问题。你的身体，看来要麻烦秦博士疗伤了。又疗伤？真的假的？真的。莫不是又骗我？自然是真的。信你才有鬼！信了你的，现在都躺在棺材里了。棺材里的人，你应该知道是谁。你不说，我也会知道。等到了京城，
看哪位老王爷突然轰了，便知道他是谁了。皇帝他知你懂你，太子呢？凌家也有问题，对你有想法的何止一个？你就没想过再进一步？你老老实实平叛，清扫南疆的残余反派势力，其他的不必多言。独天魔王的意识似乎完全沉寂了，是因为有国师在，他不敢暴露吗？还是他有什么别的打算？我受伤了。真的假的？真的。当真？真的。好吧。此番回京，皇帝定会论功行赏，秦博士当即首功。皇帝赏我，无非是加官进爵，倒是不知皇帝会赏国师些什么。如果赏给我家人和财帛，我要不要？皇帝还能赏给你什么？没有了。那你就要。啊，国师家里还有什么人？几个老仆和侍卫。有多少钱？每月俸禄勉强够用。没有妻儿吗？心存天理，何须人欲？我自求道。国师该成家了。3成，足足3成！派往前线历练的太学士子折损了足足3成，他们都是朕的栋梁之才，国家未来的中流砥柱，就因消息走漏，被逆贼害了，朕想杀人。知道这件事的，除了你和朕之外，都是一品大员。太子的几位老师，还有司徒、司空、国公，你觉得会是他们中的谁？臣不敢妄言。说，你怀疑谁？说。太子的几位老师大有嫌疑。顾爱卿，下去吧。是。回来。这次国师评判立了大功，你觉得朕应该赏赐给他什么？还能赏什么？国师他已经封无可封了呀！啊，陛下在试探我？不对，我以前是太子少保，是太子党的人。啊，太子跟权臣天生不对付。回陛下，国师向来不贪恋权势，但就微臣所知，国师家中清贫，且尚未婚配，陛下可赏赐给国师美人和财帛。和朕想的一样，只怕他又像从前一样拒而不受。国师很聪明，你也不笨，下去吧。是。还有，不要总是招惹太学博士，你惹不起他的，他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
我是中年坐上这个位置，甚至还熬死了几个儿子。看来我的太子不想像我一样等得太久。这位兄台，敢问城中是哪位大人没了？您居然不知道，镇北王十几天前突然薨了。啊！陛下悲痛，举国皆哀。镇北王凌尹峰是先帝胞弟，排行第8，乃是陛下的8皇叔，很是受人尊崇爱戴。他早年随先帝打天下，战功赫赫，几次险些战死，后来又救过先帝几次性命。他突然薨逝，我当去镇北王府吊唁。国师，镇北王为何会反？他不是反皇帝，是为了他凌家的江山反我。完美无缺的圣人，是皇帝所无法统治的。你说的对，我该成家了。陛下圣谕，太学博士秦牧保全麾下世子，在南疆立下赫赫功劳，擢升正五品上阶中散大夫，待遇与奸臣等同，钦此。恭喜秦大人，贺喜秦大人。炎峰帝好大的手笔，可惜是虚指。这皇帝对我还是有戒心吗？封印禁制都在。父老，元清，怎么回事？我什么也没看到，就被吊了起来。老爷，最近京城里闹鬼，许多达官贵人家里都遭了殃。不是鬼，是那人速度太快。我猜到此人是谁了。去库房。封印还在。国师，你猜错了，那贼人解不开你的封印。幻影无形，偷天换日，何须解开封印？你的库房空的都积灰了。国师，我的腿我拿走了啊！你收藏的宝贝我笑纳了。你家仆人我帮你照顾得很好，哎，不用担心。哦，对了，你的床我睡了啊。你小子不是说金钱如粪土吗？我特意给你被窝里塞了点金钱。哦，还在茶壶里加了点我的独家陈酿。咱们恩怨清了，不用谢我。扔出去，都扔出去！父老，取些钱来，我要去吊唁镇北王。家里钱不多了。
可以作画去卖。老爷署名吗？署我之名，买我画者便是贿赂我，不署。那只怕卖不出去。京城名士如此之多，谁会买无名氏的画？找魏国公见呢，还有朝中那些大臣。借过不少次了，尚未还清。再这样会被人说闲话的。你们在院子外守着，不要让人进来。马爷爷、瘸爷爷，你们是来看我的吗？不是，瘸子缠着我来京城劫富济贫，过阵子换成米面送到南边赈灾去。你是我们捡来的，我们会专门万里迢迢的跑过来看你。别自作多情了。就是来看我的，你们太想我了。哎，好了好了，是来看你的。啊，你看这条腿，我的腿，我从国师府拿回来了，国师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瘸爷爷，我和国师刚从外地回来，国师府里的国师是哪一个国师？都是大人了，别闹小脾气。我们是来看看你过得如何，也顺带让你看看我们的手和腿还是否能用。马爷的断臂，马爷去了大雷音宗？哼，当然，马爷那可是一路打进去的，威风得很。可惜不知道老如来带着须弥山飞哪儿去了，不然马爷肯定能踏平了须弥山。公子，国师来了。秦博士，可否借些钱财？国师需要多少钱？我1个月的俸禄是800大封币，就借1月的俸禄，先渡过难关。国师何至于如此清贫？外物太多，会影响修行。这是1000大封币，不宽裕的话，便不必还了。君子固穷，但不必守穷。要还，过几日陛下的赏赐就会下来了。你房里有其他人，一个很强大的存在，像是一尊如来坐在那里，岿然不动。不对，应该是2个人。那个人身体与天地相融，飘忽不定，似乎随时可能遁去。秦博士，何不请我进去坐坐？国师，还是不请你进去坐了。我家大人来了，身上有伤，不便见人。的确不便打扰。薛爷爷，你是把国师府搬空了吗？是整个京城的大户，光靠国师府，我得喝西北风了。他根本就没几个钱，整个国师府除了龙子的画以外，连件值钱的家具也没有。收着，这是龙子画的剑神背剑图，拿去辟邪。剑神，画上是村长爷爷。哎，别打开，以你的修为，看一眼就会瞎掉，人也会死掉。木儿，
你的体内似乎有一缕奇怪的气息。哦，大概是因为我最近在修习振兴军的神话形态吧。国师说我神话的时候，气息也会发生变化。胡灵儿、龙大，带爷爷们去城里逛几日。待我激发残肢的活性，就来给爷爷们治疗。这是什么文字？和龙爷爷教的所有古文都不同，倒是有点像千魂眼的符文。振兴军形态怎么多出了一扇门？这门和九幽门的好像。上面写的是有毒文字，你这个渺小细弱的生灵，怎么可能认得？谁在我身体里说话？太壮！我观看严康国师战斗的时候，你不是已经发现我了？你特意支开那两个老者，难道不是想试探我吗？看来你也不笨。愚蠢的幻魔者，你在多天最伟大的统治者面前耍一些看似聪明的花招，根本没有用处。臣服我，供奉我，这是你唯一的出路。你的生命在我面前微弱如尘埃。伟大的都天魔王，红山派已经灭门，这个世上只有我还能召唤你了。杀了我，你恐怕永远也无法降临到这个世界。威胁，我有10000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魔王不怕暴露了？说下去。在天波城幻魔时，魔王就藏了一缕意识在我体内了吧？这一路，你有无数机会可以动手，何必等到现在？除非魔王有所忌惮，你不敢让国师、马爷爷、瘸爷爷察觉，你怕你的这缕意识会被他们抹杀。那么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甚至主动将他们调开，引我出来？你是不是发现了，这扇门和乾魂影的法术很像，而乾魂影的咒语不过是简化后的有毒魔语，远不足以发挥出法术的全部威力。教你真正的魔语，对不对？既然各有所求，我们做个交易。我不可能放任你和天魔众再入侵过来。放心，我见识到这个世界的强者没有了占据这里的想法。你只需唤出我的几个臣子，送一些子民到这里，繁衍生息。要是魔王中途反悔，让你的臣子杀了我呢？
下吐蕃9月，谁若为师，犹夺吐蕃大帝亲临，摄走他的魂魄。我只听说过幽都府君，吐蕃是谁？他是真正原始的先天神奇，幽都大帝魔道本源。夫君不过是他的使臣，他掌控着一切死亡，支配所有魂魄，就算是神魔死后，也要为他奴役。如何？行吧，我不懂魔语，立誓得用人族语言。小家伙，比鬼还精！魂归来兮，吐蕃9月，夫妻常无身。小子，抓紧我！这里就是吐蕃的领地？是，也不是。在上，九曲黄泉为证。我都天世传秦牧幽都魔语。吐蕃大帝在上，九曲黄泉为证。我秦牧是为都天魔王，召唤臣子。奸诈的小子，你终究还是着了我的道。你是有本体里的事，而我只是一理意识。吐蕃大帝灭掉也就灭掉了，我不在乎。我将你的臣子召来一批，便杀掉一批，
这样也不算违约吧？我们互不信任，与其两败俱伤，不如各退一步。你传我魔语，作为交换，我可以为你打造一副躯体，一座机关铜人。等你的意识寄生其中，便可不受我的拘束，自行幻魔。你意下如何？你那两个爷爷颇有手段，我藏身在你体内，他们投鼠忌器。一旦我离开你的身体，他们岂非可以毫无顾忌地出手杀我？我有那么蠢吗？一辈子待在我体内，一举一动都受我限制。魔王当真甘心吗？我会在这个机关像烙上符文阵法，遮蔽你的魔气，无人能查。最关键的是，一具能随魔王心意自由行动的机关躯体，岂不比受制于人的肉身更加完美？你先造机关像，我再传你魔语。成交。不对，造机关像的同时，我还需要幻魔，否则便算违背了盟誓。你小子不笨，你可以凭着你的机灵劲儿存活下来。小子，要5尊魔神像，换来我的5个臣子，再造出1尊机关像，约定便算完成。魔王觉得这具机关躯体如何？看起来还行，不过别忘了，你还得召唤我的5个臣子过来。就选你了。太医殿为传授骨骼经络之学，备了不少白骨供世子修行，正好能用来幻魔。Preta Deva Vatarana Preta Deva Vatarana Preta Deva Vatarana。魔神被我家公子的长辈打死了。启明的长辈，那些凶神恶煞的家伙竟然奏出大虚了。魔王，咱们的盟誓我这一半已经完成了。小鬼，那还有4尊魔神呢。我立誓时只说了幻魔，未曾许诺数量。召唤5个是召唤，召唤1个也是召唤。你们2个爷爷一直在等着下杀手。我早就知道你小子奸诈，特
刻意挑选都是在斗天世界不服我管教的那几个，正好借你的手除掉。我已经信守承诺，换来了你的臣子，现在轮到你了。幸好我也留了一手，我立誓时可没说过将所有的幽毒魔语交给你，我只传你一句，别的你自己向幽毒去问。那，你告诉我那扇门上的字。玛雅玛，坤元之门。进入门中，便能汲取幽毒坤元之力，壮大魂魄。真的？有赌博之约在，我可是绝对诚实的。行，我相信你。待我忙完之后，就进去试一下。你我的约定都已履行，都天魔王，你现在可以从我体内离开了，进入那座为你量身定制的机关下。之后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我先去办一件更重要的事。马爷爷、群爷爷，可以回来了，我来给你们接身体。经过这段时间的药水浸润，爷爷你们的肢体已经恢复活性。你帮我们接上手足的时候，那个魔神多半会逃走，不如现在用禅法练死他。原来这小子是要治疗这两个老头子，我脱身的机会来了。再次暗算我，这符文是封印。胡灵儿，我教你怎么操控这里的机关。混蛋，有种放我出来，大战300回合！魔头，你们才是魔头！这次我认栽了，给我个痛快的！痛快可不是随便给的，我们走，让他安静安静，好好思考一下魔生。我们捡来的小娃娃真的长大了，幸好当初你把它偷了回来。偷？你小时候天天尿床，死婆婆烦的，把你送去隔壁村。婆婆要把我送走？不过送了几次，你就回来几次，都是瘸子把你偷回来的。哎，才没有！我最讨厌小孩子。村长和药师爷都说送出去就清静了，哑巴还打算连牛带你一起送。还好有虾爷爷，龙爷爷疼我。最烦你的就是聋子，自从你尿在瞎子脸上，四老太婆再把你送人，他也就没话说。你小子！这魔王狡诈得很，木儿，你得小心提防。哎，木儿记得回家过年啊，不然老家伙们可得难过2、3年了。一定回去。国师倒也沉得住气啊！当日明知道我们在木儿房中，还能隐忍到现在。两位前辈都是高人，不是恶人。只要将地碟交出来，我任由二位离去。地碟，我送人了。送
送给谁？啊，你们延康国新上任的中散大夫秦牧。罢了，皇权靠的是民心向背。都天魔王说，进入坤元之门便能壮大魂魄，真的可信吗？里面就是幽都，进去之后会遇到什么？还能活着回来吗？幽都府君！还敢吗？早说出这句话，便不拘你的魂了。夫君，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志在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这座门是幽都的承天之门，坤元承天，鬼神可进，不是你能进去的。都天魔王骗我进这扇门，分明是要借夫君之手杀了我。圣教主，陆天王受伤了，体内神藏皆毁，性命垂危。圣教主，陆天王受伤了，体内神藏皆毁，性命垂危。圣教主，有人拿着乾天王的衣裳，引诱我一路追查。他们杀了乾天王，为的是圣教的传颂之法。乾天王还未到，查善待乾天王的后人。什么人？灵宝不动禅功。是太子太师孙南陀。陆天王放心，你死不了。圣教主虽是神医，但也救不了必死之人，不必白费力气了。就算你死了，我也会用千魂引把你的魂魄从幽都拉出来。我的神藏已经崩塌，神魂撕裂，魂飞魄散之人是无法进入幽都的。生死无常，难免别离，一定要常回来看看。圣灵上，再见一见圣书，听一听圣人的伐木声。我圣教不留尸身，
只留一把灰，熊熊圣火焚我残躯。圣教主，保重。建堂，我要太子太师孙南陀的所有资料，他的生平，他的家眷，他的门派，他的弟子，他的一切。圣教主，你已经2天2夜没休息了。我这几日研究灵宝不动禅功，搜寻其破绽，都记录在此，让大家先看一看。南陀宗的资料搜集的如何了？南陀宗假借传扬道法之名，以酒色笼络朝廷重臣、江湖义士，形成层层相互的关系网，迅速做大。凡有违逆反抗者，皆被困死在密牢。朝廷内外对南陀宗的攻讦，原来都是这样消失的。劳烦魏庸兄回家一趟。哦，对国公说，南陀别宫有热闹看。嗨，我家的老太爷虽然爱凑热闹，但也不是什么热闹都凑的。国事不够大，他老人家是断然不会去的。他能嚷嚷的整个京城都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太子太师的热闹肯定不小，你尽管去，去了便知道。哦。初代宗主曾与大雷音宗如来论入世修行之道，凭借千床塔参悟灵宝不动禅功，千床塔失落塞外数百年，直至近年，我才参悟何为不动，是为入世亦可不动禅心。太师甘愿放下芥蒂，还俗入朝，故素来敬佩。南疆军情，大相一战，天魔教的传送阵法起到了逆转局势的奇效，巴蜀族镇北王穷途末路，被逼自绝。天魔教手段诡谲，如今又与国师这个神下第一人联手，孤不得不防。太师可否为孤与大雷音宗搭一条线？殿下有意消弭宗派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老如来也很想与殿下见上一面。殿下夺得天魔教的传送秘法，与天下宗派亦是幸事。不过，天魔教的2位镇教天王都没能吐出我们想要的东西。那就从他们的新教主下手。大雷音宗来的消息，这位新教主便是新晋五品中散大夫，大虚来的器皿秦牧。
是他。之前就听闻这个器皿颇得太后父皇青眼，还与玉书结交不浅。看来这器皿为渗透严康，真是处心积虑。遵照您的吩咐，我等已经将陆天王安葬在圣树下。南陀宗曾是禅宗第2大派，与大雷音宗颇有渊源。宗主孙南陀还俗后，投奔延康朝廷，官拜太子太师。南陀别宫看似是传道修行的禁地，实为权贵招权纳贿、草菅人命的淫窟。在京城动手，影响太大。就在城外吧。吴堂，把南陀宗至宝千床塔现世的消息散播出去，传令各堂堂主，召集教众隐在人群，制造声势。是。建堂，通知12护教长老、8大督察使、左右护法使留守城外。是。造化天魔宫。不对，没有制皮为上。敢问教主，这是造化7篇中的哪一篇？造化天魔宫主修自身魂魄，并非包皮之一，改变外形，造化灵功就足以办到。再辅以造化天神功模拟功法，便可化作同境界的任何人。这些功法竟然还能这么用！我们去会一会南陀宗。快看！啊，老太爷，亲兄弟说南陀别宫有热闹看，还说你一定感兴趣。不会错，宝塔千床，与灵宝不动禅功一脉相承。是我南陀宗失落几百年的镇教之宝千床塔。这千床塔是我楼兰黄金宫传下来的，我奉乌尊之命前来，借此宝会一会南陀宗的英雄豪杰。无耻蛮子！千床塔几百年前失落塞外，原来是被黄金宫偷走了，还不快快物归原主！一个贼还这么嚣张！原来是个贼，装模作样。南陀宗，给他点颜色看看。对，给他点颜色瞧瞧。就是几百年前，我黄金宫在草原上救过一位老禅师，得赠此宝。老禅师说，此宝非凡，只赠有缘。今日，我也想为此宝寻个有缘人。如果南陀宗弟子能够以相同境界击败我，我甘愿献上此宝。相同境界，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太天真了！我当是什么热闹？原来是楼兰黄金宫的小兔崽子来找南陀宗的晦气。走，听说黄金宫的人来南陀宗堵门了，快去看看！快去！堵门！南陀宗有一赛，听说会夺公主什么？公子一定有大佬子看，快走！让开！我看看你，让开！哎呦，别动！叶师姐，眼下边境形势紧张，这塞外小子此时来堵门，若把他打残打死了，会不会以延康宗派仗势欺人的借口，趁机挑起两国的战火冲突？放心，南陀宗可是名门大派，按照堵门规矩，堂堂正正同级对决，也一定能打败这个蛮子。没错，无耻蛮子，不能放过他！让他瞧瞧什么才叫宗派气度！你们就在这看着，蛮子，你休想耍阴招！魏国公这大嘴巴一叫嚷，全京城都知道我南陀宗被人堵门了。若是不守规矩，贸然杀了这小子，我们反而颜面扫地。无妨，我来取走宝塔。这位师兄，我名袁敬，
武药境界，敢请教。楼兰黄金弓班公错，武药境界。哼！哇，这便是灵宝不动禅功。据说他可将千宝化为1000种印法，每一种印法威力效用各不相同。这小子修为还算雄浑，身如金刚，刀枪不入。你居然杀了袁静！我们那儿的规矩，便是只要出手，不论生死。这蛮子敢在京城杀人，速去大理寺报官，让官府拿他。陛下以前下过令，朝廷的归朝廷，江湖的归江湖，这是江湖的恩怨，怎么能让大理寺插手？否则江湖上天天打打杀杀，大理寺忙得过来吗？原来南陀宗都是些沉溺酒色、贪生怕死的两脚羊。你，宗主，不好了！塞外楼兰黄金宫派了个蛮子来堵门，他以我宗至宝虔诚塔相要挟，杀了好几位师兄弟。这个蛮子的修为强得离谱，但他的功法怎么不太像是楼兰黄金宫的乌尊楼罗金？圆月，你上。你是6合禁忌中的佼佼者，修得400多种印法，定能一招制敌。宗主命你先加以紫风6合神藏，趁其不备，直接气风神藏将他杀了。6合镜，劲风神藏，装不下去了吗？他怎么突然变了？若是能够发挥出神话的肉身神通，便可以力敌6合境的神通者。神话神通？你才武药境，这不可能！南陀宗枉为名门大派，自己坏了规矩，偷偷解封6合神藏，还丢了性命，实在是辱没严康的名声。听闻楼兰黄金宫会用邪法改造自己的身体，没想到实战中竟如此强劲。这个蛮子背后的高手又会有多厉害？太师是怀疑楼兰黄金宫还有其他人藏在暗处，杀他简单，就怕后患无穷。想要平息此事，必须一网打尽。小子！拿着我南陀宗的宝物，堵我南陀宗的门户，杀我南陀宗的弟子，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这位就是南陀宗的宗主吧？我此来并不为堵门，只为将此宝送到有缘人手上。既然此宝你有意出手，
不妨开个价。太子殿下，太子殿下，这世间还没有姑买不下来的东西。那便要朱雀战船100艘，再加上200架青龙云车就行。朱雀战船和青龙云车乃是军备，你消遣姑？我是塞外之人，不懂你们的规矩。我的开价如果觉得太高，就当是我说笑吧。此宝如果遇到有缘人，我分文不取，拱手相赠。但凡能够公平对决胜过我的，尽可以前来一试。今日天色已晚，明日我会再来拜访。太子殿下，南陀宗主告辞。哎，秦兄弟叫我来瞧热闹，眼下热闹都瞧完了，他怎么还没来呢？没完呢！孙南陀这厮道貌岸然，实则是个阴险狡诈的主，派了弟子一路跟踪那蛮子，定是要去城外杀人夺宝。在京城内杀他，难免惹人非议；在城外毁尸灭迹，就没人知道了。宗主，我们一路跟着那蛮子到城外，他就在此处夜市逛街，绝对跑不了。城外夜市，如今也变得如此热闹。弟子记得，往日确实冷清，这几天或许是外乡流民在搞什么庆典，未可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天魔教称他们的教主为圣师。圣师灵训的意思是，圣师降临训化。
这一仗是为了前天王，这一仗是为了陆天王。你是？你敢打天圣教的主意，就应该想到今天的后果。孙南陀修宝不修心，宗门之人进入歧途，这便是独善而废众。一教一派的基石从不是法宝，而是人。是。秦兄弟，你怎么在这儿？臭小子，把嘴巴闭上！还没搞清楚状况吗？魏庸兄，国公，进来坐吧。你们都是天魔教的，怎么不早告诉我？我兄弟是堂堂教主，这多威风啊！孙南陀已死，南陀宗已灭。护教长老们，去将南陀别宫铲平，救出被掳女子，安置受害民众。是。教主圣师，我们已经搜过孙南陀的魂魄。在他杀害前天王、陆天王时，这些人也在现场。太子太傅云伯山，太子太保廷烟具，太子少师崔明志，太子少傅贺千秋，太子少保若朴大师。还有延康国太子林玉夏，寻找时机，送他们上路。是，这天魔教主也太嚣张了。算上孙南陀，一共6位朝廷一品大员，再加上太子，竟然都要送去上路。教主，我嗓门很大。我知道，国公喊一嗓子，京城中所有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刚才处理家务时没请国公及时回避，让国公碰巧也成了此事的共谋者，真是不好意思啊。什么共谋者？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当然信，别人信不信呢？我教折了2大天王，国公可愿成为我教镇教天王？我有官职在身，哪有时间来做你们的镇教天王？放心，我圣教向来闲散，即便是我这个教主，也很闲散。若非出了此事，我也不会亲自走一趟。世人对我圣教有太多误解，还以为我们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呢。太好了，魏天王这个名头可比国公响亮多了。秦兄弟，你也给我安排一个差事。
我是说，天王怎么敢当？不如给我个清闲的差事。就这么定了。魏天王，魏天王。老子一世英名全被我用这个小兔崽子毁了。若是不叫那一声亲兄弟，咱爷俩还能全身而退。不过一夜，南陀宗这么多人全都人间蒸发了，到底谁有这等本事？难道是天魔教的魔崽子来寻仇了？殿下，陛下动怒已经让人在查，但查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只说是塞外楼兰黄金宫动的手。陛下准备年后便对塞外用兵。查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只怕是父皇也不太想查吧。只有天魔教这个魔道牛耳，才能做到如此神不知鬼不觉。他们死了2位天王，自然是要报复过。传姑命令，去大雷音宗求见如来。太师死了，但大雷音宗的这条线不能断。以南陀宗和大雷音宗的渊源，老如来不会坐视不理。殿下，天魔教毕竟是3大圣地之一，只怕老如来。道门、大雷音宗这2大圣地与天魔教的恩怨，比与延康国的恩怨还要长。他们无不想灭掉这个魔道魁首，只是没有机会。倘若孤给他们这个机会呢？倘若延康国的皇帝不再与这些门派作对，不再支持国师改革，倘若延康国的皇帝罢免国师，可以让门派与国家之间的争斗烟消云散，你说道门和大雷音宗是否愿意与这位皇帝联手？是否愿意支持这位皇帝？父皇虽然有雄才大略，但他对国师的信任太过了。朝廷中大半都是国师的势力，这是要亡我林家的根呢。父皇已经被国师架空了，再任由国师做大，便是要改朝换代。八叔祖曾经劝诫过父皇，但父皇一意孤行，偏信国师。八叔祖无奈，不惜背负叛国之名，也要除掉国师。可惜功亏一篑，我不能看着林家的江山毁在父皇的手中。我不孝，但我忠于林家。可笑我的那些弟弟妹妹，还是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根本不知道我林家即将大难临头。林家被赶下皇位，他们也将灰飞烟灭。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我必须成为皇帝。言官将近，世子们都要休沐回乡了，你呢？我答应了婆婆和爷爷们回村过年。你要离开，回大虚了。公子，国师派人来还钱了。啊！国师收到赏赐了，陛下厚赏万金，还特赐姻缘，将百名闺秀的画像送至府上。
从金枝玉叶到绝色美人儿，老爷一个没选，唯独青睐那位织染令。次日便成了婚，与夫人游山玩水去了。织染令，你猜猜是谁？你见过的，你之前在滴江县救过他哦。是你的那位朋友，国师夫人竟然是他。是呀，我也觉得太巧太妙了。锦娘姐姐倾慕国师很久了，之前一听闻国师受伤，她便急着去大墟搜罗药材，如今竟真结为良缘，这怕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吧。大雪天跑去游山玩水，也对，雪连续下了10几日，从未见过太阳，有古怪。老大，怎么漓江也下雪了？漓江地处南疆，四季如春，怎会有雪？小的们，加快船速，去前方看看。陛下口谕：各地遭遇史无前例之天灾，5品以上官员即刻入朝觐见，迟误者严惩不贷。诸位大人还不快快前去，贻误不得。飞到京城好几万里了，你们有没有见过太阳？一朵绵延几万里的阴云覆盖了延康。天魔教倒行逆施，延康国妄图变法，终究引得上面警觉。天谴就要来了。国师到了吗？禀陛下，国师告假离京，省亲访友，至今行踪未明。太子也不在，皇帝为何不曾问起？他们都在此时离京，是巧合还是？诸位爱卿，有10多日没有见过太阳了吧？朕收到各地官员奏折，从东边日出岛至西边密水关全境大雪。一朵云盖住了我延康全境。陛下，诸位大人，南方庄稼被大雪冻死得干干净净，到了明年颗粒无收。北方县不少郡县的农户已在砍伐树木、烧火取暖。若砍伐殆尽，山洪、泥石流、大洪水等天灾降临，酿出人祸。饥民吃不到东西，便要吃人了。南方本就因战乱缺粮，倘若北方也断粮，就必须动用世家和宗派封地的存粮，只怕稳定下来的局势又生变。这朵云倘若几日散去，还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若不散，逆贼造反，朕如座钓鱼台。现下一场雪，一朵云，就要我延康分崩离析，让几百年的努力烟消云散吗？陛下，天有天道，国师变法便是变天道，这才触怒上天，民不聊生啊！
拖出去，砍了！国难当头，还扰乱人心。变法是朕要变，不是国师要变。陛下，天怒人怨也是怨朕，不怨国师。陛下，何不把这朵云收走？中散大夫有何高见？可将宝葫芦之类的灵兵炼制得更高更大，把云气吸入宝葫芦储存。但全国只有100万只宝葫芦，最多只能收走1省阴云。陛下可以下旨，调集全国6合境以上的神通者炼宝收云，等到干旱之年，便可放出阴云遮阳降雨。倘若与敌国开战，便可操控天象。以天象为武器，妙。可惜有些江湖人并不听从朝廷之言，那便需陛下亲力亲为。收云止雪后，可率神通者以火除霜，施法开垦，送风补种，百姓自然迎从。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陛下，中散大夫当朝散播天魔教教义，假公济私，趁机吸纳天下神通者入魔教，祸国殃民，当诛。除了诽谤攻坚，你们还能做什么？中散大夫想折子做实事，你们只想着扣帽子杀人。中散大夫真魔道之言，蛊惑臣心，祸乱朝政，这是要灭我国祚呀！陛下，请诛杀这魔道妖人！你被革职了。秦爱卿的话正确的很，分明是治国救民的良言。再胡乱揣测，就杀你的头！朕要的是能办事的能臣，不是张嘴诋毁的佞臣。天策上将，查明天灾真相。遵旨。司空、司徒3司上卿，随朕一同救灾。是。臣保举几人，或可以一同帮助陛下。准了。国师这几日不在，他便趁机安插人手。不过话说回来，我就是天魔教的镇教天王。国师若是几年不见，只怕连皇帝都是他天魔教的人了。皇帝见识太浅，以天魔教教义治世，却不知后面的大恐怖。这场变法注定行不通。为何？道法自然，我道门用数理构建自然，演化万象森罗，而不改变自然。天魔教却是率性所为，放纵欲望，对抗天道。哪怕他们帮助了百姓，也会招致天罚吗？我欣赏他们的一些行为，但他们的教义错了。神出自自然，变法变道就是破坏大道，就是反神。这不是魔，什么是魔？国师受天魔教影响太深，从前的灾难也会在延康国降临，这是天降之劫呀！让门中弟子都下山吧。皇帝和国师惹出的天罚，不应由世人承担。你们能救多少人，便救多少人。遵法旨。
倘若国师和皇帝执迷不悟，我道门也不得不入世了。天上小玉京，仙人扶我顶。夫人，这个神秘的圣地出过一位真散人，他说小玉京有一些可能会改变我想法的东西。夫君可愿改变？小玉京，清幽山人。延康后学，拜谒前辈。真散人死在我的手中，山人为何还邀我前来？山人是仙，不是神。我们不干预世事，只记载世事。来我小玉京者，皆是仙人；离开，则与我小玉京无关。真散人如此，贤伉俪亦是如此。国师、夫人，这边请。仙和神如何区分？仙是人，神不是人。你的意思是，人无法成神，只能成仙？国师修到神桥境界时，在神藏看到了什么？一道断裂的神桥。我们曾经看过不知多少人的神藏，皆是这般。世人通往神明境界的桥梁断了，便再也无法成神。其实单论修为，我们完全可以与神奇比肩，但是境界却被断掉。许多年前，我也发现了此事，一直在搜寻解决之道。小玉京入境古今秘辛，可曾有过重连断桥的记载？有，不过小玉京也做不到，不能成神，才想着成仙，所以我们这些老叟才会隐居在小玉京。我们虽然自称为仙，但是大限一到，还是要魂归黄泉，免不了一死，只是在此图个清净罢了。500年有圣人出，我们也想看看今朝的圣人是否能够做到从前的圣人做不到的事情。延康的这片云足够大，但又不够大，只是一次警告。在我宗漫长的历史中，也见证过这种天象攻击。敬明，将空寂哀皇经卷展开。空寂哀皇6420年，天象变，降雪30日，云锁80万里，不见天日。恶殍遍野，匪盗四起。哀皇命诸神龙王筹之。哀皇6430年，天降火流星，星雨如潮，万千火山迸发，大地震动，地裂千丈，河流干涸，海空。又至次年，太阳消失，月已无光。难道这便是大虚神国最后的历史？大雪和阴云只是开始，不过这警告来得比我预计的要早许多。延康国的作为让上面有所警觉了。唉，若炎峰帝一意孤行，延康只会是下一个大虚。皇帝若想平息这场灾难，唯有停止变法，罢黜国师，降罪己诏，向天请罪。或许这一切尚有转机。上苍降怒，
却要百姓承受。过了。启禀如来，延康太子前来求见。请他上来。秦老弟，嘿，我把玄铁都备好了，快给我铸艘铁壳船，这大雪天就等着靠它赚钱了。没问题，打造铁壳船绝非易事，需要花些功夫。范兄，请静候佳音。好，好，小心！你们帮助皇帝赈灾，倾圣教之力，尽力而为，领法旨。倘若皇帝赐官，我们是受还是不受？受。延康国就是天圣教，不必多疑。很多神通者习惯了高高在上，认为给凡人做事就是折辱，不会乐意为百姓出力。极端者只怕会趁机作乱，针对天圣教。你们务必小心。教主放心，圣教能屹立至今，并非浪得虚名。范兄，铁壳船的制造施工可是绝密工程，你好像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秦兄弟，你居然是天魔教的！我什么也没看见。范兄，两条路，你是老江湖，该知道是哪两条。我入伙了。你不会碰巧就是圣教的教主吧？从今往后，你便是我斐堂的范乡主。哎，教主，哪艘船是我的？这艘。哦，另一艘小船供我代步之用。我准备回家过年，顺便沿路勘察赈灾情况。教主，我能不能要一艘大船？大船是圣教专门用来赈灾的，要是耗费甚多，速度也不如小船快。事不宜迟，我们收拾一下，准备上路吧。小心，这幅画可是危险物品。走，出发。这位太子舌灿莲花，态度也非常诚恳，或许值得一试。但那位寿数还有大半，恐怕不会主动相让。古有禅让，有能者居之，暴虐者退之，这本是天理，是该恢复古制了。绝不可让大襄城之事重演。天魔教新教主何如？必须慎重，一旦动手，便是正魔大战的开端，贻害无穷。不，这恰恰是有史以来最妙的时机。这位新教主现在只有5要紧，且才进行了登基仪式，位置未稳。
敢问山人，书中反复提及的开皇纪、开皇国，是哪朝哪代？开皇是道门的说法，禅宗则称之为空寂哀皇。如来曾言成住坏空，乃生灭循环的4个阶段，空寂莫非是史上第4纪？不错，第4纪的开皇神国，现在的大虚。大虚？那时有一批人连上断裂的神桥，建造出一个鼎盛辉煌的开皇神国。后来，上界的神祇降下大劫，开皇国灰飞烟灭。有人连上了神桥，这么说来，他们可以成神。不过这些人在现在已经很少了，他们被称为神之器皿。就是大虚中的那些器皿？不，大虚中的器皿几乎没有人拥有完整的神桥神仓。我们小玉京的仙人去查看过，延康国曾经接过神谕吧？神谕严禁器皿走出大虚，防备的并非是寻常大虚器皿，而是那些神桥完整的开皇国遗民。不错，而今那些遗民都居住在大虚的无忧乡之中。回大虚的这一路越来越冷，路边冻死的人越来越多。来，小心！拜见圣教主。你们是圣教弟子，告诉他们不要去其他地方了，所有地方都被冻起来了。这些人一旦停下，就没有了希望。继续走，心中还有希望，说不定能找到温暖的地方。来，这边。公子，我算了一笔账，物价翻倍了。许多商户在囤货，不肯收买，稳定物价还需从朝廷着手。我也派人呈报给了荆州少爷。谢谢，谢谢。这种天象攻击是神的手段，不过这个神比较温和，没有痛下杀手灭了人族，只给了一点轻微的警告。警告？神？大虚祖训：天黑别出门。凡遇大虚中的神之器皿，格杀勿论。当年神祇向延康国传下神谕时，还一并传下了2件神器。大虚流传的神谕，神到底是什么？血分万里，还只是温和的警告。神魔不死，大道不绝。
出发，回大虚岭。无忧香，开皇国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引来神奇降劫？国师将殿中史籍读一遍，就会明白了。那场大劫，我小玉京称之为开皇劫。在开皇劫之前，还有3次劫难，而现在严康崛起，我们小玉京便称严康为严康纪。山人说严康国，你们称之为严康纪。那么，倘若严康覆灭，你们是否要称之为严康劫？夫人聪慧，那座宫殿是为严康节准备的。等严康国覆灭，便会整理出严康纪的历史，留给后人参阅。倘若国师还要按照原本的道路走下去，开皇国的劫难也会是严康国的劫难。夫君，小玉京的仙人似乎来历有些特别，妾身猜测，他们会否是开皇国的后裔？有这个可能，他们没有恶意，无需揣测他们的心思。古为今见，开皇面对过的事情，严康也会面对。公子还没突破云层吗？快来！哦。刚才明明看到那小子的船，怎么现在不见了？秋妹妹，放出虫子来！天魔教主，原来藏在这儿！胡灵，加速！血灾绵延，百姓流命，天魔教难辞其咎。有豹，你来掌舵。我吗？天魔教的秦教主，身份败露，前路颇多坎坷，很多道友都在等着你呢。在下奉师命前来除国，祈求上天息怒。求李宗琼夫子门下蓝雨见过天魔教主。罪过！天魔教主，大雄虎叉半只，前来度化你。好像是个高手，必须找出他功法的关窍，一击破解，否则这把铁壳船会被他压爆。
玉龙门三奇宝琼里宗大胸骨叉。看来这次回大徐的路会很漫长。玉龙门三奇宝琼里宗大胸骨叉，2个七星剑和2个6合境巅峰的高手，后面还有谁？好歹也是都天的主宰，你让我来救你的命，最好说声请字。请。冰山般的女子修习的剑诀，讲究的是压制心中别情离恨，方能刀心如剑行，通透无瑕。可惜，倘若有半天时间，我便能令她欲念横生，彻底堕魔。惭愧，我中了魔道法术，被他们逃了。天魔教主的船太快，我们追不上他了。放心，这次猎杀天魔教主，江湖上的同道几乎都出动了，布下天罗地网，他逃不出去的。他们只是先头部队，后面不知还有多少高手。快转舵！龙胖，进船！能划破这颗船的，至少也是天人境高手。龙胖，再快些！好重，你们是不是胖了好多？胖的是你！再不跑快点，不等过年你就要被吃掉了。小心！天人境高手，看来是躲不掉，也逃不过了。好重的怨念，这里应该是一片古战场，曾发生过一场血腥厮杀。停下，落到下面的山中。就以这里作为战场，会一会他。胡灵。臭小子，你若是能招来我的真身，
我便帮你将他们统统杀光。熊皮魔神，哼，他只是我的手下之一。Preta Deva Avatar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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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ta Deva Avatarana。不好，他追过来了！想以尸骨换魔，果然是魔道。今日枯叶替天行道，是为大香城的道友报仇。龙胖，拦住他！快去呀！你这小老道的本事，不消10个回合，就能把这头胖畜生削成肉泥。小孽畜，还敢不降？莫非要魂飞魄散？屠天魔王，拖住他！不去，我被困在这副躯壳里，使不出全力。我若是死了，世间无人能幻魔，你的真身也永远降临不了。你若是为我卖力，我也不会亏待你。啊，真教级别的宝物！这小子为了让我出手，倒是下了血本。不过，我现在若是出其不意做了这小子，那么我便自由了。这具钢铁之躯被这小子装满了机关，万一杀了他之后机关锁死，我就要被困在魔神像里，再落入这小老道手中，亦是死路一条。还是做了这小老道再说。这畜生至多不过7星境巅峰，只有一头畜生出手。看来魔教高手都被派去赈灾，天魔教主身边无人了。一架用树妖制成的古琴，倒也是一件难得的宝物。
瓦特抓纳，普瑞塔德瓦阿瓦特抓纳，普瑞塔德瓦阿瓦特抓纳，普瑞塔德瓦阿瓦特抓纳。不好！枯叶道人，余弟来晚了。琼里宗琼夫子门下卢文书。见过天魔教主，我师父与离散人田真君忧思天下疾苦，命我这个晚辈前来向前辈出手，不算过吧？琼夫子与我平辈，他没有向我出手，反而派了一个又一个徒弟，已经是看清我了。家师并非不想亲自来，而是另有要事。上天降罚，他老人家要救黎民百姓。哦，如何救？终止变法，向天请罪。变法是因国师、皇帝而行，而今国师不知所踪，那么，琼夫子他们是去刺杀皇帝吗？国师给老如来面子，让他救走琼夫子等人，条件是不再插手事实。为何出尔反尔？为天下众生故，为何不能出尔反尔？灵秀宫青羽散人来杀天魔教主。既然来杀我，为何还要见礼？虽是仇敌，但礼数不能失。这次对付天魔教的小教主，我们有以大欺小之嫌，但你毕竟是堂堂魔道第一圣地的教主，辈分上要比我们高，因此倒也不算以大欺小。为天下众生故，可以出尔反尔；为除魔却不能以大欺小。你们倒总能自圆其说，有意思。还有几位，也请现身吧。天魔教作孽太多，禅师普善特来为天魔教主消解业障，求得往生。盖门齐门主麾下，莲花堂堂主罗三破，除魔勿近。教主身边好像有只狐狸精，曾经得罪过齐门主。齐门主说务必弄死。你们齐门主真是小气，不当人子。 5个天人境的高手，
哭也能与诸位同到一起，围剿天魔教主，屠魔于此，真是幸哉快哉！诛灭天魔教，还天下一个太平！太平？天灾当前，天圣教以神通助力万民，搅乱这太平天下的，不正是诸位正道魁首吗？魔头诡辩，无需多言。诸君，为了这人间的沧桑正道，为了正道，杀！熊皮大魔神，我将他们统统献祭给你！诸君，为了这人间的沧桑正道，杀！熊皮大魔神，我将他们统统献祭给你！趁现在，快跑！想跑？罗胖，跑！能量耗光了，可惜没能收割这些祭品。不过好在看到都天老儿狼狈的样子，我都天就是被这等无能的首领带到了如今的地步。魔神的威势消失了。天魔教主手段诡谲，还是被他逃走了。人生本是一苦也，
敲落黄泉终有时。诸位道友，务必斩首我头。道兄慢走，我们定将魔头送去见你。追，那魔头跑不了，前面路上还有比我们更强的存在，等着他自投罗网。那些宗派高手知道我要回大雪，想必前往密水关的一路都有埋伏。要走山路，就必须越过神断山脉。200年前，圣教为了走私货物，倒是曾在枯寂岭峡谷破坏过2口玄机弩，只是此路废弃已久，难以寻觅。龙胖，去枯寂岭。奇怪，龙胖都跑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到？这个村子我们刚才不是已经路过了吗？他怎么跑到前面去了？继续走，不必理会。方圆100里，似乎都被一种奇异的法术封闭起来了。这是空间折叠之法。施法者用秘术将方圆100里折叠成矩阵，无论怎么逃，最终都会回到原地。我们被困死了。这人一直把我们引到这个村子，该不会他就藏在那里吧？什么级别的高手才能有这么大的法力？生死境还是神桥境？我们进村。臭小子，对方高出你至少4个境界，你要去送死不成？谁敢挡我回家过年，我就跟他拼命。
赶路人路过贵宝地，长老能否通融一下，给个歇脚的地方？村子很小，客房多数还空着。天魔教主若不嫌弃，就寻一个房间歇歇吧。所以长老是专程在这里等我。教主客气，贫道道号青山。不知青山道人还有没有其他朋友？目前只有一人一狗。不过今晚有一场除魔大会，要不了多久，便会有更多村民赶来。一帮粗人除魔，难免吵得很，还请教主恕罪。无妨，既是盛会，我圣教亦当共赴。青山道人请回，我们便在这里住下。教主睡个好觉。别说话，去睡觉。老东西不是要找人来吗？去睡觉，谁也别睁眼。快睡觉。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睁眼。青山前辈深夜点灯，莫非是寻到了天魔教主？前辈好手段！他已经在村里睡下了，枯叶道兄呢？我这便去杀了他，为枯叶前辈报仇。当心，天魔教主本事虽不高，手段却不少。若他又幻魔，此方空间已被我折叠，他无法完成血肉献祭，自然换不来魔身。只是天魔教主如此泰然，是真有后手，还是一出空城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4个天人境，再加上生死境的青山前辈，何愁拿不下他？不急，待各路同道齐聚除魔大会，再取其性命，以慰英灵。凤七吴师兄到了，快过来！诸位，天色不早了。
今日诛灭天魔教主，还枯叶前辈一个公道，还大襄城诸位英雄一个公道，还天下一个公道，与各位共饮此杯。文殊道兄，你怎么了？大家小心！天魔教主房里有高手。你怎么了？大家小心！天魔教主房里有高手。青山前辈发现了什么？你们看他的眼睛，他死前看了那里一眼，便中了这一箭。那里究竟有什么？一幅画。杀了这么多同道兄弟，把房子轰碎，不要对那幅画动手，跟他拼了！戒备！
一剑开王，血汪洋，山河在，心茫茫。左右环顾，故国不在，人数就庄。可以睁眼了。这幅画明明是空的，猫为何看不得？这些人都是那幅画杀的，狂剑折叠也是那幅画破的。龙爷爷作画时，给画中的村长爷爷附了魂。一幅画而已，我不怕。我真身降临，谁也不惧。不过，你将我锁在机关巷里也不是办法，不如解开封印，我的意识回到都天后。不再踏足你们的世界，如何？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回去，还是躲起来召唤真身？就像这个空间折叠，都天魔王既然知道它的术法构成，难道就不知道它的破解方法？包藏祸心，根本信不得。继续赶路，必须在天黑前穿过库基里，进入大墟。可我还没吃早饭呢。公子，今天我的赤火灵丹能撒一点孜然吗？我想换个口味。啊，只有半斗。你现在胖的几乎跑不动了，半斗够多了。我说是长身体的时候，你可口伙食，我会长不大的。不是长身体，是长肉。你自己捏一捏，能捏出褶子吗？我是喝凉水也能长肉的体质。龙胖，你今后别喝凉水吧。我这不是被饿怕了吗？总想多吃一点，半斗就半斗，不能再少了，否则真要饿成皮包骨了。吃快点！走吧。龙江南他们找过来了，龙胖，加速！这伙人怎么不回家过年？老想着杀公子。除了杀我，还要杀皇帝。他们要让太子登基，推翻变法。不过待国师回朝之日，
便会另立新君。倘若国师不忍下手，我也不介意代劳，诛杀太子。再请国师做圣教第4位天王。但凭他们是杀不掉皇帝的，也不知道国师去哪儿了，出了这么多的事也不显身。小心，这里有古怪。我在暗界见过这样的景象，神魔的血把这片峡谷污染了。神血主生，渗入泥土之中，赋予灵性；魔血主死，让一切长出土壤的统统死亡。有点意思。要是同时吸收神血魔血会如何？应该会变成一种很奇特的、拥有神魔之力的药。我们不能绕过这里吗？其余山峰皆有玄机路，唯有枯寂岭峡谷2侧的玄机路只剩残骸。要避开神器，必须走这条路。这些石碑上居然是我们圣教的镇妖符文。这些石碑应该是当年圣教弟子走祸时留下的。看来他们遇到过不少恐怖的大妖。石碑，难道镇压着一个妖国不成？救命！救命！救命啊！有人在洗澡？那是溺水。哪有人会光溜溜的溺水的？这是你的手，还是你的脚？官人，你猜呢？
地上的树死了，地下的树根却活着。这片湖应该是神血魔血所化，只不过血早已被树根吸干了。那这些石碑，所有石碑镇压的是一只妖怪，一只莫大的根妖。你是天圣教的人。听好了，我家公子是天圣教的圣教主。圣教主，600年前也有一位圣教主，多管闲事的很。哪怕废了天圣教大同的这条路，也要把妾身镇在这里。害得妾身好苦，好苦！害得妾身好苦，害得妾身好苦。我要报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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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教主，害得妾身好，害得妾身好，害得妾身好苦，害得妾身好苦！我要报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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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杀光你们天圣教！杀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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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天魔教主去了神断山脉？他不是器皿吗？不怕玄机弩射杀？恐怕那里藏着一条生路。虫儿，看路！可惜了，这个雌星还挺漂亮的。根妖动静太大，把追兵引过来了。圣教主，我要杀了你！灭了天圣教！妖怪，你与天魔教有何仇怨？他们将小女子镇压在此600年，妾身与他们仇深似海。大师若能推倒石碑，搭救妾身，妾身定以身相许。不必，你随我修禅，助我杀天魔教主，我便放了你。这点狐媚伎俩就迷了你的心窍。天魔教是魔道，他们镇压的妖一定是好妖。此局大虚，总需领路人。诸位帮我将这些镇妖石碑推倒，解救这位同道。
谢谢大师，我终于又可以吃人了！终于可以吃人了！终于可以吃人了！不好！这妖怪是天魔教主故意这样的刺激害我们的！引他去玄机弩那儿。这妖物被我们引走，没有作践严康的百姓，也算是一件幸事。连神器都降不住他，怎么可能？这场天灾来自神的警告，似乎只针对严康。算起来，自打跟了老爷，有些年头没回过大师了。遗迹？难道这里还有神魔？有些战死了，有些被封印了。不过等黑暗降临，他们又会活过来。在大区有一句人人皆知的话：天黑别出门。黑暗又如何？我都天世界已经破灭到彻底陷入黑暗了，在黑暗里，我如鱼得水。不信？到了晚上，我溜达给你看。
根妖被人放出来了，谁这么蠢？这又是谁出手的？这妖物真是找死，在大虚横中执着。大虚有太多神秘的力量，即便是村长爷爷，也不会如此肆无忌惮。没事，大虚就是这样。有些遗迹中隐藏着一些神怪，记得烧香拜神便不会有大碍。估计那个根妖不小心碰到了某一处遗迹，惹到其中的神怪了。我大虚是没有王法的，所以无论遇到谁，都必须要有礼数，不然万一得罪了什么人，很容易被干掉。太危险了，我想回都天。你这个破世界，哪里是凡间？到处都是妖魔神怪，我不如听清了吧，放了我想回家。只要你掌握了大虚的规矩，其实大虚比延康国要安全多了。不信你问灵儿。公子这次出来便是去延康国历练的，我们在大虚都不算历练，可见延康国的凶险。放心吧，我们大虚很安全的，你跟着公子，保证没事。我只是想寻个低等世界，给我的子民落脚。都天世界已经完蛋了，再和你们血拼，那就真要绝种了。公子，他还怪可怜的。他只是一股意识而已，真身还在都天世界。他若真想继续寻找其他世界，又为何非得让这股意识回去？这家伙的话一句都不能信。我飞不动了。龙胖，早说让你减肥了。公子回来了！公子回来了！公子终于回来了！公子，延康国和咱们大虚相比，如何？延康比咱们大虚乱多了，天天造反打仗，兵荒马乱的，不是个好地方。是呢，前不久有许多流民逃到大虚里来了，说是因为雪灾逃难过来的。公子回来就好，毕竟还是自己家安全。公子回来了。婆婆，城主回来了吗？城主前阵子来过一趟，然后走了。哎，公子要住下吗？小的这就去准备。不用了，年关近了，我先回一趟村子。又吃又躺，你休息好了没？赶紧出发啦！仙秋儿，胖牛娃衣锦还乡啦！外面好玩吗？还行，走到哪里都被人追杀。对了，小如来后面有来找过你吗？呸！道理，他可没找到这里来。哎，你做了什么坏事？为何被追杀？啊？大概是我太出色了，遭人嫉恨。有空我去你们村拜年啊！不要让你家大人杀我！好。婆婆，爷爷，我回来啦！我可是千辛万苦赶回来的，怎么都没人搭理我？
又想捉弄我？小爷爷，药师爷爷，我看到你了！马爷爷，村长爷爷，龙爷爷，兔爷爷，雪爷爷，虾爷爷，婆婆！奇怪，人都去哪儿了？我和药师带着天魔教祖师、执法长老去黑暗走一趟，探探无忧乡。有人回来就帮药师喂喂虫子。村长他们一直没回来，我和瞎子去找找。老家伙们恐怕遇到危险了，我和马爷也去趟无忧乡。木儿，我去把这些老东西找回来过年，你别四处乱跑。要是看到聋子，就给他做点饭，他快饿死了。婆婆和爷爷们还有祖师，都去寻找无忧乡了。